萧炎为了铲除魂天地，他燃烧斗帝之躯以封印魂天地。然而失去肉身的萧炎并没有死去，而是被一股神秘力量卷进了时空乱流之中，并重生回到3年之约的云岚宗比武广场上。而纳兰嫣然此时也是手持利剑站在萧炎的对面。我是云岚宗的大长老云灵，今日宗主尚未回来，3年之约便由老夫主持，此次比试意在切磋。云灵自顾自地开口道，说话之时，他的目光扫视一圈，并未留意到萧炎眼中的神色变化。他在想什么？在萧炎的对面，纳兰嫣然察觉到萧炎眼神的异样，心中泛起一丝疑惑。他能感觉到萧炎压根就没有在听大长老云灵讲话，这种模样更像是在发呆。3年之约已至，你们以前的恩怨今日会彻底结清，希望今日之后一切纠葛都能止步于此。现在开始吧。云灵一番话落下，萧炎仍旧是站在原地发呆，没有动静。萧炎的这种反应让云灵觉得萧炎根本没有尊重自己，当下语气便是有些加重。云灵老狗，不要狗叫了。然而就在云灵打算呵斥萧炎之时，萧炎却是打断了他。一道话音猛地从萧炎口中吐出，听到萧炎这句话，在场所有人都是露着惊讶的表情。这小家伙今天这是怎么了？萧炎小兄弟平常不是这么莽撞的人啊。广场外的树林中，嘉行天、海波东等人脸上都是一愣，他们没想到萧炎居然能够这么狂。这里可是云岚宗，而云灵是云岚宗大长老，地位极高。萧炎这般侮辱云灵，就是在打整个云岚宗的脸。今日之事发展到现在，可不仅仅是他与纳兰嫣然之间的决斗那么简单了。小辈，你放肆！高台上，云灵的一张脸庞此刻通红，眼眶之中更是涌现出一股杀意。他堂堂云岚宗大长老，居然被一名小辈如此呵斥辱骂，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大胆萧炎，居然敢来我云岚宗撒野！萧家废物，没想到你居然狂到这种程度！今日之战，无论你是输是赢，都将难逃制裁。场中一众云岚宗长老和弟子也是十分愤怒，怒斥萧炎。我还以为这3年来你改变了不少，没想到依旧是和3年前一样自大，不知所谓。纳兰嫣然眼神中略微透着一股失望，冷声道：诸位长老，此人对大长老如此不敬，不如下令直接将其拿下。纳兰嫣然话音落下，一名云岚宗弟子站起身来，对着高台之上的云岚宗众长老提议道：是啊，此人实在是狂妄，不知天高地厚，我云岚宗的威严，岂是他能够挑衅的？很快又有其他云岚宗弟子起身附和。狂妄？云岚宗还没有资格对我说这句话。听到纳兰嫣然这般讥讽之言，萧炎缓缓抬头，脸上的表情极其放松，甚至还带点笑意。重生回3年之约这个时间，虽说萧炎的修为依旧和前世一样，只是初入大斗师境界，并且灵魂也是受创严重，但是对付云岚宗这种只有1名斗宗强者坐镇的小宗，还是轻而易举的。此子简直狂妄没边了，虽然有些天赋，但是他如此狂妄，恐怕走不长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随着萧炎这句话音落下，那些被云岚宗邀请而来观战的帝国强者、权贵们都是露着鄙夷。这时候，大部分人都觉得萧炎如此招惹云岚宗，日后必然遭受打压，不会再有什么成就。萧炎，够了！你今天来此，无非就是想要证明，这3年时间，你已经超过了我。现在，机会就在你面前，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纳兰嫣然面色一怒，随后玉手紧握着淡青长剑，淡淡青色小风卷在剑身之上，翻滚飘荡。风卷之中，凌厉风刃偶尔爆射而出，在坚硬的青石板上留下一道不浅不深的划痕。剑身逐渐上移，遥遥指向萧炎。锋利的剑锋在阳光反射下森光凛然。哼，证明自己。听到纳兰嫣然那极具自信的话，萧炎淡然一笑。上一世到了末了，他与纳兰嫣然之间的恩怨早已经化开，因此现在的他根本就不怎么在意这场3年之约。这场闹剧是时候结束了，希望自今日之后，你能潜下心来修炼。萧炎淡淡一笑，看似随意的目光，却是给纳兰嫣然带来了极大的压迫感，那是一种难以言明的感觉。可是萧炎身上明明就没有任何修为，气势爆发，怎么会这样？他肯定是在装神弄鬼。此时，年少的纳兰嫣然很是倔强，他不相信自己拜入云岚宗这庞然大物会输给曾经的萧家废物萧炎。于是，下一刻，他手中长剑忽然急速颤抖起来，长剑缓缓移动着，而每当长剑移动一分，便是将会留下一个犹如实质般的剑形残影。风灵分形剑。没想到纳兰师姐竟然连这种位于玄阶中级的斗技都已经修炼成功，真是让人佩服啊！听说这风灵分形剑，纳兰师姐
仅仅1年时间，便是修炼到能够分出5道剑形的地步。哎，我修炼了将近2年，也不过才4道啊，这才刚刚开始。纳兰师姐便是用出这种等级的斗技，恐怕是想要速战速决吧？那萧家的小子可是倒霉了。在纳兰嫣然施展出那奇异的斗技之时，下方的那些云岚徒弟便是惊异的窃窃私语起来。看他们的模样，想必他们是认出了前者所施展斗技的底细。石台上那10几位云岚宗长老，其中有几位也是微微点头。此刻因为纳兰嫣然突然的举动，云灵等人也是暂时没有去追究萧炎刚才的无理举动。在众人的视线中，纳兰嫣然脚掌轻跺虚空，快速靠近萧炎。待到身处萧炎面前半空处之时，淡青色斗气自纳兰嫣然的脚掌处喷涌而出，霎时间便是形成一大片锋利的锋刃，狠狠地对着萧炎所在方向切割而去。见状，萧炎身形没有动弹，巨大黑齿十分随意地提起，随着叮当声响以及一些细小的火花，那几道锋刃便是完全消散。什么？萧炎这小子居然能够挡住嫣然师姐的攻击？看来这小子是有2把刷子。不过嫣然师姐明显没有出全力，这只是试探罢了。萧炎的这次出手让一众云岚宗弟子大感意外，不过这些云岚宗弟子还看不出萧炎刚才出手的巧妙。现在的萧炎可不是那个初登云岚宗的青涩少年，他经历了上一世那种曲折的成长之路，各种各样的战斗经历了无数次，他的战斗经验可是无比老道。刚才他压根都没有使用斗气，只是动用肉体力量以及前世那积累下来的丰富战斗经验，便将那些剑气轻松击毁。怎么会？纳兰嫣然也是有些吃惊，而且萧炎脸上那轻松的样子让他感觉很不可思议。你真的很让我意外，不管如何，我至少相信你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萧家废物少爷。美眸中微微噙着一抹凝重，纳兰嫣然望着对面表情依然平静无比的萧炎，轻声道。对于纳兰嫣然这番有些感叹的话语，萧炎并未有什么回答。下一刻，对面的纳兰嫣然全身气势绽放，其身体之上的袍服以及满头青丝猛然间无风自动而起，雄浑的气势逐渐自其体内升腾而起。那股气势的强悍程度让得周围那些云岚宗徒弟惊讶地张起了嘴，一道道低声惊呼忍不住地响了起来。这股气势，纳兰师姐竟然进入大斗师了。看周围那些云岚宗徒弟的表情，似乎连他们之前都不是很清楚纳兰嫣然的真实实力。没想到纳兰侄女年纪轻轻便是到了大斗师级别，真是让人佩服啊。沐尘望着场中那散发出强大气势的纳兰嫣然，偏头对着纳兰杰笑道，笑声中有着几分羡慕。他能够看出纳兰嫣然不仅是大斗师，而且还抵达了2星。纳兰杰此时也是松了一口气，觉得纳兰嫣然稳操胜券。大长老，比试方才刚开始没多久，嫣然便是被逼得用出了真实实力，而反观那个萧家小子似乎还一直极为平静啊。此刻广场高台上，一名白袍老者转头凑在云灵身旁，低声道，声音中略微有些担忧。无妨，这些年宗主教了许多秘法，既然嫣然已经展露实力，那战斗也应该快结束了。云灵摆了摆手，似乎信心满满，他就等着纳兰嫣然将萧炎击败，然后自己再以高姿态将萧炎贬低的一无是处。而就在这时，那一直在观战的葛叶却是眉头紧皱，因为他似乎是发现萧炎与上次在黑岩城出现击杀墨城的斗皇强者极其相似。不可能的，那个神秘人可是斗皇强者，以萧炎的年龄，就算是有着天纵之才，也绝对不可能达到那一地步。狠狠地甩了甩头，葛叶想要将脑海中那荒唐的念头甩出去，可那2张面孔却是不断的缓缓融合着。当某一刻2张面孔完全重合之时，葛叶浑身一颤，喘着粗气回过了神来。不可能，不可能，他如果是斗皇强者，嫣然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一招都挡不住才对。葛叶被自己心中那疯狂的念头吓了一跳，随即猛地摇头，该我了。场中，萧炎看到纳兰嫣然展现出2星大斗师修为，依旧是无比的平静，没有丝毫惊讶，因为这些他早就已经经历了一遍。话音落下，萧炎的身形瞬间化为一道黑影，那冲锋的速度之快，居然是让纳兰嫣然无法捕捉。当纳兰嫣然视野中萧炎完全消失之后，一股危险气息降临，纳兰嫣然急忙回头，与此同时，手中长剑也是高高挥起，砰！随着一道巨大的金铁交击声响传来，纳兰嫣然手中长剑严重的弯曲变形，她的身形也是在那股巨力之下震飞10几米，退出去10几步，将脚下石板踏碎之后，纳兰嫣然方才稳住身形。此时的她脸色苍白，像是受了内伤，眼中满是不可思议。这萧炎的速度未免快得有些离谱吧？不只是速度，他的力量也是极强。刚才那一击，哪怕纳兰嫣然有所防备，
也很难接下。在萧炎一击建功之后，周围观战的人一个个也是面露惊讶。很显然，从刚才的那次对拼来看，纳兰嫣然无论是在速度还是力量上面都是输给了萧炎。这怎么可能？萧家的废物居然在短短3年成长到了如此地步。见到纳兰嫣然居然不敌萧炎，高台上云凌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难看起来。这个时候又想起刚才萧炎辱骂他的那件事，他心中顿时有了些其他想法。唉，另外一边，本来脸庞刚刚放松没多久的纳兰杰却又是紧绷了起来，眼睛直直地盯着萧炎。半晌后，纳兰杰长长的吐了一口气，一双老眼缓缓闭上，脸庞上的表情略微有些苦涩。这一次，纳兰杰是真真切切地感到了一种后悔。他后悔当年为什么没有拦着纳兰嫣然。如果纳兰嫣然没有搞出退婚之事，那么这个凭借一己之力，在短短3年时间从一个废物蜕变成大斗师强者的青年，就是纳兰家族最满意的女婿了。萧林啊，你这家伙有个好孙子啊！一旁，沐尘等其他几个势力首脑望着那脸色苦涩的纳兰杰，虽然都是明智的没有去碰触对方的伤口，然而在心中却皆是忍不住的有些幸灾乐祸。看来今日只能使出那一招才能战胜他了。广场一边，纳兰嫣然目光中露着一抹不服输的神色，她强行压制住体内躁动的新气息。随后，纳兰嫣然眼眸缓缓闭上，片刻之后，她眼眸骤然睁开，满头青丝忽然间无风自动而起，长发飘舞。而随着青丝的舞动，她的身体居然是没有借助着弹射之力或者翅膀之效，开始悬浮而上。随着纳兰嫣然身形缓缓升空，其周身的能量也是在此刻犹如沸腾的开水一般暴动了起来，一圈圈淡青色的实质涟漪从其体内不断扩散而出。长剑缓缓移上，最后斜指着下方广场之上的萧炎。某一刻，长剑微颤，天空之上的日光猛然间居然对着长剑方向凝聚了过来。仅仅是刹那时间，长剑之上便是光芒大涨。放大招吗？望着那边纳兰嫣然的动静，萧炎低喃一声，旋即身形再次爆闪。与此同时，他的背后出现了一对青色双翼，眨眼间居然临近纳兰嫣然面前。而此时，纳兰嫣然还在蓄力打算释放风之极、落日耀。当萧炎靠近，他顿时方寸大乱。砰！这一次，萧炎并未挥动手中巨大黑齿攻击，只是以指点在纳兰嫣然手中耀眼长剑上。在那巨力之下，纳兰嫣然全身气机顿时散去，那凝聚的强大斗技自然是失败，他的身体也是遭到了一定的反噬，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向着地面坠落而去。上一世，萧炎与纳兰嫣然的恩怨早已经化开，因此这次他自然是不打算伤到纳兰嫣然。轻轻抬手之下，一道气流击出，纳兰嫣然借助这股气流平稳落地。毫无疑问，这一次所谓的比试，萧炎完胜了纳兰嫣然。在这一刻，全场都是寂静无声。虽然有人之前预料过萧炎很可能有战胜纳兰嫣然的战力，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过萧炎居然以这种碾压的姿态胜利。纳兰嫣然此刻面如死灰，他明白萧炎能够以这种速度打断他释放斗技，定然也有实力正面击败自己，因为他从始至终都还未使用过任何攻击斗技。他微微的抬头，凝视着半空中那张清秀的面孔，纳兰嫣然还能够依稀从上面见到当年倔强少年的模糊轮廓，眼眸有些迷离。而且此时，他又忽然发现，这道身影居然是和那在炼药师大会上崭露头角的炼药师炎萧极为相似，两者就如同一人。那在炼药师大会上，一袭炼药师长袍的平凡青年身影，再度缓缓地在纳兰嫣然脑海中浮现，脸颊上忍不住浮现一抹自嘲。这便是你的报复吗？构建一个出色的，让我都为之残然与着迷的虚幻之人，然后再将它打破，让得我知道，当年我所看不起的废物，却是能够真正的让我纳兰嫣然另眼相看。萧炎，当年的我的确是因为你的实力而有所看低你，这一点事实已经证明，我的确目光短浅。不过此刻，纳兰嫣然被齿紧咬着红唇，脸颊上出现的倔强之色与当年的萧炎几乎如出一辙。我早就说过，即使重来一次，我依然会选择去萧家退婚。我的婚姻不需要他们来做主，陪陌生人过一生，我做不到。纳兰嫣然，虽然你当初选择退婚的方式错了，不过你能够鼓起勇气反对那种家族世家的姻缘安排，很不错。萧炎面色平静的道，对于当年之事，他早已经释然，此刻的他并不想去羞辱纳兰嫣然。很不错，他这是在夸我吗？闻言，纳兰嫣然顿时愣了一下，萧炎的语气以及眼神很明显没了刚刚出现时那样冷漠。这个时候，纳兰嫣然心中几乎是犹如乱麻一般。他心中清楚，他对那个名叫炎萧，虽然面貌平凡，可却拥有着令人折服实力的青年，有着许些好感以及一点不服输的攀比情绪。正是因为这些有些复杂的感情，
所以纳兰嫣然在与后者交谈之时，放弃了平日对人的平淡，那种温柔的语气，几乎是他这么多年来头一次对一个除了长辈或者亲戚之外的男性。虽然他与严萧接触时间并不算长，然而萧炎却是在肆无忌惮地挥霍着自己那些不断让人感到震撼的优秀能力，手持一火，治疗那即使是连丹王古河都没有办法的烙毒。参加炼药师大会，从来自全国各地的出色炼药师中脱颖而出，并且最后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绝境之下创造奇迹。固然英雄爱美人，可美人同样爱英雄。严萧当日那立保加玛帝国炼药师公会名誉不失的举动，或许并非是他本意，可在加玛帝国人眼中，却的确无愧英雄二字。纳兰嫣然再淡然再高傲，也是一个女人，而且当时承受着万众喝彩的青年，也的确是最让人着迷的时刻。只是现在纳兰嫣然发现自己心存爱慕的男人，居然是当年自己亲自退婚的萧炎，这种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萧炎，看在云岚宗的面子上，你让嫣然几分，事后本长老可以不计较你之前的冒犯。就在萧炎即将动手前的刹那，一道若有若无的喝声忽然传进前者耳中，这声音正是之前被萧炎喝骂过的云灵。因为萧炎刚才的帮助，纳兰嫣然算是平稳的落地，因此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纳兰嫣然还没有输，云灵为了云岚宗的颜面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云灵老狗，你还真是够不要脸的！听到那句传音，萧炎转过头去，嘴角露着一抹讥讽。高台上，云灵注意到萧炎脸上的讥讽与不屑，眉头紧皱。早知道之前萧炎冒犯自己的时候就该发作，出手惩治。恰在这时，站在云灵身旁不远处的葛叶却是失声道：“大长老，萧炎这家伙似乎就是击杀莫城的人。”什么？葛叶此话一出，石破天惊，石台之上的所有云岚宗长老脸色瞬间大变。葛叶，你确定吗？之前还不敢确定，但是现在我敢100%肯定就是他。云灵正愁着找机会收拾萧炎，此刻葛叶的话无疑是给了他一个足够正当的理由。萧炎，你赢了，按照当年的约定，若是最后比试输了，我纳兰嫣然本该为奴为婢。广场中心，纳兰嫣然脸上露着一抹惨笑，道：“不过为了宗门名声，请恕我不能如约。现在想来，当年萧家的事，我的方式的确不妥，所以萧炎，请你日后代我与萧叔叔说一声抱歉。”话语落下，纳兰嫣然玉手猛地一竖，微微摆动，紧接着距离其不远处的一位云岚宗徒弟身旁的长剑顿时被一股庞大吸力吸扯而过，手掌快速抓过长剑，纳兰嫣然银牙一咬，玉手摆动，锋利的剑尖便是对着那修长雪白的脖子狠狠劈了过去。啊！纳兰嫣然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直接令得广场之上所有云岚宗徒弟，包括那些长老脸色大变。一些长老虽有心抢救，可由于距离缘故，只能眼睁睁看着剑刃距离纳兰嫣然脖子越来越近。叮！长剑携带着森冷剑气划破空气，然而就在其即将碰触到那雪白肌肤之前的刹那，修长的双指却是凭空出现。出手之人正是萧炎，以他的速度又距离如此之近，救下纳兰嫣然不是什么难事。萧炎被萧炎救下，纳兰嫣然眼中的神色更为复杂。当年之事我已经不在乎了，而且我也没兴趣收你为奴为婢，所以你也不必做这般事来保全云岚宗的声誉。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去追求你自己的人生吧。萧炎话音温和的道，与之前刚刚登上云岚山时判若两人。话音落下，萧炎便是转身离去，他还有其他事情赶着去做。慢着，萧炎，我云岚宗有点事，需要你亲自印证一下。就在这时，云灵突然发声：“云灵老狗，你想问什么？”听得此话，萧炎眉头一皱，转过身来，一缕杀意弥漫。原本他今日没打算对云灵做些什么，可若是云灵自己急着要找死，那就怪不了别人了。广场之上，随着云灵的声音，那一道道目光再次投注到即将踏下台阶的削瘦背影之上。萧炎这家伙今日是怎么了？一口一个云灵老狗，他与这云灵莫非是有什么过节？广场外的丛林中，海波东心中暗暗思索着，觉得今天的萧炎有些太不理智了。这里毕竟是云岚宗宗门所在，要是将云岚宗得罪死了，恐怕是不好离去。纳兰嫣然此刻看向萧炎的目光中也是噙着一抹担忧，在他看来，萧炎今日举动似乎是有些狂妄了。现在的他可招惹不起云灵这位斗王强者。听到萧炎再次辱骂自己，云灵脸色一片铁青，目光阴厉地盯着萧炎，道：“萧炎，我问你，我云岚宗外门执事墨家墨城之死，与你有没有关系？”“不错，那畜生是我杀的。”面对云灵的质问，萧炎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墨城敢将我的朋友抓去做试验，该死！怎么，你想要替那家伙报仇吗？”
在那广场外的巨树之上，法码与嘉刑天被萧炎的回答以及云灵的话给震得愣了一愣。当初盐城之事，嘉刑天曾经亲自赶过去，所以他知道那击杀墨城的神秘人实力定然不弱于自己。如果萧炎真的是那盐城击杀墨城之人，那岂不是他的真实实力已经和他们在同一等级？一个10几岁，刚刚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的小家伙，是一名斗皇强者，这就算是打娘胎里修炼，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啊！两人对视一眼，眉头紧皱着。虽然他们觉得萧炎会是那神秘人的猜测很是滑稽，不过以云灵的身份，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的说这番话。况且现在萧炎本人都已经承认了，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这个叫做萧炎的小家伙也未免恐怖的有些过了头吧。纳兰杰以及沐尘等人也同样是进入了呆滞状态。如果墨城真是萧炎所杀，那岂不是说明现在萧炎展现出来的实力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广场上一道道目光也是投注在萧炎身上，很多云岚宗徒弟目光中都是掺杂着一种惊骇与错愕交杂的情绪。他们也是难以相信，这个年纪并不比他们差多少的青年，居然便是那位将墨城轻易击杀的神秘斗皇强者。他就是那神秘人。纳兰嫣然原本因为败给萧炎的那些复杂思绪，也是被此事给转移过来，目光惊愕地看着萧炎。如果萧炎就是神秘人，那就是说他有着斗皇战力，刚才的比试对他来说就是过家家。萧炎这家伙，他怎么直接就给承认了呢？海波东脸色一片焦急，同时还感到非常的疑惑。在这之前，萧炎明明是很担心云岚宗知晓此事，甚至是还要隐瞒身份，怎么现在却是连解释都不解释，就直接给承认了下来？云灵老狗，你的话有点多了。你要是觉得有拿下我的本事，可以来试试。众人注目下，萧炎向前踏出一步，丝毫没有逃跑的意思。小子，你好大的胆子！云灵怒喝一声，随即挥手道：“执法队，留下他！”云灵喝声落下，广场之上那近千名云岚宗徒弟之中，猛然间爆射出10几道白色影子。这些人体内斗气狂涌，身形移动间，瞬间便是将萧炎包围。滚开！萧炎手中黑尺横扫一圈，庞大的劲风顿时将周围所有人全部扫飞出去。老狗，派些小辈来试探我的实力，你就这点出息？将那些执法队击退。萧炎再度嘲讽起了云灵。这个时候，就是那些想要帮萧炎说话的人也是不好张口，毕竟萧炎自己都已经承认了。诸位长老，与我一同拿下这狂妄的小辈。云灵这边或许是被萧炎展现出来的自信，以及之前盐城所传出来的神秘人战绩所慑，此时不敢托大，叫了其他长老围攻。石台上3位年龄最大的白袍老者身体微颤，居然是缓缓消失，再度出现时便是已成3角之状，将萧炎围住。3股澎湃的斗气自3人体内涌盛而出。哎，这么多斗王联手，萧炎这次恐怕是麻烦了。看到云岚宗的底蕴，巨树上站着的海波东眉头再次一皱。大长老，此事是否有些误会了？以萧炎的实力，不可能会是那击杀墨城的神秘人。您见过20岁不到的斗王强者吗？就在这时，纳兰嫣然却是忍不住的开口道。此时的他似乎是非常不希望萧炎出事。闻言，云灵语气非常的强硬：“嫣然，不用再说了，萧炎他刚才都已经亲口承认了，这件事乃还有假，今日一定要将萧炎留下，等候宗主回来发落。萧炎这家伙，要是拿不出上次在盐城的那种实力，今日可就要留下来了。老夫倒是有些期待，他为何如此自信？”广场外巨树之上，嘉刑天这边丝毫没有上前帮忙的意思，因为立场问题，皇室是绝不可能因为现在的萧炎而与云岚宗作对，那样损失太大。不过他不出手，不代表没有其他人相助。不远处，海波东已经是从那巨树之顶消失。斗王，好久没面对这种敌人了。萧炎缓缓闭上了眼睛。以他现在的斗气修为，对付这3名斗王的确有些麻烦。不过他前世已然达到地境灵魂，现在灵魂即便是受创很严重，但对付一些斗王还是轻而易举的。这小子是打算放弃抵抗了吗？看着萧炎缓缓闭上眼睛，那3位云岚宗长老也不墨迹，直接出手向着萧炎攻来。3人联手呈3角之势，打出一道能量壁，要将萧炎困住。唉，就在这时，一道有些无奈的叹息声忽然缓缓地在天空回荡着。随着叹息声落下，一股冰冷寒气让得广场温度迅速下降。能量壁之中，一道苍老的背影犹如鬼魅一般缓缓浮现。在这苍老背影出现之后，能量壁中寒气暴涨，紧接着那些能量壁不再收缩，反而膨胀。望着那越来越膨胀的能量壁，3位长老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急喝道：“小心，退！”喝声刚刚落下，
一股恐怖寒气猛然再度暴涌，顿时那即将达到极限的能量壁终于是忍受不住这般巨大负荷，爆炸开来。高台上，云灵的脸色在这一刻变得极为难看。海老头，他怎么出手了？嘉刑天满脸错愕的道。法妈脸色同样是有些愕然，他也没想到海波东竟然冒着与云岚宗起冲突的危险帮助萧炎。海老头，你还是那么仗义。看着出手将那3名云岚宗斗王长老击退的海波东，萧炎嘴角露着一抹笑容，大笑道：“你这家伙，我可是还等着你给我炼制父子灵丹，你可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死了。”海波东对着萧炎传音一句，随后又大喊道：“萧炎，早跟你说了，不要逞一时之气，凭你杀得了那莫城？海老，你不用帮我掩饰什么了，今天这事我能扛。”听着海波东的话，萧炎走上前，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你能扛？”听着萧炎的话，海波东脸上顿时露着一抹惊喜。之前在沙漠以及盐城，海波东可是见识过萧炎的厉害，那最为厉害的一招大爆炸，即便是现在他还是有些心有余悸。难道你体内那股强大的力量又可以使用了？海波东顿时也激动地拍了一下萧炎的肩膀，大笑道：“萧炎笑着点了点头，怪不得你今天这么横。这样也好，既然你实力恢复了，凭借云岚宗现在这些人，你要是想走的话，没人能拦得住。”海波东继续说道。此时他眼中的担忧也是全部消散。场中认识海波东的人仅仅是少数，云岚宗的弟子对于这个隐姓埋名几十年的强者并没有太大的印象，因此当他们见到这个其貌不扬的老者竟然随手便是破去了3名长老联手所布置的能量壁之后，脸庞上瞬间布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海波东，当年一别，没想到还能见面，真是让人意外。云灵望着和萧炎勾肩搭背的海波东，阴恻恻的道。在后者进入帝都之后不久，他便是知道了确切消息，所以此时见到海波东倒并未有太大的震惊神色，只是没想到他竟然会出手帮助萧炎便是。嘿嘿，云灵，这些年你倒是地位直升啊，当年的你似乎不过刚进入云岚宗长老院而已，没想到如今竟然便是成了首席长老了。海波东淡淡笑道：“哼，这只是宗主信任我这老骨头而已。”云灵勉强笑了笑，旋即脸色略显认真地盯着海波东，叙旧的话还是日后再说吧。你应该也知道我们留下萧炎的目的，所以还希望你不要随性出手，免得损了我云岚宗与你米特尔家族之间的关系啊。云灵继续说道，话音之中隐隐带着一些威胁警告意味。云灵，刚才我也只是一时手痒，想和你云岚宗长老过过招而已。你们不是要拿下萧炎吗？尽管上吧，我绝不阻拦。听到云灵此话，海波东耸了耸肩，毫不在意的道。说完，他还朝着旁边走去，给云岚宗众人腾出了空间。这种态度和之前他想保下萧炎的举动转变太快了。糟了！看到海波东弃萧炎而去，那蓝嫣然原本缓和的脸色又变得有些紧张起来。海老头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嘉刑天和法码2人则是一脸的疑惑。而这个时候，云岚宗广场外越来越多的云岚宗弟子以及执事已经赶到。这些弟子可不是广场上这些年轻弟子能比，他们大部分都是有着大斗师修为。云岚宗擅长阵法，这些弟子加上那些长老组合出阵法，即便是没有斗皇强者，也能够展现出对付寻常斗皇强者的力量。萧炎，我看你还能狂到什么时候？动手！云灵话音一落，广场之外巨树上的近100名云岚宗执事也是齐齐一声大喝，雄浑斗气自他们体内暴涌而出，一道道白色雾气状能量犹如瀑布一般从掌心中喷了出去，100多道雾气状能量互相缠绕，然后迅速蔓延，仅仅是片刻时间，便是形成了一副碗扣状的能量罩，刚好是将萧炎所在的整个广场全部笼罩了进去。而之前的3名斗王长老见海波东不管此事了，也是再次欺身上前，将萧炎整个人围住。来吧！萧炎脸上云淡风轻，背后一对闪闪发光的双翼震动，让他缓缓升到了半空中。下一刻，萧炎手中原本黝黑的巨大黑翅开始绽放光芒。这一次上云岚宗，萧炎还是第一次施展斗技，他这次要施展的依旧是要老传授给他的低阶斗技燕分式浪尺。对于这门斗技的掌握，萧炎可以说是已经超越了药老。毕竟前世的他天阶斗技都是学了许多，更是自创了佛怒火莲那种恐怖斗技，对于斗技的理解已经是到了极高的高度。这种气势，没想到萧炎居然真的有斗皇战力。不远处，嘉刑天感受到萧炎身上散发的气息，满脸凝重。萧炎此刻展现的力量已经是接近他这个9星斗皇了，他的力量果然可以再次使用了，逃离云岚宗已经不是问题。只要云山那个老家伙。海波东目光瞥了一眼萧炎，随后又转向云岚宗后山方向。整个云岚宗真正能够让海波东忌惮的，
也只有那生死未知的云山了。如果云山还没死，很可能就是踏出了那一步。该死，这是个什么怪物？高台之上，云灵望着萧炎手中那释放出一股强烈红芒的巨齿，眼瞳骤然一缩，齿上所能够蕴含的能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估。幸好这一道巨大红芒并非是朝着他所在的方向袭来，而是对着天空中那巨大屏障而去。砰！随着萧炎打出的那道红芒击中天空的屏障，一道巨响顿时从天空传来，那种能量波动将下方众多云岚宗弟子震飞倒地，而那由上百名云岚宗执事施展的大阵屏障也是应声而碎。看来萧炎少爷体内藏着的那个神秘强者的灵魂出手了，也好，省得我露面了。在萧炎出手击碎大阵屏障之后，云岚宗广场外的山林中，一道极其隐秘的黑影低喃道：“他居然真的有这种实力。”纳兰嫣然在后退几步稳住身形后，眼中也是与众人一样露着不可思议之色，旋即俏脸又略微有些苦涩。当年的那个废物，如今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他面前展现着奇迹，这种另类性的打击让纳兰嫣然心中有股酸疼的感觉。好小子，倒是老夫小瞧你了。云灵脸上露着一抹忌惮，可是此时的他并未放弃留下萧炎的念头。今日萧炎不仅承认杀死了云岚宗外门执事，还多次的辱骂于他，这件事不处理，今后他的这张老脸往哪里搁？云岚宗众弟子听令！云灵话音有些冰冷的大喝道：“劫云烟赴日阵！”这家伙竟然被逼得连护宗大阵都用出来了。听得云灵的喝声，古河一怔，眉头微皱，摇头低声道。而听得那响彻广场的冷喝声，无数云岚宗徒弟一愣，略微迟疑了一下后，便是齐声应和。他们缓缓闭上双目，片刻之后，一缕缕白色能量从那些云岚宗徒弟头顶之上渗透而出，源源不断的白色雾气能量升空，几乎遮掩了整个天空，一眼看上去宛如是在云海一般。云岚宗大长老云灵恰好是处于这片云海的中心阵眼位置。众位长老，助我一臂之力！望着周围弥漫的庞大云雾能量，云灵再度冷喝道。随着云灵喝声落下，那石台上10来位白袍长老顿时齐齐站起身来，身躯一跃，便是迅速分开，然后四射到广场周围的一些大树之上，手中印结同时解冻。而随着他们手印的动作，那弥漫天空的云海也是猛然波动了起来。云海中央位置，云气能量急速凝聚，片刻之后，居然是在云灵面前凝固成了一枚足有丈许大小的白色能量螺旋球体。当云岚宗众人结成新的大阵之时，萧炎并未有动作，只是立于天空，淡然地看着他们施展。萧炎怎么还不离去？难道他真的要与云岚宗死磕到底？看着萧炎击碎了之前那隔绝了整个广场的能量罩，却不离去，海波东心中再次升起一抹担忧。这云烟赴日阵乃是云岚宗的护宗大阵，在之前的岁月多次拯救了云岚宗。施展此阵，只要云岚宗这些徒弟体内还有着能量，那萧炎就相当于是在和云岚宗上下近1000徒弟长老们在作战，就算是斗皇强者也不可能完全的抗下来。以一敌千，对于一名斗皇强者来说或许并不困难，不过经过云烟赴日阵的凝聚，再加上那被培养了将近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默契，这近1000名云岚宗徒弟的实力几乎是全部叠加到了阵眼的云灵身上。还好云岚宗的宗主云韵今日不在宗门，要不然的话，以他斗皇实力来主持大阵，就算是斗宗强者也会有所忌惮的啊。云灵啊云灵，为了一个墨尘而已，与一名潜力恐怖的未来强者闹成这般，值得吗？嘉行天皱着眉头道：“倒不是为了那墨尘，他一个外门执事，没这么大的能耐。”法码摇了摇头，苦笑道：“云岚宗要的是声誉，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萧炎还多次辱骂云灵，云灵定是动了私心啊！”呵，云灵这边并不知晓旁人对他的议论，他只知道今日一定要留下萧炎。他缓缓升起右掌，遥遥操控着白色螺旋球。下一刻，那凝聚了所有云岚宗徒弟一份力量的螺旋球，便是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对着天空上的萧炎爆射了出去。白色螺旋球的速度极为恐怖，螺旋球所过之处，几乎是出现了一条丈许长的真空地带。在这里，就算是空气都被那股强大能量压迫成了一片虚无。今日，我便让你们云岚宗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看着那白色螺旋球袭来，萧炎身形未曾离开原地，他手中巨齿抬起，随意的向前劈砍。砰！一道红芒战线打中了那丈许庞大的能量球，在这一击之下，能量球直接化为无数能量消散。狂妄的小子！就算你用了些歪门邪道，有了斗皇战力，今日也必定要留在这里。见状，云灵似乎并不怎么惊讶，他再度从云海中召唤出一枚云烟球，这一次球体的体积比先前几乎大上了几倍。望着那足有4、5丈庞大的能量球，观战的海波东脸庞上都是涌上一抹凝重。他能感觉到这一枚能量球的威力是现在的他都难以抵挡的，恐怕需要高阶斗皇才能够勉强的抵挡下来。
而像这种程度的攻击，云灵还可以释放很多次，只要云岚宗的这些弟子、长老还有余力。嘶嘶！就在这时，萧炎的袖袍一阵鼓动，随着一道略显清脆的嘶鸣声响起，一条七彩小蛇欢快地在萧炎身旁游荡着，阳光洒照在其娇小的身体之上，反射出七彩毫光，一眼看去颇为美丽。彩灵，看着七彩小蛇出现，萧炎的心加速跳动了一下，目光之中泛着一抹柔情，与之前判若两人。五阶魔兽，没想到你竟然还藏有这一手。不过这种时候，即便是一头五阶魔兽，也只不过是来送死罢了。云灵操控着那4、5丈大小的能量球，阴恻恻的道。萧炎看这条七彩小蛇的眼神似乎有些怪。在下方，纳兰嫣然瞥见萧炎眼中的柔情，闪过一抹诧异，因为他觉得萧炎那种目光就像是在看恋人一般，只是那是一条蛇，一头魔兽啊，就算主仆关系再好，也不至于会这样。萧炎自然也知道，现在出现的是七彩吞天蟒，不是彩灵。现在的彩灵还未彻底的融合七彩吞天蟒的灵魂，因此不能够随意的现身。原本七彩吞天蟒处于沉睡，这次突然苏醒，又感觉到萧炎置身险境，于是就现身了。嘶！吞天蟒冲着萧炎吐了吐舌信，蛇瞳中有着颇为人性化的关切。如今吞天蟒已经进入5阶，早就具有了不逊色人类的灵智。他从出世之后，第一眼见到的便是萧炎，而且加上后面一直贴身相处，虽为畜类，可对萧炎却早有了一些类似亲情的感情。萧炎目光停留了一会，随后伸出手掌，温柔地抚摸着七彩吞天蟒那犹如温玉般凉爽的身体。萧炎的抚摸让得七彩吞天蟒极为受用，不断拿着小脑袋挤着萧炎的手掌，旋即他的舌信不断对着萧炎手指上的那戒吐去，妖艳的舌瞳中露着垂涎。呵呵，发现了他这贪吃的举止，萧炎微笑着取出一瓶紫金半生缘，然后萧炎手指深入其中，轻轻一挑，沾了2滴，七彩吞天蟒快速地将那液滴舔了干净。小家伙，吃饱了就去休息吧，你帮不到我什么的。手指轻轻弹在七彩吞天蟒的小脑袋上，萧炎脸上依旧是笑眯眯的。随后他伸出手，打算将七彩吞天蟒放回到衣袖之中。嘶嘶！谁知就在这时，七彩吞天蟒却是轻轻的摇头，吐着蛇信子，看样子是不愿意回去。紧接着，吞天蟒身体之上猛然间七彩光芒大涨，而随着光芒的盛开，七彩吞天蟒的身体开始迅速膨胀变大了起来。在场中无数道震撼目光中，原本不过1尺多长的七彩吞天蟒，仅仅片刻时间便是变换成一条体长10丈左右的庞然大物。七彩巨蛇悬浮虚空，反射着七彩光芒的蛇灵，若此时在蛇身下还有着爪，简直就是一条活脱脱的神龙。随着身体的变大，一股雄浑的能量也是缓缓自七彩吞天蟒体内满溢而出，让得周身空间略微起了一些宛如水波般的涟漪。嘿，没想到萧炎这家伙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头高阶宠物，我竟然一直都不知情。震撼的目光缓缓从七彩吞天蟒身上移开，海波东忍不住咂嘴赞叹道：“云灵，你今日可别在你这些晚辈面前阴沟里翻船喽，不然的话，那脸可就丢大了啊！”目光再次转向脸色凝重的云灵，海波东大笑了一声：“哼，这些不劳你费心。”云灵冷哼道：“在他看来，萧炎这突然变强的实力定然有着某种限制，说不定要不了一会，他就会回到之前那大斗师修为。”话音落下，云灵直接是控制着那4、5丈大小的能量球，猛地朝着萧炎所在方向砸去。好吧，既然你不愿休息，就在这里看着。萧炎轻声地对着七彩吞天蟒说了一句，若无其事地转身，手中重尺瞬间凝聚磅礴能量。这一次，萧炎的攻击明显比上一次更加强横，即便是云灵操控着大阵加大了攻击力度，依旧是无法伤到萧炎一根毫毛。混蛋，给我死！见到萧炎再一次摧毁自己的攻击，云灵的脸庞逐渐变得血红，暴怒中，他双手猛然挥动，周身云海一阵翻涌。片刻之后，云海之中竟然凝聚出了一副长达1丈多长的巨型云弓，手掌一挥，云弓自动拉成满弦，弓身之上，云色能量急速汇聚，转瞬间便是化成了一支足足2、3米长的巨大云箭。死吧！怨毒地盯着萧炎，云灵额头之上缓缓浮现许些冷汗。想来这召唤出来的云弓云箭需要极大的消耗，以至于凭其斗王级别的实力，都是略微有些不支。去！嘴中一声低喝，云箭猛然爆射而出，刹那间犹如那射日之箭一般，穿透了空间阻碍，对着萧炎射将而去。云箭之间所蕴含的恐怖劲气，直接是导致周围的空间出现了一圈圈水波般的涟漪，尖锐的音爆之声不断炸响。云岚宗护宗大阵这一击的威力，即便是我也不敢大意，不知道萧炎能否应付。嘉刑天的目光愈发凝重，现在萧炎和云岚宗的交手已经是越闹越大，恐怕
要结下死仇。这小子自信满满，应该是有着实力应付。另外一边，那受薰儿嘱托保护萧炎的林颖差点按耐不住，不过最终林颖还是选择继续隐藏，毕竟这次的事情是萧炎自己挑起的。之前萧炎击碎了那能量罩，却并未离去。以林颖对萧炎的了解，要没有一定把握，他是不会如此拖大的。云灵老狗，你还是为自己安排后事吧。萧炎身上气息并未攀升，但是这一次锯齿之上的颜色却并非是赤红，而是青红色，带着炙热的高温，射出一道青红之芒。青红巨芒划破天空，与那巨大的云剑撞击在一起。两道颜色截然不同，可却同样蕴含着极为恐怖能量的劈链，划破长空，在下方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轰然撞击。霎时间，天空发出惊雷般的怒响，瞬间之后，庞大的能量气劲自两者爆炸处汹涌而出。而在这爆炸中，那只巨大云剑早已经消散，但是青红光芒却依旧存在，直冲云灵而去。见状，云灵双手急忙舞动，顿时周围云海也是瞬间波动了起来，一股股云色能量升腾而起，在其头顶上方不断缭绕。眨眼时间，便是构筑成了一道宽长3米左右的云色盾牌。在云色盾牌祭出之后，云海也是淡薄了许多，显然这个云盾消耗了不少能量。青红光芒重重轰击在云色盾牌上，不消片刻，便是将云色盾牌击碎，并且残余劲气重重地轰击在云盾后面的云灵身上。恐怖劲气让的云灵一口鲜血狂喷而出，身体也被那股庞大力量震得对着地面坠落而去。紧接着，那弥漫天际的云海便是逐渐变得淡薄，到的最后，竟然已经完全化为虚无。他居然一个人让得整个云岚宗瘫痪。巨树上，那兰杰看着那大量因为大阵被迫口吐鲜血的云岚宗弟子，颓丧地叹了一口气。萧炎的实力远远地超出了他的预料，不管这份实力究竟是不是来源萧炎自身的，都足以证明萧炎背后拥有的力量之强。本来这个说不定将会成为加玛帝国最强的青年，能够成为他那兰家的人，并且将他们这个家族带上前所未有的强盛之途。不过在这种时候，纳兰杰终于感觉到了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后悔。萧炎这边一击破阵，并未有其他的举动，这倒是让云岚宗的那些徒弟们松了一口气。当松气完毕之后，广场之上所有目光都是急忙投注到了之前云灵所坠落之地，那里深深的坑痕让的那些云岚宗徒弟都是忍不住的咽了一口唾沫。还没死。嘉行天、法玛等人感应到了深坑之中的生命气息。小贝，你的确很强。从深坑中爬出来的云灵脸色出人意料的没有半点怒意，反而是平静的犹如一潭死水，冷冷的瞟了一眼腰间滴落的鲜血。云灵忽的轻轻的笑了笑，笑声中有着难以掩饰的疯狂。哈哈哈哈，可这种癫狂的笑声牵动了伤势，让德云灵再度咳出了几口鲜血，抹去嘴角血迹。他豁然抬头，眼神狰狞，如野兽一般凶狠。我不管你是用了什么秘法透支力量，还是说借来的力量，这么多年来，你是第一个让的云岚宗如此难堪之人。今日若是放任你离去，恐怕日后我云岚宗在加玛帝国内将再无声望可言。所以为了宗门声誉，今天你萧炎必须死。云灵歇斯底里的开口道：老狗，你有什么后台靠山，赶紧叫出来吧，否则待会可就没机会了。萧炎自然是知晓云灵此刻为何会有底气说出这番话。刚才萧炎就有机会杀了云灵，留他一条命，只不过是想让他唤出那闭关中的云山罢了。哈哈，你胆子不错，可惜啊，终于是要夭折于此。阴声笑了笑，云灵在众目睽睽之下，忽然从那戒中取出一只云白色的笛子，凑在嘴边。随着云灵狠狠的一吹，顿时一股有些奇异的尖锐声调猛然自笛子中传了出来。广场上所有人都是因为云灵的举止而安静了下来，一时间只能听见那笛声不断传扬。嘉行天微眯着眸子与法玛对视了一眼，猛然间似是想起了什么，眼瞳骤缩。是那个老家伙，他果然还没死。随着嘉行天与法玛两人的失声落下，在那云岚山后山深处，一股浩荡磅礴气势犹如那从远古时期苏醒的巨龙一般，带着无可匹敌的威压降临而下。当这股磅礴气势苏醒之时，远在云岚宗100里外的天空中，一道白色流光骤然顿住，在半空中现出一道雍容美丽的身影。此时他正望向遥远的云岚宗方向，那张淡然脱尘的俏脸上却是在此刻布满了震惊。老师，他怎么苏醒了？云岚宗上那犹如巨龙苏醒般的磅礴气势，转瞬间便是自云岚山深处蔓延而出。广场上所有云岚宗徒弟都是忍不住心中的那抹敬畏，对着气势蔓延处双膝跪了下去。这股气势，纳兰嫣然美眸盯着云岚山深处，俏脸上也是浮现一抹震撼。他没想到今日萧炎来此，竟然是将这位闭关许久的师祖都是给惊动了出来。糟了，
这个老家伙竟然真的还没死，而且看这气势，他似乎突破了斗皇，抵达了斗宗。在那磅礴气势苏醒的刹那，海波东的脸色便是豁然变了。下一刻，海波东下意识地看向半空中的萧炎，他发现此时的萧炎神色依旧是如之前那般平静，丝毫没有因为这股气势而有半点紧张。他如此胸有成竹，难道是有把握对付斗宗强者？不可能，要是有这实力，当初就不会使用那么危险的一招了。海波东心中产生了一个猜想，不过很快便否定了，因为之前在盐城对付8亿黑蛇皇，萧炎已经是展露出了自己最强的实力，那时的他绝对没有对抗斗宗强者的实力。萧炎，还记得我前2天跟你说过的事吗？云岚宗那老不死的可能还活着，你赶紧走吧，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下一刻，海波东连忙对着萧炎传音道。而就在这时，那自云岚宗后山深处散发而出的磅礴气势也是越来越浓烈，到的最后，一道轻笑声猛然冲天起，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一道白影忽然自云岚山深处浮现，旋即脚踏虚空，缓缓对着云岚宗广场而来。白影并未召唤斗气双翼，可在虚空踏步而行的速度却丝毫不比海波东等人飞行慢。每次脚步落下之处，虚空便会荡漾起一圈圈涟漪，涟漪消散，人影却是早已经出现了100米之外。几次跨步后，人影便是闪现在了广场中央那处石碑之顶。他那淡淡的目光扫过此刻满是狼藉的场地，眉头微微皱起。与此同时，笼罩着广场的威压也是突然变得浓烈了许多。白影身着一套极为朴素的白色长袍，微风拂来，长袍飘飘，颇有一种出尘飘逸气息。他年龄看上并不是很大，脸庞上没有老人该有的皱纹，反而是犹如一块散发豪光的温玉。对于此人，萧炎一点也不陌生，他正是云岚宗老宗主云山。上一世，萧炎第一次登云岚宗之时，云山给他带来的压迫不可谓不小，最后要不是彩铃出手相助，他恐怕走不出云岚宗。不过这一世，萧炎重生回来，云山这一星斗宗根本就不足以让萧炎感觉到半点威胁。海老，无需担心，云山还奈何不了我。萧炎给海波东投去一个放心的笑容。行吧，你小子藏得忒深，老家伙我也不多嘴了。听着萧炎这话，海波东撇了撇嘴，随后他注意到了云山此刻的形象，羡慕的道：这老家伙突破斗宗后竟然是变得年轻了一些，看来突破那个障壁的好处还真是不小啊。嘉刑天的表现则是显得凝重许多，他本就没有海波东这样洒脱，身为皇室守护者，他身上永远都是套着一层枷锁。云灵，给我解释吧。你知道的，我说过，若非是极为重大之事，不要打扰我的进修。云山现身之后，目光转向下方的云灵，淡淡的询问道：老宗主，您可是出来啊？若是再晚点，恐怕云岚宗就得被人给毁了。云山目光扫来，顿时让的云灵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云韵呢？眉头一皱，云山问道：回老宗主，宗主外出去了，还未归来。云灵急忙回道：简略说说事情吧。这么多年中，我云岚宗还是第一次被人破坏成这样。云山双手插在袖间，平淡的道。闻言，云灵精神一振，手指指向天空上的萧炎，大声道：老宗主，今日之事全部都是由他所引起。说着，云灵赶忙将萧炎杀死莫成的事说了出来，并且毫不避讳地说出萧炎辱骂云岚宗的话。老宗主，莫成虽只是一个执事，可这些年对宗门贡献却是极大，若是放任他随意被人击杀而无动于衷，日后还有谁敢为宗门效力？那不是寒人心吗？话音到了后面，云灵话音变得悲愤起来。哦，一个小辈居然能够有如此实力。听完云灵的诉说，即便是云山脸庞上都是闪过一抹惊讶，他的目光下意识地看向对面天空中的萧炎。此时云山对面的萧炎目光也是看向云山这边，双手抱胸，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你便是萧炎吧？云山淡淡的开口道。因为萧炎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他连与嘉刑天、法马、海波东那几人叙旧的心情都没有了。明知故问，面对云山的询问，萧炎耸了耸肩，不置可否的一笑。萧炎这次可是真的不明智，本来杀死莫成加上大闹云岚宗就已经是让云山恼怒，现在他还故意激怒云山。嘉刑天摇了摇头，发出一声叹息。在他看来，萧炎虽然有些实力，但是终究是没到斗宗，斗宗和斗皇的差距十分悬殊，恐怕今日就算是在场的几位斗皇一起联手，也不敌云山。萧炎啊萧炎，你怎么就这么犟呢？遇到什么人都不愿意低个头，本来形势就很不妙了，现在你还要去主动招惹师祖。纳兰嫣然也是被萧炎这样的回答整得有些难以理解。今天的萧炎表现得比之前要狂很多，什么人都不放眼里。云山此刻展现的气息空前强大，在纳兰嫣然看来，萧炎是绝对不是云山的对手的。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实力，确实有自傲的资本。
云山的脸色明显是有些冷淡下来，他表面在夸赞萧炎，但是心中却是升起怒火。不过，你身上的实力应该不能持久吧？云山继续说道，或许你用了什么高深的秘法，亦或是借用他人力量，这2种都不属于你自己。以云山的见识，自认为凭借萧炎的年龄，就算是他天赋再好，吃的丹药再高阶，那也绝对不可能在不到20岁时便能够与高阶斗皇强者相匹敌。持不持久，你说了可不算。萧炎笑着道，轻飘飘的话让云山很是不爽。要是前世萧炎第2次上云岚宗，那些能力确实是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借助药老的灵魂，借用他人灵魂力量，一旦时间久了，自己的身上便是会被烙印他人的灵魂印记，导致自己灵魂对肉身的掌控力减弱。不过这一次，萧炎可压根没有借助他人力量，他靠的是自己的灵魂力量，一尊严重受创的灵魂。只是这灵魂曾经是斗帝，即便是严重受创，也非斗宗修为的人可以挑衅的。嘿，没想到这云岚宗也出了一个斗宗强者，如今云岚宗倒是能够勉强挤进大陆3流势力之列，可惜比起当年的云破天，似乎还是差了不少啊。突然，天空之中一道黑影出现，此人正是收到薰儿命令保护萧炎的古族斗皇林颖。见到云岚宗的斗宗出面，林颖终究是不敢赌下去，生怕出场晚了，萧炎真的出什么意外。他身形闪动，出现在萧炎面前，正对着云山嘿嘿笑道：“你是大陆上的强者吧？不知道是哪方势力？虽说我闭关已久，可对于大陆上的势力，倒还是略知一二。”看到林颖，云山挽动袖袍的手掌微微一停，抬头道：“这可不能透露。”林颖摊了摊手，旋即脸色略现凝重，沉声道：“不过在此提醒你一声，莫要以为成为斗宗强者便能为所欲为。这个小家伙，奉劝你最好不要妄动他，否则日后你绝对会后悔的。在这大陆上，有能力毁灭你云岚宗的并不少。”云山眉头轻皱，望向林颖，这是威胁。你也可以这样认为，不要怀疑我所说的话的真实性。林颖针锋相对地盯着云山，低沉的道：“原来是大陆上来的强者。”嘉刑天听着天空上的林颖与云山之间的对话，轻声道：“虽然这些年皇室在帝国之外也派出了不少人去了解，可是这名叫林颖的人，我却没有半点印象。萧炎又怎么会和这种大陆上的强者扯上关系呢？不应该啊！现在的局面可是越来越不可控了。按照这林颖所说，萧炎的来头可不小，云岚宗能不能承受得起萧炎背后的力量？”法码也是附和着开口道：“现在几乎大部分人都是觉得萧炎身上的力量其实并不属于他自己，不然17岁的高阶斗皇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和萧炎接触颇多的海波东也是逐渐明白过来这个道理。不过不管怎么说，萧炎这从一个废物3年内到大斗师的天赋是绝对不可否认的，还有那让人称赞的炼药师天赋，有这些，未来绝对能够成为一名顶尖强者。萧炎此人既然承认了杀我云岚宗之事，还大闹我云岚宗，就必须给出一个交代。看着林颖那凌厉的目光，云山在简单的思考过后，长叹一口气，轻声道：“云岚宗这么多代累积的声誉，不能断送在我手上。不过，若是你们几个能从我手中安然离开云岚山，那么今日之事也就一笔勾销了。”说完，云山不再说话，身体毫无预兆的缓缓升空而起，澎湃的能量竟然是让的周围虚空都是略微有些震荡了起来。好，那就让我林颖来看看，你这偏僻之地的斗宗是个什么水平。见到自己的威胁无用，林颖也是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一杆黑色长枪被其握在手中，在身上斗气升腾间，林颖回头对着身后站着的萧炎喝道：“萧炎，你先走，这里交给我。林老，你退下吧，今天这事我自己解决就行了。”听到林颖的话，萧炎向前几步，来到他旁边，轻飘飘的道。说完这句，萧炎的目光便是看向对面的云山，淡笑道：“云山，谁告诉你我要逃了？今天我萧炎便要让你云岚宗从这加玛帝国的神坛跌落。”随着萧炎的话音落下，在场众人都是被震惊到了。难道萧炎还有能够对付云山这名斗宗强者的后手？年轻人，你以为我云山是被吓大的？云山在听到萧炎的话后，脸色是变得愈发难看起来。萧炎表现得越是自信，越是证明其身后站着不同寻常的势力，那股势力或许远超云岚宗。但是就凭这简单几句话，云山要是就放走萧炎，对此事不管不顾，恐怕云岚宗今后就会成为加玛帝国乃至大陆笑柄。不管你身后还有何人，今日都必须留下来给我云岚宗赔礼道歉。云山话音落下，身上斗气瞬间狂涌，斗宗威压展露无遗。斗宗啊，嘿，这个老家伙竟然真是成功了。嘉刑天咂了咂嘴，脸庞上有些掩饰不住的艳羡。他如今已经位列斗皇巅峰，只要再进一步，也同样是能够进入那个令人向往的境界。可惜
就是那一步之差，却是让的嘉晴天努力修炼了10几年之久，却依然止步于此。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调和一下？法码皱眉道。没用的。嘉晴天摇了摇头，目光缓缓地扫过场中，望着那昏厥过去的云岚宗徒弟以及破裂的广场，苦笑道：这次萧炎的确是狠狠扇了云岚宗一个耳光，为了挽回声誉，云山必须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打败他。当然，或许他事后也并不会太过难为萧炎，毕竟萧炎背后的那神秘支持者也让得他颇为忌惮，所以在未搞清楚萧炎背后神秘势力之前，云山不会随意动他。而且现在这架势，萧炎如此有信心，说不定云山到最后还不能拿萧炎怎样。嘉晴天这番话可以说是将现在的局面分析得非常透彻，因为云山的话音也是比之前缓和许多，提出的要求也变成了只让萧炎赔礼道歉而已。死啊死！在云山气势压迫而来时，萧炎身后的吞天蟒突然仰天一阵长鸣，剧烈的七彩强光也是猛然自其庞大的身躯内暴涌而出。吞天蟒的异变立刻吸引了全场目光，就连那云岚宗云山也是眉头微皱地盯着那一团强烈光芒。然而某一刻，一直平淡的脸庞终于是豁然大变。萧炎身后强光之中伸出一对修长圆润的玉手。小子，看来吞天蟒对你的感情挺深啊。紧接着一道妩媚的几乎令得男人骨头酥麻的清冷声音缓缓地在广场之上响起，顿时一些定力稍差之人脸色便是犹如火烧云一般红了起来。无数道目光顺着声音转动，当他们看见那站在萧炎身后的妖娆妩媚人之后，却都是不由得呼吸一滞。然而更多知情的，比如海波东，则是一脸惊恐。彩铃。听到那道声音，萧炎心跳顿时加快，他快速转过头来，一张极冷艳、妩媚、妖娆于一体的熟悉脸颊出现在了他视线之中。此时的美杜莎女王身体之上仅仅披着一条淡紫色锦袍，满头青丝顺着香肩垂落而下，直至挺翘娇臀，方才止住。那前凸后翘的诱人身材，犹如一枚成熟到极点的蜜桃一般，不断地散发着让得人心中滚烫的韵味。这个美丽的女人在萧炎的心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一世，他与美杜莎女王一起经历了诸多艰险，是最为亲密的恋人，还孕育了可爱的潇潇。重生回来，再次见到美杜莎女王，萧炎的心情难以形容。彩铃。萧炎下意识地伸手打算去抚摸美杜莎女王的妖艳脸颊，只是在萧炎伸出手即将触碰到美杜莎女王脸颊之时，美杜莎女王的手快速将之手腕捏住。小子，你还真敢将本王当作宠物！美杜莎女王那对含煞的明眸带着许些冰冷地盯着萧炎，即便是此时她的话音中带着杀意，可是那声音酥麻而慵懒，噙着让男人骨头发麻的诱惑。宠物。听到美杜莎女王这话，萧炎才反应过来，现在的他和美杜莎女王的关系还没那么亲密，要是现在表现的与之前判若两人，太过反常，反而会适得其反，那结果可不是他希望的。怎么会呢？你这样美丽的人儿近在咫尺，我这是情不自禁，一时没有忍住。萧炎微微一笑道，说话时他目光毫不闪躲，直面那带着几分煞意看向自己的美杜莎女王。说起来，萧炎可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彩铃这样的眼神了。虽然在别人眼里看来，萧炎刚才有些轻佻，但事实上他这是调戏自己老婆，有什么问题？没忍住，要不是吞天蟒那么在意你，本王才懒得出来帮你。听到萧炎近乎无赖的话，美杜莎女王额头仿佛飘起一缕黑线，她冷冷地说了一句，随后才放开萧炎那意图不轨的手掌。此刻随着美杜莎女王的出现，广场上陷入短暂的窒息，寂静持续了半晌之后，终于是率先被一道惊恐的失声打破了去。美杜莎女王，短短几个字出口，却是猛然让的广场所有人都是打了个冷战。这个名字几乎大多数的加玛帝国人都是有所耳闻。那个冷艳而心狠手辣的美丽女人，在以往与加玛帝国的战争中，不知道亲手斩杀了多少成名强者，在这个帝国之中，也只有那寥寥可数的几人有着实力能够与这个妖艳女人相抗衡。这个女人用自己那丝毫不逊色于那些铁血帝王的狠辣手段，震慑塔戈尔大沙漠附近的好几个帝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对于她，很多人都用可怕一词来形容。萧炎他疯了吗？刚才居然敢调戏美杜莎女王。当大部分人心中惧怕时，只有纳兰嫣然注意到萧炎与美杜莎女王两人的对话，心中惊疑。此刻天空上原本就脸色凝重的海波东，却是已经完全转换成了一种惊恐。海波东或许能够在云山出现之后保持镇定，可在美杜莎女王面前，却是始终难以掩饰内心对其的畏惧。当年沙漠的那场战斗，至今都是让得他心有余悸，而那足足害得他享受了几十年隐居生活的封印，更是让得海波东对美杜莎女王畏之如蛇蝎。在惊恐之余，他又忽然打了个哆嗦，
看先前那道强光，明显那条七彩大蛇便是美杜莎女王的化身。而一想起自己竟然是在没有察觉的境况下与这个恐怖的女人相处了不知多久的时间，海波东背后便是一片冰凉。萧炎这个家伙有着美杜莎女王在身旁，竟然不和我说，混蛋，想害死我不成？海波东心中略微有些不爽地暗骂道：啧，美杜莎女王这个小家伙不愧是小姐看上的人啊，怪不得此次来云岚宗他能够如此的有恃无恐。林颖赞叹着摇了摇头，这忽然出现的美杜莎女王也同样是让得他极为诧异。巨树之上，嘉刑天与砝码两人的脸色也是在此刻变得极其凝重了起来。他们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深深吸了一口气，却是再也说不出半句话来。这一次的打击对他们实在是有点太大了。美杜莎女王，她不是在蛇人族圣城晋级中失败了吗？古河愕然地望着那妖艳美人，目光缓缓扫向一旁的萧炎。片刻后，他眉头轻皱，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低声道：看来并非失败了，而是在晋级之后便是被萧炎神不知鬼不觉地给带走了。这个家伙真是胆大的让人无语。这个女人杀起人来可不比杀只鸡麻烦多少啊！她倒是好运，竟然还能活到现在。在古河一旁，纳兰杰与沐尘等人皆是面面相觑着，在美杜莎女王那凶名之下，他们同样是不敢发出半点声响。与这些人相比，萧炎的反应和表现无疑是最特别的。他的目光一直都是在注视着美杜莎女王那美丽的脸颊，似乎是永远都看不够似的。美杜莎女王，没想到啊，你竟然便是那条古怪的大蛇，难怪我说总是有些觉得不对。本来打算对萧炎和林颖出手的云山气势也是收敛起来，其脸庞上的凝重之色更胜之前。闻言，美杜莎女王缓缓前行一步，刚好与萧炎平行着。她那双充满着异样魅惑的眸子扫了云山一眼，淡淡的道：我也没想到你竟然还真的突破斗皇障壁，进入到斗宗级别了。你不也是进化成功了吗？云山笑了笑，目光瞥向萧炎，只是我还真是挺感诧异，以你的性子竟然会选择出手来帮助一个人类。云山此刻心中快速思索着，刚才萧炎对美杜莎女王的轻浮举动，他同样是注意到，一个人类如此的轻浮他，美杜莎女王却没有下杀手，这足以证明萧炎和美杜莎女王之间关系极好。不过美杜莎女王话音却是有些冰冷，证明这种关系定然是那种利益关系，又或者被胁迫。还有，如果萧炎的底牌只是美杜莎女王的话，云山倒还没有之前那么担心。他的生死我并非很在意，况且今日这小子很明显就是自己要找死。美杜莎女王瞟了萧炎一眼，淡淡的开口道：我若是不带他走，那小家伙立马就会暴动，我能出来还是因为他的危机，那小家伙方才放弃对我的压制。很显然，之前萧炎在云岚宗上的一些举动他也知道一些，因此这次出来救萧炎，他心中是不太情愿的。对于美杜莎女王这番有些不着头际的话，云山倒听得明白。当下云山额头上的几道皱纹更是深了一点，目光缓缓在周围扫视了一圈，脸色变换着，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老宗主，若是就这样让的萧炎离开，那必定会有损我云岚宗的声誉啊！云林可不甘心让萧炎就这样离去，忍不住道：云林，差点就把你忘了，既然云山现在都已经现身了，你也就没什么作用了。就在云林话音刚刚落下之时，萧炎身上涌出一抹杀意，其手中黑尺瞬间对准云林的方向挥动，一道红芒射出，直直地朝着云林所在方向射去。小辈尔敢！看到萧炎居然敢当着自己面对云林下杀手，云山当即暴怒，身形一闪之下，云山瞬间出现在了云林面前。封闭！随着云山声音落下，半空中狂风猛然大震，一道深青色巨大风墙眨眼时间便是急速成型，挡在了云山和云林的前方。封闭的出现顺利的将萧炎那随手一击给抵消掉。萧炎，你太狂妄了，这个时候居然还想行凶，真是欺我云岚宗无人吗？见到云山出手救下自己，云林脸上的惊恐之色迅速消散，旋即指着萧炎开骂。如今有着云山庇护，云林可以说是有恃无恐。这家伙今天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行事如此嚣张，还有实力也是蹊跷的很。美杜莎女王目睹着这一切，目光打量着萧炎，思索道：对于萧炎出手之事，她并没有在意，只是好奇萧炎现在的实力到底是怎么来的。老宗主，您看看，这萧炎是完全不将您放在眼里，今天一定要给这小子一点苦头，就算是不杀，起码也要废其修为。云林继续煽风点火，他也看出来了萧炎的潜力，要是这个时候不制裁，等过几年，恐怕萧炎就能成长到他需要仰望的高度。闭嘴！云山冷冷地看了一眼云林，随后轻吐了一口气道：萧炎，你与嫣然的那3年之约，我也听月儿说过，这事他的确是冲动了点，不过如今约定已经结束，日后你们也就没什么瓜葛了。今日你大闹云岚宗之事，我也并不想追根究底，不过我希望这是唯一的一次，
日后若是在这般，那就算有着美杜莎女王护着你，那我云岚宗也要好好讨教了。随着云山话音落下，众人都明白，今日的闹剧要结束了。云山的话里压根就没有提到那严城墨城被杀之事，显然是因为忌惮萧炎强大的人脉。毕竟现在出现的力量都已经让他感觉很棘手了，一个美杜莎女王他就没把握打败，再加上对方还有2名斗皇强者，这般阵容要将萧炎留下，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哼，云山，我看你是搞错了一件事，我可从来没有说要走。见到云山这样的态度，萧炎却并未有什么好脸色。小辈，你莫要得寸进尺。闻言，云山刚刚压抑下去的怒意瞬间升起。萧炎，见好就收吧，不要以为吞天蟒让我出来救你，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美杜莎女王也是黛眉微皱的看向萧炎，她现在还没有彻底融合吞天蟒的灵魂，不是很情愿与云山这样的斗宗强者死拼，能够不动手自然是最好的结果。彩铃，别担心，今天这里的事你看着就好，一切我来解决。听到美杜莎女王的话，萧炎侧过脸去笑了笑，淡定的道：担心你。听到萧炎的话，美杜莎女王顿时摇头道：你想太多了，对于你的死活，本王压根就不关心。还有，日后你要是再敢称本王彩铃，休怪本王这是……美杜莎女王话还没说完，眼中却是猛然涌起一抹震撼之色。在她旁边站着的萧炎身上的气息毫无征兆地攀升起来，这种感觉就仿佛之前的萧炎一直都是在隐藏实力一般。你居然有这般实力，这怎么可能？美杜莎女王失声道。同时她也明白萧炎之前的种种行为并非是狂妄，而是真的有那个底气。天空上一股磅礴气势以萧炎为中心点猛地扩散开来。怎么回事？嘉刑天转头望向砝码，无比震惊的道：萧炎的实力居然还在增强，已经超过了我。我也不知道，从他体内所散发而出的气势，估计已经是到了斗宗强者之列。砝码苦笑着摇了摇头，此刻他的脸庞上几乎是有种近乎麻木的神情了。在这个不到20岁的青年身上，砝码已经见识到了太多的震惊，如今又是一枚重磅炸弹，更是直接让得他进入了麻木状态。今天的事越来越不可控制了，不知道云岚宗究竟干了什么。按照萧炎的性子，应该不会如此去得罪一个宗门的啊。看到修为气息暴涨的萧炎，海波东心中有着惊喜，不过也更加的疑惑起来了。按照之前他对萧炎的了解，萧炎与云岚宗除了与纳兰嫣然比试，还有击杀莫城这2件事之外，似乎再没有了其他交集。可是今天明明萧炎都已经对纳兰嫣然有所包容了，却为什么一直对云灵和云山有成见？不过纵使海波东想破了头都不会想到，萧炎的灵魂是从10几年之后重生回来的。怎么样，你觉得现在的我有能力解决此事了吗？看着一脸惊诧的美杜莎女王，萧炎依旧是笑盈盈的道：也好，既然你能应付，我自然也是懒得动手。现在我的灵魂力量可以战斗不了多久。听到萧炎的话，美杜莎女王轻轻的点了点头。现在在美杜莎女王的眼中，萧炎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弱小的人类了，而是达到了和他一个水平的强者之列。倒还真的是小看了你，没料到你之前的力量居然还不是极限，难怪一直都是有恃无恐。不过我想这股力量更不可能是真正的属于你吧。云山脚步轻踏虚空，旋即便是闪烁般的出现在萧炎对面不远处的天空中，皱眉沉声道：哼，这股力量究竟是不是属于我，你很快就知道了。萧炎目光冷冽，缓缓地将手中巨大黑尺抬起，对准了云山。小子，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的。见此情形，云山怒喝道：现在的形势，即便是萧炎展现出了更大的底牌，更高潜力，云山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毕竟他之前已经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什么都不追究了。可是萧炎却是得寸进尺，还想继续羞辱欺压云岚宗，总不至于还没任何反抗就要他这个云岚宗的上任宗主去跟一个小辈磕头求饶吧。话音落下，云山双手迅速的结印，一股股狂风在身旁凝聚，而随着淡青色狂风的凝聚，云山右手指尖处一股刺眼的白色毫光忽然诡异的浮现，似是感受到天空上那股即将爆发开来的恐怖大战。下方的云岚宗徒弟包括长老都赶忙对着一些巨石之后退了开去。海波东、嘉刑天等人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急速后退了一段距离。这种级别的战斗，就算是余波，那也是极为可怕的啊！若是被牵扯进去了，那就倒霉了。踩！看见云山应战，萧炎笑了笑，转身看向身边站着的美杜莎女王，刚欲说话，却是见到美杜莎女王脸色骤然变冷，他只好将到嘴的一个称呼给憋了回去。你好好看着，等我收拾了云山，就带你回家。萧炎继续开口道：带我回家。听到萧炎这莫名其妙的话，
美杜莎女王额头浮现一抹黑线。萧炎也没有解释什么，美杜莎女王是他的老婆，带回家见父亲和家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上一世，萧炎的父亲萧战在3年之约过去之后，便是被魂殿的人抓去，直到最后藏天山脉决战才被救回来。这一世，萧炎绝不会再让父亲受那个苦了。另外一边天空中，随着云山周身一道道狂风的凝聚，他手指处的那道白光也是越来越刺眼，到的最后几乎是犹如一轮天空上的耀日般。风之极，陨杀。某一刻，云山周遭空气瞬间凝固，手指豁然指向萧炎，一声厉喝，手指处白光爆闪，一道极为纤细的光线爆射而出，光线速度快捷的有些恐怖，其所过之处空间震荡，一道漆黑的痕迹遗留在蔚蓝天空上，显得极为刺眼。这恐怖的斗技，当年云韵在与紫金翼狮王对战时也曾经使用过，那一次的攻击直接是将同为斗皇实力的紫金翼狮王全身最坚硬的独角给居中切断。由此可见，这斗技的洞穿力将是何种恐怖。而风之极一出，那远处场外的嘉刑天等人脸色几乎是同时微变，旋即犹如逃难一般。看来他们似乎是早就清楚这一斗技的恐怖，甚至说不定还曾经亲身体验过。在那天空之上，也就唯有萧炎以及美杜莎女王两人还能够面不改色的就地停留。风之极吗？淡淡的望着那袭来的白色光线，萧炎手掌轻移，握着的巨大玄重尺也是随之移动，磅礴到令美杜莎女王都是感到心惊的能量快速的汇聚。瞬间后，萧炎手中重尺猛然对着不远处的云山狠狠劈下。轰！重尺之中一道毫无花俏却威力无穷的能量历练射出，与云山射出的那道白色光线相撞。刹那间，雷鸣般的巨响在蔚蓝的天空上炸响而起，恐怖的能量冲击波自碰撞处暴涌而出，那股庞大无匹的压力竟然是将广场上一些站立的人直接给压趴了下去。这就是斗宗强者的实力吗？果然非同一般啊！即使是相隔甚远，可那迎面而来的能量冲击波却依然是让得嘉刑天等人脸色微变的再度退后了一段距离。在稳下身形后，嘉刑天抬头，眼神炽热地望着两人交战处。不管如何说，他也是半只脚踏入斗宗级别的超级强者。可即使如此，在面对着真正斗宗强者时，却依然感觉到那般难以跨越的巨大差距。嗖！巨大冲击爆发之后的下一秒，萧炎的身形骤然消失在了原地。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是到了云山近前。这犹如鬼魅般的身法，让的云山都来不及反应。噗！猝不及防之下，云山被萧炎一脚狠狠踢中胸口，整个人都是倒飞出去，口中鲜血狂吐，最后狠狠地砸在广场外的平地中，掀起一片蘑菇云般的巨大烟尘。随着云山倒飞而出，整个云岚宗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萧炎居然恐怖到了这种程度吗？远处的嘉刑天看到倒飞出去的云山，眼中充满着惊讶。谁都没有想到，修为已经达到斗宗的云山居然被萧炎以碾压性的姿态击败，这太疯狂了。按照这种战绩来看，现在的加玛帝国已经没有人能够战胜萧炎了，他俨然是加玛第一人。纳兰杰的脸色震惊之中还带着无限的悔意。要是当初纳兰嫣然没有去退婚，现在的萧炎已经是纳兰家的乘龙快婿了。只是可惜，一切都没有后悔药。他们纳兰家能够被萧炎日后报复，就已是万幸。萧炎啊萧炎，没想到你居然强到了这种程度。海波东这边与纳兰杰的心情可谓是截然不同，他现在是带着一点庆幸当初恢复实力时没有选择和萧炎闹翻，还在之后的几次事件中提供了帮助，与这样一位背景强大又潜力无限的少年结下善缘，日后海波东所能够得到的好处简直就无法估量。米特尔家族也是能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不，这不可能！见到云山在萧炎手中没有走过2个回合便是落败，云林感觉自己的天都要塌了，满眼惊恐。而就在这时，击飞云山的萧炎却是径直地朝着云林走去。萧炎，求求你不要杀我！见萧炎走来，云林双腿一软，深知自己不是对手，直接跪了下来，不断地向着萧炎求饶。只是对于云林的求饶，萧炎没有半点动容，他脚步不停，手中黑色巨尺缓缓地举起，杀意弥漫。萧炎，我错了，我不应该因为莫城的事情去找你麻烦。莫城那种狗杂碎，死了便死了，只要你今日能不杀我，往后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在死亡的威胁下，云林已经没有了半点之前云岚宗大长老的威仪，像一个可怜虫一般求饶。此时云岚宗的众多长老和弟子一个个都是对萧炎怒目而视，在他们眼中，萧炎便是那毫无人性的魔头，不可理喻。萧炎，你到底想要怎样？脸色煞白的纳兰嫣然突然对着萧炎的方向大喊：我们之间的事你不要牵扯到其他人身上去，放了大长老好不好？纳兰嫣然，这件事和你没关系。云林，你今天必须死！
听到纳兰嫣然的话，萧炎并没有解释太多，他手中重尺缓缓地降落，其上充盈的恐怖力量让的黑齿还未接触到云灵，云灵的脑袋便是直接爆碎开来。萧炎，你这个畜生，我云岚宗与你不共戴天！看见云灵被萧炎开瓢，云岚宗众人的仇恨再度升级，一些云岚宗长老双眼通红的痛斥萧炎，纳兰嫣然则是呆立在原地。这发生的事情让得他大脑出现了短暂的空白。老宗主、大长老，很快一股悲戚弥漫在整个云岚宗山门，一些年轻弟子甚至是哀嚎出声，悲痛至极。短短时间内，他们的老宗主以及大长老相继被萧炎这个大恶人杀死，可是他们却无能为力，报仇的希望都没有。面对能够轻易杀死云山和云灵的萧炎，他们人再多也是无济于事，更何况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是受伤状态，无力出手。你说我们两个要不要去调和一下？再怎么说云岚宗也算是我加玛帝国的宗派，要是全部被萧炎毁掉，远处嘉刑天从那种震撼中回过神来，眉头紧皱的对着身旁的砝码说道：哎，事已至此，你觉得你能够调和得了吗？就算是你集齐整个加玛帝国之力，也不能阻拦萧炎半分，一切只看萧炎会作何决定吧。我觉得这年轻人不像是那种嗜杀之人，他对云灵和云山出手很可能另有隐情。听到嘉刑天的话，砝码长叹了一口气，摇头道：云岚宗也不知道是怎么招惹了萧炎这小子，这一下倒大霉了，经此一役，云岚宗算是彻底垮了。海波东脸上露着些唏嘘，我真是老糊涂啊，当年怎么就让嫣然白白放弃了这样的夫婿啊？以萧炎的性格，恐怕我纳兰家传承要断了。或许是被萧炎现在这狠辣的手段所摄，纳兰杰居然是开始担心纳兰家族之后的处境了。萧炎这家伙与云岚宗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想来这一切都是那位帮助他的前辈与云岚宗的私人恩怨。这个时候，观战的灵隐脸上倒是露着若有所思的表情，在他看来，此事或许是与药老有关，因为萧炎在此之前根本就与云岚宗没有什么大仇，不至于因为纳兰嫣然与沙漠城那点事情就对云岚宗展开这种报复。至于美杜莎女王，则是单纯惊讶于萧炎的实力和手段，对于其他的事情他毫不关心。咻！萧炎这边在杀死云灵之后几乎没有怎么停顿，一个闪身之下出现在那葛叶身边，瞬间后葛叶的头颅便是飞起。然而就在萧炎打算有下一步行动之时，远处天空却是骤然响起一道较为急促的破风声。是他回来了，感应到一股熟悉气息靠近，萧炎停了下来，眼中的神色也略微有些复杂起来。很快一道青色光影从远处天空不断向着这边靠近，待得靠近了，人们能够看见在那青色光影中有着一道曼妙优雅的倩影。来人正是云韵，他快速地闪现至云岚宗广场上空，一双美眸扫视着这满地狼藉，俏脸不由得皱沉下来。老师！广场中，纳兰嫣然看到那从天空上徐徐降下的雍容美人，微微一怔，美眸顿时变得通红了起来，快速冲了过去，然后一头撞进后者怀中，心中委屈终于是化为低气声哭了出来。宗主，宗主回来了！见到云韵回来，所有云岚宗徒弟都是激动地跪伏了下去。嫣然，不要哭了，告诉为师，到底发生了何事？云韵温柔地抚着纳兰嫣然柔顺的长发，缓缓抬起头来。老师，今日本是我与萧炎的比试之日，只是萧炎在战胜我之后，被大长老查出，他便是当日在盐城击杀墨城的那名神秘强者。后来大长老便带着诸多师兄弟们与萧炎发生了冲突，萧炎以一己之力破掉了大长老组织的护宗大阵。纳兰嫣然用着哽咽的声音，快速地讲述起刚才的经过。萧炎一个人破掉了护宗大阵。闻言，云韵眼中闪过一抹震惊，那护宗大阵，即便是他也不能说能够对付。萧炎一个小辈，怎么可能有着如此强悍的实力？宗主，这萧炎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魔头，老宗主都已经谅解他杀死墨城一事，可是他却蛮横异常，行凶杀死了老宗主和大长老。在这个时候，几名云岚宗长老也是赶到了云韵面前，一个个指着萧炎所在方向痛斥道：老师被萧炎杀了！听到这些长老的话，云韵的双眸瞬间通红。前不久，他正是因为感应到了云山出关的气息，才加速朝着宗门赶来，可没想到才刚刚到宗门就收到这种噩耗。云山是云韵的授业恩师，算是云韵最为在乎的几人之一，得知恩师被杀，云韵的心情可以说是悲伤至极。下一刻，云韵那带着无限仇恨的目光顺着那些云岚宗长老所指的方向缓缓移去。哟，言。然而接下来一道惊诧的声音带着一种茫然忽然从云韵的嘴中传了出来：宗主这是？听到云韵这样的语气以及那说出的名字，周围的云岚宗长老也是不禁一愣，面面相觑着。老师，你认识萧炎？纳兰嫣然咬着嘴唇，有些暗淡碎痕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
见过几次，不过当时他都是用的另外的名字，而且我在那之前又从未见过他，所以竟然也是没有认出来他的身份。先前见面，方才感到极为惊讶。云韵目光略有躲闪，强行压抑住一些情绪后，轻声解释道：“他这个人的确是很喜欢用假身份去骗人。”纳兰嫣然略有些苦涩的道：“那个让得他第一次对同龄人产生佩服，以及另外一点男女间的情感的男人，竟然也是这个家伙装扮成的。这种打击，几乎是比让他输了3年之约还要伤人。”这个时候，云韵知道不是去纠结萧炎什么身份的时候，她再次抬起头，目光注视着萧炎所在的方向，红唇微起。没想到嫣然嘴中的萧炎竟然便会是你，只是你为何要杀我师父云山？云韵这冰冷的话音中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虽然云韵的心中对萧炎有着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愫，但是现在萧炎是杀死其恩师、重创其宗门的凶手，他作为云岚宗宗主，必须要讨个公道，哪怕结局是要与眼前这个曾经让自己动心的人生死相斗。云韵，我今日所为，日后自会和你慢慢解释。而且现在云山那老家伙并没有死。看见云韵现在悲痛的模样，萧炎心中也是有些无奈。他重生回来的事情，现在还不是说出去的时候。云山、云灵现在可以说是与他没有任何恩怨纠葛。他现在的表现，在其他一些人看来，就是一个妥妥的变态，一个嗜杀不可理喻的狂徒。不过这些无法避免，他不会因为一些名声便放过他们。这个小家伙，难道和这云岚宗宗主云韵之间有着什么不可言说之事？听着萧炎和云韵两人的对话，美杜莎女王不知为何有了些兴趣，因为她发现萧炎在对云韵说话之时，完全不像刚才对其他云岚宗之人那般冰冷。之前在蛇人族圣城那边，美杜莎女王刚刚进化成功，虽然被萧炎将吞天蟒带在身上，但是灵魂还在沉睡之中，因此萧炎从炎刺、莫巴斯那几大蛇人首领手中搭救云韵的事，他并不知情。老师没死，师祖，老宗主没死。而随着萧炎那句话音落下，场中众多云岚宗长老以及弟子都是迅速地将目光看向那深坑。云山，别装死了！萧炎加重了一些语气，朝着云山跌落的深坑看去。此时那边的烟尘已经是逐渐散去。咳。而随着萧炎的冷喝声落下，那深坑之中传来几声苍老的咳嗽声，紧接着一道十分狼狈的身影从那深坑之中走出。太好了，老师还没死！看到云山还活着，云韵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不过很快，他的眼中便是又升起一抹愤怒，因为萧炎突然出现在云山面前，一把掐住了其喉咙，将云山硬生生举了起来。重伤之下的云山被萧炎掐住喉咙，全身斗气都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给限制住，看起来就犹如一个病殃殃的老头一般孱弱。耀炎，不要！情急之下，云韵下意识地再度喊出那个专属于他和萧炎之间的称谓。听到云韵的呼喊，萧炎心中一软，松开了云山，让他双脚落到了地面。老师，您怎么样了？而云韵也是迅速地从广场中心处赶了过来，将身体挡在了云山前面，生怕萧炎再次行凶。我没事。韵儿，你和这位萧炎小友认识吗？见到萧炎因为云韵一句话将自己放开，云山也是察觉到了什么，开口询问着云韵。此时云山可是丝毫不敢再得罪萧炎，刚才的那次交锋，他已经是明白自己与萧炎的差距，因此此刻他对萧炎的称呼都是变得客气许多。之前下山和他见过几次。云韵低声回应道。听到这话，活了这么多年的云山哪里看不出来，云韵和萧炎两人不只是认识这么简单。原来你们是旧识，萧炎小友。今日我云岚宗或许有着诸多冒犯之处，还望小友能够看在月儿的面子上消消气。下一刻，云山直接是一改之前的态度，主动向萧炎赔礼。云山，你以为这样今日你就能逃过一死吗？即便云山语气变软，甚至是搬出云韵，萧炎的态度依旧没有改变。他冷声道：我留着你，只是想通过你找到救护法。救护法？听到萧炎的话，云山的面色明显变了变，不过他却是摇头回复道：萧炎小友，老夫并不知晓你说的救护法是谁。云山，你给老子装什么糊涂？闻言，萧炎厉声呵斥道：哟，萧炎，你如今怎么变成这样？我师父常年在宗门之中闭关，这些年从未外出，必不可能与你有任何瓜葛。你为什么如此咄咄逼人，要置他于死地？还有，你说的什么救护法？既然老师都说不认识，你又何苦再逼他老人家？见萧炎呵斥自己老师，云韵双眼通红地看着他，眼角处一抹晶莹泪水轻轻地滑落而下。救护法？加玛帝国中有着这样1号人物吗？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远处，嘉刑天听到萧炎提及的救护法，眼中露着思索，却是怎么都想不起来。我也从未听过此人的名号。
能够被萧炎如此寻找之人，定然有些名气才对。砝码也是摇了摇头，一脸的疑惑。萧炎这小子怎么似乎和这云岚宗的宗主有些牵扯不清？还有，之前他对那美杜莎女王也是有些轻佻。小姐那边，当众人都在思索救护法是何人之时，林颖却是微皱眉头，思量着萧炎和云韵两人的关系。因为林颖能够看得出来自家小姐对萧炎的特殊情愫。这2年虽然薰儿与萧炎分开，但是即便是身处迦南学院，薰儿却一直关注着萧炎，更是将自己派到萧炎身边保护。林颖清楚，在薰儿小姐那里，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萧炎更为重要了。只是现在萧炎与云韵、美杜莎女王这些女性纠缠不清，林颖担心薰儿小姐最后会受伤。萧炎啊，萧炎，虽说你有着一些不错的天赋，不过比起真正的天才，你还是差得远了。林颖感慨道。况且小姐的天赋日后必定是顶尖强者，远非常人能及。你要是想坐享其人之福，没有半点可能。若是林颖能够知晓，此刻萧炎所展现的实力，并非是借助他人力量，而是完全属于自己，恐怕他便不会这样去想了。云韵，一时半会，我也和你解释不清楚，你不要怪我。看着云韵眼中含泪，萧炎的心情变得极其复杂。云韵的性格，萧炎可以说是最为清楚。这个仿佛始终淡然的女子，有时候内心却极为敏感。上一世要是3年之约过后，两个人的身份立场没有那么对立，或许最后。而这一世，云山还没有迫害过萧家，自己若是杀了云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杀人魔头。毕竟前世自己和云山之间有着不可化解的仇恨，杀掉云山那是必然的。云韵还能理解，只是接受不了恩师被自己所杀。而这次若是云山就这么死了的话，恐怕他和云韵到最后真的会成为那种生死仇敌。唉，想到这里，萧炎的心中不禁叹了口气，也是有些犹豫起来。片刻后，他的目光又看向云山，变得凌厉起来。云山，萧炎，你要杀我师尊，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见到萧炎这样的反应，云韵以为萧炎打算对云山出手，直接是拔出了宝剑，横在两人之间。此刻，纳兰嫣然以及其余一些云岚宗长老弟子也是来到了云韵这边，异口同声道：“我等是与云岚宗共存亡。云山，你能够突破斗宗，是那就护法帮的忙吧？”见状，萧炎语气冰冷的道：“事实上，就算是这么多人将云山护在中间，他也能轻松杀死云山，而不伤害到云韵一行人。可是云韵这一关，他有些过不去。”听到萧炎此话，云山脸色一变，顿时有些心虚的看向萧炎。没想到他居然已经知道的这么多，连那就护法曾经帮助我突破斗宗的事情都知晓，看来此事是瞒不下去了。在一番犹豫之后，云山缓缓的点了点头，道：“不错，那什么救护法确实是帮助过我突破斗宗，不过那人无比神秘，我并不知晓他太多的事情。那就护法帮助过老师，萧炎为什么要找那就护法？难道今天这件事的起因全部都和那就护法有关？”随着云山承认与救护法相识，在场众人都是陷入思索。云山，想必你有着联系那就护法的方式吧？萧炎没有理会众人的猜测，再次追问着云山，因为以他的灵魂力量已经是探查过整座云岚山，但是却没有救护法的身影。将他叫出来，或许我能够考虑留你一命，否则……闻言，云山不禁再次犹豫起来。他能够感觉到萧炎刚才的那句话中带着一种杀意，要是不答应这个要求，恐怕下一瞬间他就有生死当场的可能。萧炎，这枚令牌便是那就护法所留，他曾经说过，只要捏碎此令牌，他若是还在加玛帝国这一带，就能够感应到。在萧炎的气势压迫下，云山缓缓地从那戒中取出一枚黑色的令牌，随后抛向萧炎：“算你识相。”接过云山递过来的令牌，萧炎立即用灵魂力量扫视一遍，这个令牌就是普通的传讯物，随便一个斗宗强者都能够炼制。前世3年之约过后仅仅3天，家里那边就出事了，所以现在就护法和他带来的小喽啰，很大概率就在加玛帝国。希望这次能够将救护法那些魂殿走狗一次性扫干净。接下来，萧炎手掌轻轻一握，黑色令牌便是爆碎开来。紧接着，一缕怪异的黑色气体从那爆碎的令牌中飘出，又迅速地引入周围空间，消失不见。看着这些奇异的现象，在场众人都是短暂的沉默。护法这样的称呼，还有那令牌中的气息，这小子要找的莫非是魂殿的人？在众人心存疑惑的时候，也就只有林颖想到了些什么，其他人对于魂殿这个势力的了解几乎为零。萧炎，既然老师都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你是不是可以放过老师？看到萧炎捏碎那黑色令牌之后，便是在原地打坐起来。云韵沉默片刻后，突然轻声地询问道：“等那就护法过来再说吧。”萧炎平静地开口道，随后便是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待起来。
闻言，云山根本就不敢有其他心思，只得在原地盘坐，恢复着刚才的伤势。整个云岚宗千余弟子皆是不敢在这个时候对萧炎出手。我们还继续留在这里吗？再等等看吧，说不定很快就能知晓萧炎对云岚宗出手的缘由了。那些观战之人也是选择留下，继续观看这边事态发展。看来接下来或许还会有斗宗强者降临。美杜莎女王也继续待在广场上，因为吞天蟒的缘故，她暂时还不能离开萧炎。而且在见识到萧炎那精湛的炼药术之后，她更是对萧炎有所求。随着时间流逝，天空中的那一轮曜日也是缓缓的西垂，很快就到了黄昏时分，来得还挺快。某一刻，盘坐中的萧炎突然睁开了双眼，目光看向云岚山之外的某片天空。魂殿的人果然一如既往的阴暗，既然来了，还要我请你现身吗？听得萧炎的喝声，那一直苦苦等待着的云岚宗众人都是齐齐朝着萧炎的目光看去。在云岚宗上众人的视线中，云岚山外的天空突然铺天盖地的涌出大股黑雾，这些黑雾迅速的在天际凝聚，最后化为一团丈许宽长的深邃色雾团。这气息，没想到小小的云岚宗居然真的会跟魂殿勾结，怪不得萧炎身后的那位强者会毫无征兆的对云岚宗下手。望着那涌现的黑色雾气，林隐脸上稍微凝重了些。这是什么？天空黑雾涌现，下方云岚宗众弟子顿时有些骚动了起来。这个时候，云韵也是站起身来，俏脸震惊地望着那团黑雾。从这家伙的出场方式，云韵本能地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可为什么老师会与他有所联系？为什么以前从未听老师提起过？心中念头转动间，他略微有些感觉到不安。这个名叫魂殿的神秘势力究竟是什么来历？萧炎所要找的人终于出现了，就是不知道萧炎这一次还能不能那样轻松的应付。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嘉行天、海波东、砝码等人也是凝重许多，他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团黑雾中隐藏身影的不凡。对于众人心思，那团黑雾自然未曾顾及。黑雾萦绕间，阴恻恻的怪笑声传出，如鸦鸣般在天际回荡。姐姐，没想到在西北大陆偏僻小国，还有人知晓我魂殿的大名，居然如此年轻。话音到了最后，黑雾之中的身影明显是有些诧异，因为他看到了那下方气息最强之人的面容，俨然就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少年。这简直不可思议，就算是在中州的那些超级势力，能有如此成就的年轻天才也是极少见到。就护法，你这种蝼蚁也只配在偏远之地作威作福了。随着黑雾现出，萧炎缓缓地站起身来，凌厉目光射向黑雾。云山，这是怎么回事？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头，黑雾之中一对猩红眼眸扫向云山，阴森的话音传来：此事我也不清楚，是这位萧炎小友让我将你换来的。面对救护法的质问，云山一脸无奈的道：现在的这两人，任何一人他都得罪不起。萧炎。闻言，救护法再次看向萧炎的方向，喝道：你找本护法，所谓何事？杀你！萧炎毫不避讳的开口道。短短的2个字，让得在场的众人都是一惊。黑雾之中那人不仅无比诡异，而且气息更胜过云山许多。可是萧炎却是刚刚照面就打算要杀他，难道说萧炎的实力比这位神秘之人还要强大？想杀本护法，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吃了！救护法心中一怒，一条黑色锁链宛如毒蛇般从黑雾之中探出，猛然洞穿空间，旋即化为一条模糊黑线，对着萧炎射去。锁链之间异常尖锐，在尖端部分也是布满着玄奥的符文，一圈圈螺旋纹缠绕在锁尖处，在那雾护法的能量催动下，隐隐间透着丝丝煞气。显然，这颜色深邃的锁链可不是寻常铁链。快退开！见到2位超级强者将要交手，云岚宗的人皆是惊恐的四散避开，生怕被2人交手波及到。萧炎、云韵撤离之际，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萧炎，发现萧炎早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出现在天空中那巨大锁链的前方。砰！下一刻，低沉的声音自天空响起，却并未有着太过剧烈的能量炸声，只有着一圈漆黑中夹杂着青色的劲气涟漪，悄无声息地蔓延而出。而劲气蔓延处，连空间都是出现了些许颤动。该死的，这小子怎么这么强？到底是哪里来的怪物？初次试探下，仅仅一招，救护法便是感觉到了萧炎的强大。小子，你到底是谁？救护法忍不住再次询问，想要知道萧炎来自哪个势力。聒噪！萧炎冷哼一声，爆闪间以一种常人几乎捕捉不到身形的速度靠近救护法。砰砰！下一刻，萧炎毫无花俏的2下斩击打出，全部都是命中了黑雾之中隐藏着的那道身影。这一次，救护法直接是被萧炎打出了那团黑雾，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一个从头到脚都披着黑袍的人影。但是此刻，只有萧炎知道，那黑袍下面并没有肉身，
有的只是一道灵魂体。什么？看到萧炎所展现出来的战力，在场所有人都是一惊。没想到，即便是这比云山还要强大许多的救护法，依然是被萧炎以碾压姿态击败。萧炎的修为到底到了何种恐怖的境界？萧炎，你既然已知我是魂殿的人，就应该知道我们魂殿的强大。今日你敢对我出手，魂殿是不会放过你的。被打出黑雾，有些虚弱的救护法眼神阴毒地看向萧炎，随后搬出魂殿来威胁道：“你以为你是谁？魂殿的一条杂鱼罢了。”听到救护法那番威胁的话语，萧炎嘴角露着一抹不屑。你闻言，救护法怒极，因为萧炎所说恰好是戳中了他的痛处。以他护法的身份，在魂殿之中地位确实不高，上面不仅有着天级护法，还有尊老、天尊等更多强大人物压着，很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都是交给他来干。虽然你很强，但是想要杀我也没有那么简单。九森百噬魂！尖叫喝声落下，救护法露着些心疼之色，随即将腰间的一个袋子撕开，里面顿时飞出一团团黑雾，环绕在他周身。紧接着，救护法张开大嘴，居然是将那些黑雾全部吞入。旋即，一道道咀嚼的声音毛骨悚然地从黑雾之中传出，而道道诡异黑雾也是迅速自其体内涌出，最后在天空上凝聚成黑沉沉的云层，连那天际之上的阳光都是难以倾洒而尽。一时间，这片云岚山所在的天色瞬间便是变得暗沉了下来。雾护法这一出手便是遮天蔽日，这般手笔令得不少强者皆是大惊失色。这股力量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是太可怕了。呜！那些被吞噬的黑雾之中传来刺耳的尖叫和哀鸣之声。这个时候，下方的人们都是能够明显的察觉到，那些被救护法从神秘袋子放出来又吞掉的黑雾，赫然是一道道灵魂。生吞灵魂这样的阴暗邪恶手段，对于加玛帝国的人来说，实在是显得太诡异了。云山居然是在这种阴暗之人的帮助下突破的斗宗，那他们两者之间又进行了什么交易？随着黑云缭绕，那雾护法宛如隐形了一般，诡异的失去了踪迹。刹那间，整片天际都是变得极端安静了下来。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环境下，即便是斗皇强者也是唯有忐忑不安。那团黑雾的波动越来越剧烈，到的最后犹如沸腾一般，不断地对着天空吐着黑圈。而就在黑圈吐了片刻后，黑雾开始了迅速缩小，最后一道全身笼罩在一套漆黑甲衣之下的人影缓缓出现在了所有目光注视下。黑色甲衣颜色暗沉，不知由何材料所铸造，其上布满着诡异的纹路，细细看去，竟然是一个个面色狰狞的人头纹像。这般诡异阴森的一幕，令得在场之人毛骨悚然，手脚冰凉。雾护法再度现身，一股比起先前强横了几倍不止的恐怖阴冷气息，便是缓缓升腾而出，最后笼罩着整座云岚山。这一刻，原本清朗的天际也是变得暗沉下来，阴风阵阵。劫，小子，现在你还有把握杀了本护法吗？救护法发出一声怪笑，似乎是有恃无恐。现在的他整体实力差不多接近了6星斗宗，此人居然一下子变得这么强，差不多提升了3星修为，不知道萧炎现在还能不能应付。美杜莎女王脸上也有些动容，6星斗宗之上的强者，即便是他都没有多少反抗之力。萧炎魂殿之人极为诡异，能够强势吞噬灵魂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不过这种秘法应该有着极大的副作用，他此刻虽然能够顺利吞噬众多灵魂，但是事后也将会付出不小的代价。看着修为大增的救护法，灵隐向着萧炎传音道，而且他现在的这种实力也持续不了多久，就将会进入一个衰弱阶段。放心，他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翻不起什么风浪。萧炎笑着回应道，所表现出来的自信让的灵隐不再担心。给我下来！话音落下，萧炎身形立在原地没任何动静，但是救护法却是感觉到了一股巨大危机降临。在这巨大危机下，雾护法也不再有丝毫停留，身形一闪间化为一道黑雾，闪电般的逃离。然而就在救护法才刚刚闪出100丈距离之时，一只巨大的黑色手掌毫无征兆地在他头顶空间出现，随后狠狠地向下一握。砰砰！巨大手掌一握之下，救护法周围的空间似乎都是被凝固，而他身上披着的那层灵魂甲衣没有丝毫抵抗之力的便层层破碎。啊！紧接着一道凄厉无比的惨叫声从黑袍之中传来，众人的目光随之看去，只见高空之中那黑色大手已经是化为一个透明能量罩，将救护法牢牢地困在其中。这也太强了，连此人都是被萧炎玩弄于股掌之间，那萧炎要是想对我动手，岂不是？看着萧炎随意的出手便是制住已经达到6星斗宗实力的救护法，美杜莎女王心中无比忌惮。此刻的美杜莎女王已经是有些害怕萧炎了，并且她还有着逃跑的念头，不敢继续再待在萧炎身边。不过
细想一下，吞天蟒对萧炎那么亲近，他要是离开萧炎，恐怕吞天蟒很快就会反扑，将他的灵魂压制下去。而且他并不是孤身一人，作为蛇人族女王，萧炎如果想要找他，说不定会对蛇人族下手。因此美杜莎女王也是想清楚了，不能够再得罪萧炎。就护法和萧炎的差距都如此大，看来这次想要安然度过，也只能寄希望于云韵了。云山这边也是非常忌惮，生怕萧炎之后会杀了自己。幸好他发现自己徒弟与萧炎关系匪浅，有着这层关系，云山自然是要好好的利用一下。像萧炎这种既有背景又有天赋的年轻人，要是云韵能够嫁给他，那云岚宗的这次危机不仅能够成功解除，还能更加辉煌。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那困住救护法的能量罩不断压缩，到最后里面只剩下一道略显得有些虚幻的灵魂缓缓飘荡。只不过现在这道灵魂身体虚薄的犹如透明一般，似乎已进入了严重重伤状态。而当嘉刑天、海波东、法玛等人瞧得这魂殿护法强者的本体之后，却皆是当场愣了下来。灵魂体。海波东有些瞠目结舌地望着铁护法那虚弱的灵魂，他们这些人都未曾想到，这个足以匹敌斗宗阶别的魂殿强者，居然只是一道灵魂体。灵魂攻击？你是炼药师？随着救护法被拉至萧炎近前，他终于是忍不住惊恐大叫。刚刚那股从空间之中窜出的无形之力，在接触过后，救护法便是认了出来。毕竟他可是经常与那股力量打交道。灵魂攻击真的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吗？听到救护法的尖叫，周围人再次一惊，尤其是古河、法玛这种炼药师，他们清楚，以他们的实力是很难将灵魂力量用作攻击，难以想象仅仅靠着灵魂攻击便是将一名斗宗击败，该有多么恐怖。难不成萧炎的炼药等级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你莫非是丹塔的人？丹塔如此稀有魂殿，难道就不怕引起两方的战争吗？救护法的尖叫仍在继续，萧炎却是面无表情地将救护法的灵魂装到一个玉瓶之中，随后又打出一道青色火焰封印玉瓶。对于救护法直接杀了的话，太便宜他了。萧炎要将他囚禁起来，慢慢地折磨他。随着救护法被萧炎解决，场上再度变得寂静起来，谁也不知道萧炎接下来还想干什么。云山，现在该你了。将装着救护法的瓶子收起，萧炎缓缓转身，目光看向云山。这一瞬间，云山只觉得后背发凉，一股死亡的威胁降临。萧炎，你之前不是说过，只要这救护法来了，你就不杀我师父？希望你说话算数。见到萧炎的举动，云韵顿时十分慌张，再次拦在萧炎面前。纳兰嫣然以及云岚宗众多长老也是面色紧张，他们知道，要是萧炎真的想要动手，哪怕是他们云岚宗所有人一起，也阻拦不了分毫。现在他们唯一寄希望的就是云韵能够劝动萧炎。云韵，我是说过可以留云山一命，不过因为云韵的关系，萧炎终究是做出了不杀云山的决定。说起来，萧炎已经杀过云山一次，重生回来，那种恨意已经是随着时间淡化一部分。再加上这一世，云山还没有迫害过萧家，又有云韵求情。听到萧炎不杀云山，云韵等人松了一口气。随即云韵又赶紧询问萧炎，不过什么？我要囚禁他10年。萧炎冷声道：囚禁10年？对于萧炎这个决定，云岚宗众人都是有些困惑。从现在开始，我会将云山囚禁在他之前闭关的洞府中，10年期满才能出来。话音落下，萧炎在众人眼皮底下将云山抓住，随后几个闪身下便是去到了云岚宗后山。你们待在这里，我去看看。见状，云韵交代一句，连忙跟了上去。等到云韵赶到的时候，萧炎已经是从山洞中走出，而洞口已经是被一层褶皱封印起来。两人的目光在这一刻对上，云韵那亮晶晶的明眸紧盯着萧炎，片刻后声音轻柔的道：萧炎，没想到你这段时间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无论如何，我还是我。萧炎坦然的点了点头，虽然这件事他看起来做得非常过分，但是他并不后悔。前世那样的仇恨，他能够做到现在这样，已经是压制许多。萧炎，你做这些就只是因为云山与救护法有所联系？云韵眼中情绪复杂，再次开口询问道。云韵，有些事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萧炎无奈地解释道。我知道你不是那种是杀不讲道理的人，今天我能感受到你对我老师的那种杀意，谢谢你能够因为我不杀他。云韵苦笑道，他虽然与萧炎接触的不是很久，但是两人之间的经历却很深刻，深刻到云韵的心中已经是有了萧炎的位置。有时我在想，若是那次在那山洞中你胆子再大一些，不理会我的威胁，说不定现在……眸子盯着萧炎，看着萧炎复杂的脸色，云韵突然轻笑道，打破了那种紧张的氛围。或许吧。萧炎默默地点了点头，上一世云韵也是说过这样的话。
云云，接下来我要赶紧赶回家一趟，日后再和你好好解释清楚。似乎是觉得情感有些不受控制，萧炎留下一句话，便是闪身离开，去到了云岚宗广场那边。彩铃，我们走吧。来到广场，萧炎径直来到了美杜莎女王身边，微笑道。他看向彩铃的目光十分的柔和，与看其他人的目光完全不一样。这样的眼神让美杜莎女王心中也是忍不住诧异。而现在，因为萧炎那种恐怖的修为实力，即使是萧炎唤自己彩铃，美杜莎女王也没拒绝。点了点头，美杜莎女王轻挪脚步，跟在了萧炎旁边。林老。接下来，萧炎的目光看向那边站着的林颖，笑着招呼道：“多谢你这段时间的保护。”哼，说笑了，有那位前辈在，哪里还需要我来保护？听到萧炎道谢，林颖略有些尴尬的摆摆手，随后道：“按照命令，你离开云岚宗，我的任务也是完成了，所以该回去了。林老慢走，等见到薰儿，帮我告诉他，我很快就会去找他。”萧炎拱手道。听到萧炎此话，林颖脚步停顿了一下，认真的道：“小家伙，因为薰儿小姐的事，有些事情我不得不提醒你，斗气大陆很大，你必须尽快让得自己变强起来，不然的话，就是连选择喜欢的人的权利都没有。好了，话语至此，你好自为之吧，日后你会知道我这话的意思。”摆了摆手，林颖身体急速升空，伴随着一声破风声响，身体化为一道模糊黑影，迅速消失在天际之边。萧炎还不够强吗？思索着林颖那最后一句话，美杜莎女王心中泛起了嘀咕。突然，她的眼中出现一丝明悟，刚才那人说有那前辈保护，难道说萧炎的实力并非是他自己的，而是借助他人的力量？想到这里，美杜莎女王心中愈发确定，毕竟不到20岁的高阶斗宗实在是太扯淡了。海老，不管如何，今日你的所助，萧炎谨记在心，日后海老若是有什么需要，力所能及内，我定会鼎力相助。现在我有事需要回家一趟，父子灵丹等炼制出来再送与海老。对于美杜莎女王心中的猜想，萧炎并不知晓，他此时正转阴给不远处的海波东。离开云岚宗，萧炎便是与美杜莎女王一起向着乌坦城行去。以萧炎如今的速度赶回乌坦城，半日即可。不过美杜莎女王却是没有这种速度，因此花费了1天半的时间才赶到。行进城门，萧炎抬头瞟了一眼那城门上方硕大的乌坦城3个大字，不由得停下脚步，望着那隐隐顺着城门通道传出来的鼎沸人声，轻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的喃喃道：“乌坦城，我萧炎终于是又回来了。”举步行进城门，穿过有些阴暗的城门通道，然后眼前阳光骤然大亮，萧炎微微抬头，那透着一抹亲切与熟悉的交错街道出现在了视线之中。这么多年过去，乌坦城还是记忆中的那个样子，归家的那淡淡的温情让萧炎的面庞上充满了缅怀的神色。虽然对于这个时间的自己来说，不过才离开萧家2年左右，但是实际上萧炎却是已经有着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再次回到这里乌坦城了。偏头看了一眼不紧不慢地跟在自己身后的美杜莎女王，萧炎转过头来，嘴角挂上一抹微笑，随后抬脚对着那条曾经走了10几年的街道快步行去。因为心中挂念着许久未见到的亲人，因此萧炎途中并未有所停留，一路匆匆对着记忆中的道路快步行走着。期间在路过几家以前萧家方式时，略微停了一下脚步，在那里人气旺盛，门口拥挤着人群，排着长长的队伍。眉头舒缓开来，萧炎脚下的步伐加快，几分钟后，轻车熟路地穿过几条街道，然后萧炎的脚步忽然顿住，抬头望着那坐落在街道尽头处的一处庞大院落，院门上硕大的萧家2字。或许是近乡切情，萧炎并没有直接迈步走入其中，而是带着几分复杂的神色叹了口气。此时在那萧家的大门口，整齐站着一排颇具威势的门卫，显得相当挺拔，这很符合萧家如今乌坦城第1大家族的名头。你来这里干什么？美杜莎女王跟到这里，随意地询问道。在她高傲的面容上浮现出些许困惑的神色，她不明白萧炎为何要来到这样一座边荒的小城市。呵呵，当然是回家了。萧炎带着几分笑意，淡淡地回复到美杜莎女王的提问，而后者在听到这番话语后，却是忍不住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这样一个小地方，竟然能出现像你这样的天才，这像话吗？不过这番话语只不过是美杜莎女王心里所想，她没有真正的说出口来，只不过是带着莫名的眼光盯着萧炎许久。怎么了？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被美杜莎女王这般盯着，萧炎也是有些不自然，心中暗道，自己莫非是被这女人看出来什么了吗？真是个变态。好半天，美杜莎女王吐出这样一句话，才将视线挪开。萧炎也是有些莫名其妙的摸了摸鼻子，心中暗自嘀咕，女人的脾气是真的难懂。接下来，萧炎迈开步伐，朝着萧家大门走去。美杜莎女王犹豫了一下，
也是紧随其后。萧家驻地，闲人免进。为首的萧家护卫当即高喊道，而萧炎却是嘴角上扬，开口说道：“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而那护卫头子听着这略有些熟悉的声音，先是微微一愣，旋即惊喜道：“是萧炎少爷，你回来了！”而听到他的惊呼，萧家大院中也顿时传来了烦乱的声音，很快朝着大门口聚集过来。言儿回来了，好好好！萧家大厅原本还在处理家族事宜的萧战，听闻院中传来的繁杂之声，先是皱了皱眉头，但当他的视线从窗外望去，却是看到了那有些熟悉的黑袍身影，当时面容上浮现出了惊喜的神色，整个人也不顾别的什么，当即放下手中的工作，便是推门而出，向着萧炎迎了过去。父亲！萧炎自然也看到了萧战，望着那道熟悉的但却比印象中年轻了许多的人影，鼻子不由得的一酸，他想起了上辈子自己经历的种种事情，因为年少轻狂惹上了云岚宗，导致自己的家族受到打压，几乎家破人亡，甚至自己的父亲也都因此被魂殿中人所捉走囚禁，受到了折磨。若说萧炎有着诸多的遗憾，那这便是其中最大的遗憾之一。如今自己重活一世，绝对不会让那等家破人亡的惨剧再度发生。父亲，放心吧，这次有我在，上辈子的那般惨剧，我绝不会让其再度发生。萧炎在心中暗暗发誓，旋即带着笑脸向着萧战迎了过去。言儿啊，你长大了，看着你这般模样，为父我也觉得自己有些老了。见到足足2年未见的小儿子，萧炎也是带着些许感慨地说道。而萧炎也是笑着回复道：“父亲精神抖擞，哪里会老呢？”父子二人许久未见，当即便是寒暄了几句，述说着双方的感情。随后萧战的目光也是带着些莫名的神情，自萧炎的身上打量一下，旋即扫向了他身后的美杜莎女王。虽然对方并未说话，但那绝美的容颜以及高傲的气质，足以让萧战意识到对方的不凡。而自己的小儿子在离家2年多之后，忽然带回这样一位大美人，又意味着什么？言儿，这位姑娘是？略带着几分试探，萧战小心翼翼地询问着萧炎。闻言，萧炎微微一怔，旋即带着几分爽朗的笑容，轻笑道：“她啊，父亲，她是我给您带回来的儿媳妇啊，怎么样，是不是挺惊喜的？”萧炎的笑容爽朗，语气轻佻，显然带着几分开玩笑的意味。而听闻他的话语，萧战也是笑骂道：“你这臭小子，2年多不见，倒是学会贫嘴了。”萧炎嘿嘿一笑，闹着头不作声色，倒是美杜莎女王。此时此刻，那原本高傲冷若冰霜的面容上，却是不自觉地出现了一抹绯红，略带着几分羞恼。他掐了一下萧炎的腰间，低声道：“你在胡说什么？要是再乱说话，即使打不过你，我也绝不受辱。”见到美杜莎女王似乎有些真的生气了，萧炎也是笑着安抚道：“开个玩笑而已，别生气这样吧。过几天我便开炉，为你炼制一枚融灵丹。”闻言，美杜莎女王面容上的冰冷也是逐渐消退了。夜晚，萧家一间密室布置下了隔音的斗气屏障之后，萧炎便是掏出了小玉瓶，将其中一道虚幻的魂体放了出来。雾护法，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我问你答，懂吗？冰冷的话音在房间中响起。一道夹杂着黑雾的灵魂体嗖的一下从小玉瓶中窜出，如同飞驰的箭矢一样，就朝着密室的一角窜去。不过还没等他跑出多远，伴随着一声冷哼，一团青色的火焰便是凭空出现，刹那间化作火焰锁链，便是将逃跑的雾护法给捆了起来。萧炎，放开我！本座乃是魂殿中人，你敢对我出手？你和你的家族想要遭受灭顶之灾吗？雾护法逃跑失败，再度被萧炎擒下，当场叫嚣道。不过饶是如此，萧炎也能看到雾护法眼神中的恐惧之情。显然，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小玉瓶中被折磨得够呛。不过对于萧炎来说，雾护法所遭受到的痛苦，还远远称不上抵消他所造成的罪孽。魂殿之人杀戮无辜苍生，掠夺无数灵魂，在大陆上犯下了数不清的罪孽，魂殿中的每一个人都十恶不赦。哦，雾护法，看来这段时间里的惩罚还是没能让你认清现实啊。萧炎冷笑一声，属于地境的灵魂再度放出了一丝威压，就像万丈大山一样压在了雾护法的身上，让其还在叫嚣的话语直接憋在了嘴里，说不出话来。魂殿就很强吗？再者说，你雾护法不过一介魂殿护法，低星斗宗又能有多高地位？就是死在加玛帝国又能如何？听闻萧炎激进嘲讽的话语，雾护法心中是又惊又恼，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会知道魂殿内部的等级划分？话语间，萧炎暂缓释放了威压，雾护法得以喘息，当即低喝道：“萧炎，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萧炎目光深邃，冷冷地盯着雾护法，带着几分森然，开口道：“很简单，把你联系那些魂殿爪牙的手段交出来。”雾护法之所以能够在加玛帝国兴风作浪，凭他一人暗中行事，又怎么可能做到？他一定还有着一些帮手。
而萧炎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全部揪出来，然后一一砍死。雾护法虚幻的脸上露出了几分迟疑的神色，萧炎没有说话，而是再度弹指，那一缕青色的火焰再度燃起。刺啦！雾护法被这青色的火焰灼烤，当即发出了惨叫。密室内油煎火烤的声音持续了足足1分钟的时间，这才停止。说不说？萧炎继续追问道。而雾护法经过这番灼烧之后，原本就虚幻的魂体更加虚幻了几分。别烧，别烧！我说！雾护法惨叫着，眼神充满恐惧地盯着萧炎，将那张略显清秀的面庞，在雾护法的眼中比魔鬼都恐怖。待得雾护法将有关他知道的消息都说出来之后，萧炎再度将雾护法收进了小玉瓶中，收了起来。这些都是毒瘤，日后要尽早将其连根拔起。密室内，萧炎喃喃自语道，声音在不断的回荡。次日清晨，鸡鸣之际，萧炎已然起身，久违的伸了个懒腰，舒缓了下自己的身体之后，将视线投向院落的一角。你也醒了啊？怎么样？昨晚休息的好吗？萧炎微笑着询问道。而在那边，一道倩影闪过，美杜莎女王面容上没有表情，面对萧炎的话语，只是不自然的点了点头。还行，虽然比不过蛇人族王庭，不过倒是很用心。高傲的美杜莎女王自然不屑于在这件事上说谎。不得不说，萧家虽然弱小，但整体气氛却给了美杜莎女王一种别样的感受。你呢？又有什么事找本王？萧炎嘴角上扬，挂起一抹微笑，旋即道：我想请你帮我照看萧家一段时间，很快我便会回来。听闻萧炎的话语，美杜莎女王眉头微微皱起，正要拒绝，不过萧炎的下一句话却是让她将话语收了回去。这次出门我要去收集药材，融灵丹的材料也在其中，一个让美杜莎女王无法拒绝的条件。她轻轻点了点头，留下一句话，整个人便消失在了原地。就这一次，下不为例。萧炎双手枕在脑后，摇了摇头，嘴角叼着一根狗尾巴草，望向了美杜莎女王离去的方向，感叹道：女人啊！萧炎再度离开了萧家，不过这一次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别有所求。他打算短时间内将萧家的实力彻底提升一番。重活一世的萧炎自然知道，如今的萧家到底处在怎样动荡的边缘。虽然看似欣欣向荣，但是面对那袭来的魂殿，又是何等脆弱。别人不知道，但是萧炎却很清楚，萧家如今虽然衰败，但1000年前也还是远古8族之一，只长着一块玉片。魂殿的目的就是那玉片。虽然萧炎已经在回到家族的第一时间将之收到了身上，但是那些人绝对不会因此而放过萧家。揉了揉额头，高空之上，萧炎有些无奈地叹息道：萧家如今还是太弱了，想要短时间内提升实力，正常方法恐怕不行。就在这时，一道流光从萧炎的脑海中闪烁，让他的眼神陡然一亮。对了，可以用噬生丹。噬生丹，7品巅峰丹药，呈现血红色，可以将一名实力在大斗师左右的人极短时间内提升到斗王水准，但副作用也极为明显。一旦服用了这种丹药，寿命最多不过3年。虽然是生丹的副作用极为恐怖，但是萧炎也有着破解之法，那就是配合增寿丹药一同服用。这样一来，当服用噬生丹的人突破到斗皇之后，副作用直接迎刃而解。说干就干，萧炎原本打算前往魔兽山脉的计划暂时放下。他在高空之上划过一道优美的圆弧，朝着加玛帝都的方向再度前往。仅仅只是半日，萧炎便是再度从乌坦城抵达了加玛帝都。而这里与之前萧炎来时相比，已然是截然不同。虽然依旧繁华，但是在这里，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已然传递了开来，让整个帝都的人都震撼不已。据说那个参加3年之约的萧家小子，在那加玛帝国第1大宗的云岚宗大闹了一番后，甚至还毫发无伤地扬长而去。虽然萧炎的实力已然是加玛帝国顶峰水平，但是他却没有太过高调，保持着低调。他不喜欢太过引人注意，不过很多时候，即使不是他本人所想，但是却依旧难以如愿。跟随着拥挤排队的人群走进加玛帝都之后，萧炎笑了笑，抬起头，目光在这座宏伟的帝都中扫过，忍不住地感叹了一声。加玛帝都虽然庞大雄伟，但对于萧炎来说却算不得什么。他怀念的是以前的那段时光，记忆中的城市与现在重叠，让萧炎不由得有着几分恍惚。不过很快，萧炎便是猛然摇了摇头，将这些思绪甩去，轻车熟路，大步流星地朝着帝都内的一处方向走去。沿途之中，许多路人的谈话谈论声却是不自觉地进入萧炎的耳畔。嘿，你听说了那件事吗？你说的是那萧家3少爷大闹云岚宗，还全身而退，这不是假的吗？呆子，怎么可能是假的？我二舅家的3大爷就是云岚宗执事，他亲口承认的。真的假的？卧槽，那这萧家萧炎该有多么厉害？身着黑袍的萧炎不自觉地摇了摇头，嘴角确实微微上扬，挂着一抹无奈的微笑。自己只是略微出手，但是大闹云岚宗的消息却是在整个加玛帝都扩散。
而且还有着向更远的方向扩散的趋势。消息传的还真是快啊！那几个老家伙也没有阻止消息的扩散吗？萧炎喃喃自语道。他有些意外，本以为嘉刑天等人会阻止云岚山的消息扩散，但没想到他们竟然未曾阻止此事。也罢，管他们打的什么主意，随意吧。天空蔚蓝，万里无云，阳光温暖不显炽热，偶尔还有清风吹拂而过，令人神清气爽，算得上是难得的好天气。伴随着萧炎的步伐迈进，七拐八绕，很快街道上拥挤的人群变得稀少开来，剩下的都是三三两两身着炼药师长袍的人。再度行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猛然抬起头来，街头尽头处伫立着一座古朴高耸的建筑物，其上书写着5个大字：炼药师公会。萧炎的第一目的地正是炼药师公会，他想要炼制大量的是生丹以及补充寿元的丹药，材料方面便是一大稀缺，凭借自己一人想要将之收集完毕，那得花费大量时间。等到猴年马月，若是可以利用炼药师公会的势力，也会方便上很多。当然，萧炎本就不打算强取豪夺，虽然炼药师公会的砝码会长也没有在3年之约上帮助过他，但也没有落井下石，往后更是站队明确，正常交易便好。虽然自己的财物不多，但是带着记忆和受伤的地境灵魂重生，只需把上辈子的丹方随便透露出一些，足以令他们疯狂。打定主意后，萧炎迈开步伐，朝着炼药师公会内部走去。炼药师公会上层贵宾室中，一位身着炼药师长袍，胸口挂着淡金色纹路，有着5个星芒会长的老者，此刻正靠在沙发上端着一杯热茶。嘉刑天，你这老家伙怎么有闲心到我这里来打秋风？砝码带着几分笑意调侃着坐在对面的麻衣老者。而对面的麻衣老者也就是嘉刑天，在听闻砝码的话语之后，也是不自觉地摇了摇头。随后嘉刑天轻轻地端起茶杯，不顾滚烫的茶水，喝下一口之后便是出言道：砝码，你是懂我的，老夫今日来找你是什么意思？没必要装傻。听闻嘉刑天的话语之后，砝码也是面色微微一变，摇了摇头，旋即带着几分哭笑不得，出言道：你也是为了萧炎而来，他跟我们炼药师公会可没有什么关系。嘉老头，你找错人了。嘉刑天摇了摇头，旋即又点了点头，语气唏嘘地开口道：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堂堂炼药师大赛冠军，跟你们炼药师公会又岂能没有关系？别紧张，我也没打算做甚，只是想和他交好罢了。听闻嘉刑天的话语，一脸无奈的砝码还想解释。就在这时，那贵宾室的大门猛然被打开了，神色有些惊慌的侍者慌忙跑了进来。干什么？这么着急忙慌的？老夫不是嘱咐过了，不要打扰吗？砝码眉头微微皱起，带着几分怒意，呵斥道。只是那侍者却是支支吾吾，声音带着几分颤抖的开口道：会长，外面有一个自称萧炎的人，指明要找您。他说有事情要找你谈。听闻这般话语，原本有些怒意的砝码面容上顿时出现了惊疑的神色，而一旁的嘉刑天反而眼神一亮，随后又狠狠地瞪了一眼砝码。好你个老家伙，还搁这里骗我说没关系呢！砝码当即无语，旋即挥了挥手，遣退了慌张的侍者之后，当即起身。我去见他。一旁的嘉刑天也是当即起身跟了上来，笑眯眯地出言道：带我一个。下方柜台前，漂亮的前台小姐姐此刻正一脸紧张，但又带着几分好奇，虽然装作低下头来处理公务，但是视线却时不时瞟过那靠在墙边的清秀男子。他就是那传言中大闹了云岚宗的萧炎。真帅啊！没有去管花痴的前台少女，萧炎略带无聊地靠在墙边，等待着砝码的到来。不过还没等几分钟，伴随着几声急促的脚步，2位老者便是从楼上走了下来。哼，萧炎小兄弟，当日一别，没想到这么快就再见面了。砝码面露笑容，一眼便是看到了大厅中的黑袍少年，而他也是嘴角上扬，挂着一抹微笑，淡淡的开口道：砝码会长，这一次我来找你，是想请你帮我个忙。萧炎单刀直入，没有隐藏自己来的目的，直言告诉砝码，他有事想要请炼药师公会帮忙。而砝码身后的嘉刑天却是拍了拍砝码的肩膀，笑着站了出来：萧炎小兄弟，有什么事我们上去详谈。与神色复杂不已、牵扯过多的砝码不同，一直想着和萧炎打好关系的嘉刑天却是连忙开口，将事情率先答应了下来。嘉老，当日一别，近来可好？萧炎也是发现了嘉刑天，虽然有些困惑对方为何会出现在此处，但这与他也没什么关系。还好，多谢萧炎小兄弟挂念。寒暄了几句之后，3人共同上楼，进入了一间豪华的贵宾室后，等待侍者端上了茶具悄然退去之后，便是开始进入正题。萧炎小兄弟，不知道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砝码率先开口道，他有些不解，以萧炎在云岚宗上展现出的高阶斗宗的实力，又会有什么需要他们帮忙的？至于一旁的嘉刑天则是笑了笑，旋即道：别拿老夫当外人，说不定老夫也能帮上一些忙。2人截然不同的态度，
不过这对于萧炎来说却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参与帮忙的人越多越好，也不算多麻烦，不过是想请法马会长帮忙发动炼药师公会，收集一些药材罢了，量比较大。听闻这般话语，法马也是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旋即脸上也挂着几分笑意，轻笑道：“原来如此，这是好说。我炼药师公会多年以来流通收集过不少药材，完全可以帮得上忙。”在法马看来，萧炎的实力虽然强横不已，但是他的炼药术水准也就在4阶左右，这还是在炼药师大赛上孤注一掷的结果。就算想要炼制什么丹药，也恐怕就在2、3阶，算不得什么。甚至他还笑着出言道：“用不用我们炼药师公会帮忙，派出一些炼药师一同炼药？”而听闻了法马的这般话语，萧炎却是摇了摇头，哑然失笑，旋即手指微微抚摸过那戒，将其中早已写好的一张药方取出，推给了法马。我要炼制的丹药也没有这么简单，法马会长不妨看一眼。带着几分笑意和自傲，法马接过了萧炎递过来的药方，心中还带着几分不屑。他暗道：虽然萧炎你实力强横，但是炼药一途哪有这么简单？只是当视线扫过纸张上的药材之后，原本还带着几分不屑的法马，整个人浑身一震，顿时直起了身子，额头上冷汗直冒。这是这一份药方之上书写出来的药材珍贵无比，所能炼制出来的丹药也绝非自己能够想象。见到汗流浃背的法马，看着边上还有些疑惑的嘉行天，萧炎也不卖关子，淡淡的开口道：7品高阶丹药是生丹以及6品丹药清明寿丹的材料罢了。虽然这2味丹药的品级很高，但是材料却算不上多么珍贵，只不过需求量很大罢了。按照上面的分量，法马会长能否帮在下凑齐10份？听闻萧炎的话语，法马就像是被水泼了一样，旋即抬起头来，眼神中满是敬重的神色，略带几分恭敬的开口道：回阁下，其上的药材大部分我炼药师公会都有，不过还有一部分却是处于缺货状态。听闻此言，萧炎的眉头也是微微皱起，手指不自觉地在桌子上敲击了几下。但就在此时，沉默了半天的嘉行天却是取过了法马手中的纸张，缓缓开口道：若是不介意，萧炎小兄弟，老夫也来帮忙如何？通过皇室的运作，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从地方来收购这些药材。瞟了一眼，虽然不认识其中的药材，但是能把法马都给吓到，其价值一定不凡。嘉行天暗道，不过这也是他的机会，皇室完全可以在此时出手，做一个顺水人情，和萧炎打好关系。这么年轻的斗宗强者，未来成就完全不可限量，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人情，也值得付出。原本还有些苦恼的萧炎，听闻嘉行天的话语，也是眼神一亮，旋即笑着道：家老有心了，加马皇室的这份好意，萧炎记住了。日后加马皇室若是有难，萧炎必定相助。听闻萧炎此言，嘉行天也是神色振奋，心里狂喜，他的目的达成了。人精的法马也意识到了什么，当即推了推眼镜，旋即笑道：萧炎小兄弟需要帮助，我炼药师公会也当竭尽全力。就在几人达成交易之后，嘉行天代表加玛帝国皇室，法马代表加玛帝国炼药师公会，以及海波东代表米特尔家族3方势力正式进行了联盟。随后在3大势力的运作之下，几乎聚集了相当于除去云岚宗之外，加玛帝国接近90%的力量，来为萧炎搜集所需的药材。但即便是这样，想要将萧炎所需的药材全部收集完毕，也需要耗费一段不短的时间。也因此，这段时间中，萧炎也没有闲着，将搜集药材的事情交给了3大势力。萧炎自己则是悄然离开了加玛帝都，凭借着雾护法吐露出来的情报，在加玛帝国境内四处奔袭着。噗嗤，高空之上，一道身影疯狂暴退，口中鲜血狂喷，眼神之中满是惊恐的神色。你究竟是谁？我乃魂殿中人，莫要自误。那名男子色内厉察地低喝着，在他的背后还有着斗气双翼在不断的煽动，他的气势赫然是一名斗皇强者。而在他的对面，则是一道脚踏虚空的黑袍身影，只是那道身影此刻脸上却满是不耐烦的神色。这是第3个魂殿的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就像是阴沟里老鼠一般，难以杀干净。随意地瞪了一样惊慌不已的魂殿斗皇，萧炎的指尖轻弹，一缕青色的火焰陡然从他的指尖飘出。而望着那一抹青色的火焰，魂殿斗皇就像是看到了恶鬼一样，慌忙哀嚎一声，便是急速想要逃跑。只是萧炎屈指微弹，一缕青色火焰便是猛然激发，刹那间跨越空间，将那逃跑的魂殿斗皇烧成了一团灰烬。下辈子别跟着魂殿，杀人者萧家萧炎。呼，这样一来，魂殿在加玛帝国安插的爪牙算是暂时性的拔除干净了。没有去管那被青色火焰所点燃的人影，萧炎喃喃自语道：这段时间以来，趁着加玛皇族、炼药师公会以及米特尔家族3大势力运作，收集是生丹的药材时候，萧炎也没有闲着，而是根据从雾护法口中拷问出来的话，在加玛帝国境内清除着这些阴魂不散的家伙。
这样一来，又能多拖延一些时候，早做准备了。萧炎喃喃自语道，语气中夹杂着几分唏嘘。虽然萧炎重生了，但如今实力不存，魂殿在他看来依旧是难缠的东西，在自己成长起来以前，需要小心翼翼去应对。不过好在这一世重来，相比于以前，自己在情报上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如今敌在明，我在暗，有着不小的主动权。一边想着，萧炎身形飞动，朝着加玛帝都的方向飞去。若是在前世的这时候，恐怕魂殿已经锁定了萧家，知道了古玉就在他们的手中，会动手抢夺。但如今自己在3年之约时觉醒，局势反转，将已经察觉到些许苗头的雾护法率先擒下，导致了局势的改变，争取到了一些宝贵的时间。等着吧，魂殿，这一次我一定会赶在所有悲剧发生之前，将你们连根拔起。天空之上，萧炎低喝道，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远方飞去。加玛帝都炼药师公会，一脸郑重的砝码对着风尘仆仆赶回来的萧炎递过去一个袋子，鼓鼓囊囊的，似乎放着不少东西。这就是生丹的材料，分量不够啊。掂量了一下砝码递过来的袋子，萧炎淡淡的开口说道，而砝码也是微微苦笑，摊着手，带着几分尴尬的说道，时间紧迫，暂时就集齐了一份药材，不过剩下的也有眉目了，很快便能到手。听闻砝码的话语，萧炎也是知道自己有些心急了，也是微微摇头，将之收了起来。接下来这段时间也要麻烦你们了，尽快收集。听闻萧炎的话语，砝码也是微微点头，回应道，一定。这些材料，萧炎原本是打算利用一些珍贵的药方来作为报酬换取，但是嘉刑天却是大手一挥，表示这些消耗全部由皇室承担了。萧炎微微有些诧异，在他认识中的嘉刑天那利益至上的模样并不相同，但是转念一想便是了然。显然在经过3年之约，云岚宗上一战之后，嘉刑天与上一世也做出了不同的决定。他从萧炎的身上看到了难以用语言估计的价值，所以他打算投资萧炎。不过萧炎也不是知恩不报的薄情之人，嘉刑天既然有意要讨好自己，那便接着日后组建联盟，为其留着一席之地。思绪闪过之后，萧炎也不客气，就地在炼药师公会借用了一间安静的密室，打算开炉炼制丹药。虽然萧炎熟悉这是生丹的每一个步骤，但是他如今的斗气修为还是有些太弱了，因此炼制这7品高级的是生丹，他也不能大意。密室之中，萧炎手指在那戒上微微抚摸而过，随后一只巨大的漆黑药鼎凭空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坐落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咚！在密室里甚至溅起了点点灰尘，不过萧炎对此却并不在意，而是双目微微闭合，脑海中久远的记忆点点滴滴的浮现。将那一切的步骤都回忆起来之后，萧炎这才深吸一口气，旋即将自己的精气神都调整到巅峰的状态之后，这才睁开双眼。一抹金光从中爆射而出，旋即萧炎屈指微弹，一缕青色的火焰自指尖射出，落入了药鼎之上。唰！霎时间，药鼎内燃烧起了熊熊的火焰，周围的温度也在这一刹那骤然提升。没有去管周围的温度变化，萧炎紧紧地盯着药鼎，灵魂力量感知药鼎内的温度变化。当温度腾升逐渐腾升，稳定在一个程度的时候，萧炎这才大手一挥，将那砝码给予他的袋子打开。随后，其中一株药材陡然间飞起，落入了药鼎之中。随后在那高温之下，短短数秒之内便开始了骤缩，水分被逐渐烤干。接下来，那骤缩到极致的干枯药材也逐渐变得焦黑。最后，在一阵让人牙酸的声音中，那被投入其中的药材化为了灰烬，杂质沉入药鼎底下，只是一团透明的药液悬浮在半空中。第一份药材精华提取完毕。呼！萧炎缓缓松了口气，既然自己能够第一次提取药材精华成功，接下来那也会很简单。是生丹虽为7品高级的丹药，但是只要能够成功提取出药材精华，融合药液时候的难度也就相当于5品巅峰的丹药，对于萧炎来说绰绰有余。至于他一开始担心的提取问题，因为有着青莲地心火的缘故，虽然有些艰难，但还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接下来如法炮制，花费了足足1个时辰的时间，萧炎总算将全部的药材精华都提取了出来。那5颜6色斑斓的药液悬浮在药鼎之中，在萧炎灵魂力量的作用下，缓缓朝着一处开始凝结。很快，那五彩斑斓的药液在温度和灵魂力量的作用下，逐渐化为了固态，凝聚成一颗初具雏形的药丸。丹药的香气从药鼎之中飘了出来，很快，一枚红色的圆润药丸从中弹射而出，在半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入了萧炎的手掌中。感受着还带着几分余温的是生丹，萧炎微微点头，旋即取出一个小玉瓶，将之放入其中。就在这时，忽然间，萧炎感觉到自己挂在胸口的那戒竟然传来了一阵灵魂波动。这一缕波动相当熟悉，萧炎带着几分惊讶和欣喜，失声道：“老师。”而一道苍老的声音
也恰到好处的响起。呵呵，徒儿想为师了没有？老师，您终于醒了。感受着药老的苏醒，萧炎也是叹了口气，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放了下来。呵，其实为师早本应该沉睡更长，但是懵懵懂懂间却是感知到了一股温和的力量，温养了我的灵魂。萧炎，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你且缓缓道来。听闻药老的话语，也是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都缓缓道来。不过药老此时此刻却是越听越感觉到几分疑惑，这还是他那个只有大斗师阶段的徒弟吗？怎么一觉醒来，感觉变了许多？而且他做到的事情，也有些超出了自己的预料。原本药老就在懵懂之间，但对外界的事情也是隐隐约约有着感知。一旦当萧炎陷入生死危机的时候，他也可以直接醒来。老师，弟子在老师陷入沉睡之后，便是隐藏自身，以受伤作为借口，与海波东一道前往了加玛帝都，获取了七幻青灵弦之后，弟子便是将之炼化。不过当时老师却依旧没有清醒。之后云岚山上，虽然弟子轻松取胜，但还是得到了云岚宗的不公正对待。对于药老，两世为人的萧炎有着深深的感情，算得上是半个父子，自然他也不会对药老有所隐瞒。但是自己前世斗帝与同为斗帝的魂天帝同归于尽，重新回到此时，说出去却有些太过骇人听闻。所以萧炎并不打算说出实话，而是把这一切用了另一个理由来掩盖。虽然遭遇到了云岚宗的不公正对待，他们也打算动手，但弟子对此却丝毫不慌，甚至胸有成竹。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弟子在登上云岚宗的前一日，做了一个极其荒诞但却很真实的梦境。说到这里，萧炎故意眼珠子一转，带着几分唏嘘感慨的语气，沧桑地说道：在那好像真实发生过的梦境里，弟子经历了许多被逼离去、家破人亡，在帮助下背井离乡，随后前往了黑角域打拼。随后弟子经历种种，又回到了加玛帝国。不过此时的弟子已然是斗王巅峰的修为，还有着一大帮的帮手，我们一同齐心协力将云岚宗击败。但是云岚宗背后的秘密这才显现出来，能够这么快的发展，并且出现一位斗宗，那都是因为云岚宗的背后有着一位来自魂殿的强者在扶持。随后萧炎一真一幻，带着玄乎的语气将这些事情都述说后，停留在前一世自己前往中州的时候。而就在弟子梦醒的时候，却是陡然发现自己的灵魂力量却是出现了一个暴涨，远远超出以前。而且很重要的是，这灵魂力量如指必使，丝毫没有不变。凭借此，弟子这才从云岚山上下来。而且那云岚宗的背后却是和弟子梦中出现的场景一模一样，魂殿的人确实是插手其中，并且图谋不轨。听闻萧炎的话语，药老先是神色凝重，旋即眼神中也是带着几分惊疑。其苍老的身形在听闻这般话语的时候，甚至还淡了几分，失去颜色，变得更加透明了。这一切都表明，药老对于萧炎的话语感到了十足的震惊。好半天后，他才摇了摇头，带着几分感慨道：斗气大陆，当真无奇不有。小炎子，或许这就是你的机遇吧，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在药老的感知中，萧炎的灵魂力量的确是暴涨了不少，甚至是跨入了天境的门槛。有着这般灵魂力量，即使不凭借斗气修为，光是依靠灵魂力量，也不逊色于斗宗强者。这也让药老不自觉地有些感慨，生出了几分嫉妒。当初药老自己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吃尽了苦头，才堪突破到天境灵魂。没想到这次一觉醒来，自己的弟子也进入了这个门槛。不过他并不知道的是，萧炎的灵魂力量远远不止天境，而是传说中的地境。只是因为最后和魂天帝的一战中受到了不轻的伤势，这才显得只有天境初期罢了。嗨，不说这个了，萧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药老将注意力放到了另一处，那就是萧炎话语中吐露出的被他擒下的魂殿中人。药老从大陆第一的炼药师落入只剩下一缕残魂的窘迫，也是魂殿的手笔。呵呵，老师放心，这点弟子还是心里有数。不过魂殿既然出现在加玛帝国，肯定是有着他们的企图，保险起见，弟子打算提升一波家族的实力，并没有将魂殿真正的目标是萧家说出，而是另外找了一个理由。听闻此言，药老也是表示理解。一般的手段短时间内难以起作用，毕竟萧家起点太低，所以弟子打算利用这7品高级的丹药师生丹以及清明寿丹配套使用，为我萧家打造出一批高星斗王的战力出来。萧炎把接下来的计划和盘托出，药老也是惊疑，旋即从萧炎的手中讨要过来药方，细细的观摩一番之后，这才带着几分惊奇了然道：萧炎，这药方哪来的？萧炎嘴角上扬，微微一笑，旋即道：梦里。听闻此言，药老也是咧开嘴角，龇牙摇了摇头，出言道：既然你来炼制这是生丹，那配套的清明寿丹就让为师来炼制吧。好久没有动用炼丹炉，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听闻药老的话语，萧炎也是轻笑着，
旋即将袋子中剩下的药材拜访了出来。老师，请。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里，药材源源不断地从加玛帝国境内各处送往帝都，到达炼药师工会。而密室中的萧炎师徒也在源源不断地将这药材收起，开炉炼制丹药。不到2天的时间里，便是足足炼制出来5组丹药。萧炎看着这些丹药，眼神放光，这些可是足以给萧家提供足足5名斗王强者。我这一把老骨头好久没动用，倒也未曾生出了手法。一连炼制了几份清明寿丹，饶是以药老的实力手段，如今脸上也显露出一分疲惫的神色。毕竟现在的他虽然依靠萧炎炼化的7幻清灵弦而苏醒，但本质还是灵魂状态，这般日夜不休的连续炼药消耗太大。不过这还不是最令药老感到震撼的，而是他发现与他一道炼制了数天丹药的萧炎，神情上却是未曾出现丝毫的疲惫。这也让他不由得的唏嘘，不出言感慨道：未曾想老家话一觉醒来，小炎子你不仅实力大涨，就连这炼药术也是暴涨了一大截。听闻药老的话语，萧炎的面容上也是浮现出一抹喜悦，轻笑道：运气而已，若是没有老师帮助，我又岂能到达如今这个高度。见到实力暴涨，但萧炎依旧对自己保持尊敬之心，饶是药老心中也不由得泛起波澜，生出几分欣慰之意。自己果然没有看错，萧炎比起那个欺师灭祖的畜生家伙要强上不知道多少倍。一想到自己曾经的遭遇，药老也是心情有些低迷。不过很快他便回过神来，面对着萧炎微微颔首道：保持着这样的心性，以你如今的天赋，日后成就必然不低，超越为师也并不是多么的困难。听闻药老的话语，萧炎不自觉地摸了摸鼻子，呵呵一笑，转移了话题：老师为何突然谈起此事？药老却是摇了摇头，不再说话，整个人略显虚幻的身形飘散，转瞬间便是回到了萧炎手上的黑色纳戒之中。又是过了几天，带着萧炎委托嘉刑天等人收集的药材全部收集完毕之后，他也是大张旗鼓，加紧动作，将这些丹药全部炼制了出来。除此之外，在这段时间里，萧炎和药老也在空余时间中炼制了不少品阶只有2-3品，但是药效却不错的丹药，譬如说冰灵丹、紫心破障丹、洗髓寒灵液等等。如今萧炎的实力虽然依靠受伤的地境灵魂不低，但修为却还是在大斗师阶段，这样下去也不行。而且如今的萧家也正需要这些丹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在萧炎的计划中，萧家会进入一段飞速的发展期，而这发展期中肯定会缺少大量的资源。如今这些低品丹药就是萧炎给萧家准备的一批启动资金，他相信有了这一批丹药之后，萧家便会以最快的速度朝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而就在这个时候，密室之外忽然传来了侍者的声音，只听他通过特制的通讯方式略微失真的声音出言道：这位先生，您预定的东西到了。听闻此言，萧炎的眼神也是陡然一亮，当即便是起身，大步流星，径直走到了密室大门口，旋即将之拉开。门外的侍者脸色微微发愣，显然是没想到他这样迫不及待。不过见过诸多形迹古怪的炼药师大人的侍者，很快也是露出了一个完美的职业笑容，旋即将托盘呈上来，其上盖着白布，堆砌着10几个大小不一的精美玉盒。麻烦你了。萧炎的灵魂力量悄然自体内飘出，转瞬间便在那侍者的手中扫过，确认是自己所需求之物后，他便是点了点头，随后将之收起。这位先生，侍者张了张嘴，还想说些什么，但面容上露出兴奋神色的萧炎已然是将密室的大门重重地关上了，留下了一脸凌乱的侍者。嘴巴微微张开闭合，侍者也是摇了摇头，旋即退去，脸上还带着几分无奈的神色。也不知道这天字号第一的密室中的人到底是个什么身份。那些大人们拐弯抹角的想要托我给他们捎一句话，算了，反正也不关我的事，照实汇报就行。密室中的萧炎却是没有在意离去的侍者的小心思，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手中的10几个玉盒之上。这下融灵丹的材料终于收集齐了，萧炎的眼神中也是泛出了兴奋的神色。有了这融灵丹，那暂时栖息于萧家的美杜莎女王便是能够加速将七彩吞天蟒的灵魂融合，恢复完整的实力。而就在此时，对着外界保持着感知的药老也是悄然间现身，望着萧炎手中的大批药材，也是带着几分疑惑：萧炎，你收集这些药材是要炼制融灵丹？身为曾经大陆第一炼药师的药老，只是一眼扫过萧炎手中的药材，便是知道了他想要炼制的丹药，带着几分奇怪的神色，药老询问道。听闻药老此言，萧炎这才一拍额头，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样，自己之前粗略地讲述了自己在药老昏迷这段时间的经历，但却忘了提及自己如今和美杜莎女王暂时处于一个比较和平的关系。上一世的萧炎初次和美杜莎女王正式见面，也是在施展佛怒火莲之后，药老为了保护她而陷入了昏迷。就在这个时候，
萧炎自身为了加速修炼，吞服了火莲子，导致自己实力暴涨，不得已只得将一部分斗气分出，让七彩吞天蟒得以短暂的化身为美杜莎女王。而这一次，自己在觉醒前世记忆之前，大致行动上的轨迹依旧相同。那也就是说，药老并不知道美杜莎女王已经苏醒，而且因为前世的关系，以及如今自己的实力，萧炎并没有把美杜莎女王视作敌人，反倒是忘了告知药老。微微怔了一怔，萧炎带着几分尴尬，打了个哈哈，挠着头开口道：“老师有所不知，那七彩吞天蟒这段时间以来已经苏醒，我和美杜莎女王做了一个交易。”听闻萧炎的话语，药老也是带着几分无语，而萧炎却也是自知理亏，当即将此事接过，飞速的点燃药鼎，开始炼制起来了融灵丹。不一会儿，密室内温度便是升高，一阵淡淡的药香也是从中缓缓地飘了出来。迦南学院，一个坐落在大陆中心位置的古老学院，千百年来从这里走出的巅峰强者，无一不是在大陆上拥有着赫赫威名，并且名震一方。虽然大陆之上的各种学院几乎难以计数，可迦南学院的声誉却是至今未曾被超越。从此也可瞧出，这所被古老气息所缭绕的学院，其底蕴究竟是何等深厚。而就在那迦南学院树木葱郁的后山之巅，一位身着淡青裙袍的少女亭亭玉立，在她小蛮腰处轻束着一条紫带，将那腰肢勾勒得极为诱人。后山之巅下方便是万丈深渊，在此间也是有着茫茫白雾不断的腾升，朦朦胧胧，似梦似幻，将周围衬托的仿佛不是凡间美景。少女负手而立，身姿傲然，在那周围环境的衬托下，犹如一尊下凡的仙女一般，美丽动人。叮铃！就在这时，一道铃声陡然响起，打破了闪电之上的宁静。而伴随着这道铃声的响起，少女身后葱郁树木的阴影之处，却是陡然出现了蠕动，旋即一道苍老的影子便是从中浮现而出。那道身影出现之后，便是冲着少女恭敬地弯下腰，双手抱拳，笑道：“小姐。”听闻老者的这般话语，少女也是缓缓转过身来，露出了那副淡雅脱俗的精致面容。只见她朱唇轻启，便是一阵如同银铃般清脆的声音出现：“林老，你可算是回来了。”听闻少女的这般话语，那道略显苍老的身影也是缓缓起身，其面容赫然正是当日在云岚宗出手帮助过萧炎的灵影。而那美丽的少女正是萧炎魂牵梦萦的身影萧薰儿。只见她抿嘴轻笑，语气也缓和了很多，带着一丝丝的迟疑和羞涩。薰儿开口道：“林老，她怎么样了？”听闻薰儿的话语，林隐也是过来人，自然知道薰儿的想法，带着几分调侃，他明知故问的出言道：“小姐询问的是萧炎少爷吧？”薰儿没有出言同意，也没有否认，那张精致的俏脸上陡然浮现出一抹绯红，旋即他便是点了点头。林隐哈哈大笑，很快便是回复道：“这位萧炎少爷可真是不简单呐！遵守小姐的命令，自萧炎少爷离开萧家之后，我便一路跟随。3年之约时，萧炎少爷不负众望，很轻松便是击败了他的那位前未婚妻纳兰嫣然，只不过云岚宗却是有些输不起。”紧接着，林隐将云岚山上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全都缓缓道来，一旁的薰儿眸子之上也是不断泛出亮光。在听到美杜莎女王出现，以及萧炎和云岚宗宗主云韵的关系显得有些暧昧时，虽然没有言语，但是林隐也能感受到周围的气息变得有些冷。当听到萧炎没有借助他们的帮助，而是亲手轻松击败了云山，3两招便把那魂殿的雾护法直接擒下时，饶是以薰儿的身份，俏脸之上也是浮现出了惊讶的神色。美杜莎女王，云韵，啧，萧炎哥哥倒是不来啊，竟然连这般强者也有交情。听闻这般略带少女埋怨的话语，林隐也是明智的没有接上话茬，而是干笑了几声，将话题转移。小姐，魂殿中人此次也是出现在了加玛帝国，您看。听闻这般话语，薰儿的面容上也是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冷意，旋即他摇了摇头，轻轻的开口道：“再等一等吧。加玛帝国乌坦城萧家。”美杜莎女王慵懒地靠在一道躺椅之上，借着树荫悠闲地享受着难得的下午时光。在蛇人族时，她是唯一的王，大大小小的事宜都需要她来下达最终的结论，哪里有这么清闲的时光？然而接受了萧炎的委托，在萧家，美杜莎女王倒是彻底放松了下来。乌坦城里也没人敢来和如今正在势头蒸蒸日上的萧家作对。至于萧炎预料中更强的人，却是连个出现的影子都没有。就在美杜莎女王缓缓思考着接下来的时光里该做些什么的时候，忽然间，她抬起头来，遥望远方的天空，在那里有着一道熟悉的气息，正在朝着此处疾驰而来，目标正是乌坦城。那家伙总算是回来了。天空之上的那道气息，不是别人，赫然正是离开了萧家足足半个月时间的萧炎。美杜莎女王伸了个懒腰，不自觉的眼神中带着几分连她自己也没注意到的笑意，缓缓起身，朝着萧家大厅的方向走去。
萧炎再度回到了萧家，这一次却是和上一次并不相同，反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少萧家之人眼神中都带着兴奋的神色，看向了萧炎，就像是看到了一尊冉冉升起的传奇一样。萧炎对此先是微微一怔，旋即转念一想，便是了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自己上一次回来的时候速度太快了，那发生在帝都的事情并没有传播开来。萧家众人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奔赴云岚山，赴了那3年之约，甚至趁着这个机会大败云岚宗一众强者，从那云岚山上安然无恙地走了下来。而如今经过半个月时间的酝酿，这堪称风暴一样的消息已然是传遍了整个加玛帝国，而乌坦城更是流传着有关他的传说。萧家更是享誉盛名。原本的萧家众人以为萧炎还不过是那个无法修炼斗气的废物，虽然对他离开萧家3年有些改观，但却没有深刻的印象。不过经此一役，无数的萧家子弟都将自己的偶像换成了萧炎，日夜奋斗，修炼气氛也积极了不少。那个萧炎少族长，老夫之前多有得罪，还请担待。就连一向脾气火爆、骄傲的萧家3位长老也是拉下老脸来，陪着笑容对着萧炎道歉，因为之前萧炎化作了废物，他们那段时间里多有冒犯。只不过萧炎对于这些却看得很开，这不过是最基础的人性罢了，怪不得他们。不过都是为了萧家的发展，各执己见，产生了矛盾罢了。看着面前那因为在自己落魄之时曾对自己冷嘲热讽过的几位萧家长老，因为此事却是认错道歉，萧炎的心中满是感慨。上一世萧家的3位长老虽然一开始为难自己，不过那也是对萧家未来的发展和萧炎的父亲萧战有着一些分歧罢了。但在大方向上，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萧家。甚至就在萧炎2上云岚宗败走远离加玛帝国之际，萧家也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长老和2长老为了保护萧家后被撤离，也陆续牺牲了。上一次因为我的缘故，你们惨死，没有看到萧家未来的辉煌。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让悲剧再度重演。在心里，萧炎呢喃道，旋即抬起头来，看向那对着自己道歉的长老，嘴角上扬，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呵呵，几位长老客气了，那不过是些气话罢了，我早就不在意了。听闻萧炎的话语，3位长老也是微微一怔。原本他们还以为会被萧炎对上几句，摆上一张臭脸，但萧炎对此事却是轻轻接过，一笑了之。3位长老也是在心中不由自主地感慨了起来，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分别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情绪。萧家后继有人了。乌坦城萧家议事大厅中，主位之上坐着一位中年男子，温和的面容上还带着几分笑意。他正是萧家的族长萧炎的父亲萧战。在萧战左手边席位上坐着3道明显有些苍老的身影，相比于还在中年的萧战，他们的年纪明显有些大了。这3人分别是萧家的3位长老，一般来说萧战和他们3人的商议就足以决定萧家的绝大部分事情。然而这一次却不相同，在那3位长老的对面有一道年轻的身影坐落其中，面露微笑，带着几分惬意。哼，言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搞得神神秘秘的，还把我们几个全叫过来。这一次的家族会议并不是萧战发起的，而是萧炎在回到萧家之后表示有事要告知，关乎到萧家未来的发展，需要信得过的家族高层一起来商议。透过那自加玛帝都扩散而来的消息，萧战也知道萧炎如今的风头正盛，实力已然远超萧家任何人。他说出的话一定是有着他的考虑，绝不会是无的放矢。萧炎也是微微点头，也不含糊，旋即他的手指便是微微抚摸过了那戒，伴随着微弱的光芒，桌面上出现了一大一小总共10只的小玉瓶。见到萧炎的动作，几人再次微微一怔，旋即面容上露出了惊喜的光芒。这是丹药。萧炎莫非在这几年中成为了一名炼药师？要知道，炼药师在斗气大陆上的地位之高，远不是其他人可以比拟的。他们可以炼制出不同类型的丹药，从而获得不少强者的人情和好感，集结出一大帮势力。可以说，炼药师在斗气大陆上绝对是最尊贵的职业。萧炎少族长，莫非您如今已经是一名炼药师？大长老眼皮微微抖动，语气中有着难以压抑的兴奋神色，当即他便是询问道。而伴随着他的话语出口，包括萧战在内，另外的几人也是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他。这件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既然萧家需要飞速发展，那么接下来的自己也注定要留下一些手段来帮助萧家发展。没错，我现在是一名炼药师，至于品级，你们就把我当作5品炼药师吧。萧炎点了点头，话语出口，而他的话将几人彻底震惊了，目瞪口呆，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这般话语如同一枚深水炸弹一样炸裂开来，一瞬间引爆了几人的情绪。震惊过后便是止不住的狂喜。言儿，此事可当真？萧战回过神来，眼神中满是震惊和狂喜，连忙向着萧炎问道。而后者则
则是淡定的点了点头。五品炼药师啊，整个加玛帝国也不出一手之数。虽然从位阶上来算，五品炼药师对标的是斗王强者，但是地位上却要比后者尊贵太多。就是斗皇强者，在面对五品炼药师的时候，大多也会表现得尊敬。萧炎知道他的这番话语会引起多么大的轰动，但这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说出自己炼药师的身份，除去一方面是为了面前的4人，为了一颗定心丸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接下来的话语作为铺垫。随手将面前的一大一小足足10瓶丹药推向前面，萧炎带着几分笑意的开口说道：“我之前说的有关萧家的未来发展，就在这几瓶丹药之上。一大一小2瓶为一组，共有5组。大瓶中装的丹药名为是生丹，7品丹药，吞服之后可以让一名实力在大斗师左右的人极短的时间内突破到斗王级别。”听闻这般话语之后，原本就被萧炎话语震惊的萧战等人，此时此刻更是加重了呼吸，眼神通红了起来。仅仅只是吞服一枚丹药，便是可以突破到斗王。要知道，斗王强者在加玛帝国甚至可以排得上帝国10大强者的名号，而面前的这些小瓶子里，就是能制造出足足5位斗王强者，这保真吗？只是就在他们兴奋之际，萧炎也是毫不犹豫地泼了一盆冷水，将接下来的话语说出口。不过是生丹，虽然效果逆天，但是它的代价也不容小觑，服用之后只会剩下3年的寿命。听闻萧炎的这般话语，萧战等人这才清醒过来，叹了口气，眼神之中的火热也渐渐消退而去。果然，天下没有这般好的事情。萧战缓缓吐了口气，述说道。随后他看向萧炎，也是隐隐约约明白了他的意思。炎儿，莫非你是想为萧家培养一批死士？听闻这般话语，萧炎也是点了点头，嘴角上扬，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没错。大厅中短暂的陷入了沉默。根据萧炎的述说，他们也知道了是生丹的逆天效果，更是知道了服用下它会付出的代价。我来吧。一旁沉默许久的二长老起身，抓过一瓶丹药，淡淡的开口说道，语气中没有夹杂丝毫的情绪波动。老二，你……一旁的大长老想要制止二长老的动作，但却被后者所开口的话语堵了回去。我年纪也不小了，没几个年头好活，倒不如服用下这是生丹，用有限的时间为萧家多做一些贡献。听闻二长老的话语，不仅是大长老，就连一向暴脾气的3长老还有萧战都是说不出什么话来。短暂的话语过后，大长老也是拍了拍二长老的肩膀，也是拿过一瓶丹药来，开口道：“老二，我来服用这是生丹，你且将之放下。”一时间，大厅里充满了生离死别的情景。而萧炎望着这一幕，也是在心底暗叹了一口气。他对此早就有所预料，萧家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家族，家族中有着大斗师修为的也就寥寥数人。为了萧家的发展，这些年岁已大的长老们都会自愿牺牲。不过好在对此自己早有准备。带着几分轻笑，萧炎缓缓出言，开口道：“几位长老，先别心急，待我把话先说完。实际上，对于是生丹的代价，我也早有应对的方法。”一边说着，萧炎一边将一只放在桌面上明显小一些的玉瓶拿在手中，笑道：“此物名为清明寿丹，吞服下去可以延寿10年光景。几位长老可以先行服用是生丹，随后再服用清明寿丹，二者作为抵消。”听闻萧炎的话语，那原本还在争论谁该服用丹药的2人，皆是停下了动作，旋即苍老的面容上露出惊喜的神色和一抹笑意。见到都差不多了，萧炎将目光投向主位之上的萧战，旋即道：“至于剩下的丹药，父亲就交给您来把控，找信得过人用来培养，而且那配套的清明寿丹也可以暂时扣留下来，以作奖赏保证。”听闻萧炎的话语，萧战温和的面容上也是露出了几分凝重的神色，旋即重重的点了点头，应道：“言儿，放心吧，此事就交给为父和3位长老一同来做。”嘱咐完这些事情之后，萧炎便是率先离开了大厅，独留下萧战和3位长老面对着桌上的丹药。4人皆是忍不住笑了出声，旋即面面相觑。还是3长老坐不住，率先摇着头开口道：“萧炎少族长的所作所为，让我越来越看不懂了。”大长老则是点了点头，眼神中带着几分复杂的神色，唏嘘道：“说到底，他带给我们的惊喜和奇迹，也未免太过大了些。”而萧战也在此时给这件事情做了一个盖棺定论，缓缓说道：“言儿的天资出众，又有奇遇，乌坦城不，就算是加玛帝国，也束缚不住他。我们萧家还是太弱了，难以给予他帮助和庇护。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他在外面拼搏的时候，为他建立一个足够坚实、铁板一块的大本营。”几位长老闻言也是重重的点了点头，认可了萧战的话语。接下来几日的时光当中，萧炎也是带着美杜莎女王在附近转了转，算是游玩了一圈。2人的感情也是略微有些提升，但距离突破真正的进展还是有些差距。待得萧炎将融灵丹交给美杜莎女王之后，他也是罕见的恢复到了七彩吞天蟒的状态。过去了几天的时日，
待得他再度出现之际，灵魂中那股微微分裂的感觉已然消散。原本还因为限制不能全力动手的美杜莎女王，已经彻底消除了后患，恢复到了完全的状态。另外一边，吞服了是生丹和清明寿丹之后，萧家的大长老和二长老也成功突破到了斗王的境界。一下子，萧家多出了2名斗王级别的强者，放眼加玛帝国，也算得上是一方豪强。至于剩下的是生丹，则需要经过漫长而严苛的考核选拔出来，这急不得，只能慢慢来。不过萧炎对此已经很是满意了。相比前世来说，现在的萧家已然不是那种绝无反抗力的存在，即使魂殿的爪牙想要对萧家动手，也会受到制衡。不过这还远远不够。萧炎的思绪飞散，经历过前世的种种之后，他知道魂殿的成员如同阴沟里面的老鼠一样，阴魂不散。虽然他已经通过秦夏雾护法清除了加玛帝国内部的魂殿爪牙，但是他也不敢保证接下来的时间里，魂殿会不会再度派人前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整个加玛帝国打造成铁板一块，利益共存，守望相助。这样一来，即使魂殿的人想要悄无声息地潜入加玛帝国，难度也会骤然暴涨。联盟也该在这个时候登上舞台了。萧炎喃喃自语道。上一世的萧炎自黑角域归来之后，大战云岚宗，将云山击毙之后，便是联合了加玛帝国的剩余势力，共同组建了一个组织，守望相助，共同发展。而那个组织也就是炎盟，并且这也证明了萧炎的眼光不错。在炎盟成立之后，魂殿无法通过一般的方式潜入加玛帝国，只能鼓动周围的帝国大举入侵，通过暴力来逼迫。女王陛下，近来无事，不知可否和我走一趟？想到就去做。萧炎的性子如此，当即他便是找到了美杜莎女王，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美杜莎女王绝美高傲的面容上却是带着几分罕见的迟疑神色，毕竟萧炎的做法太过出乎他的预料。萧炎，你到底想要做些什么？而对于美杜莎女王的询问，萧炎也是挠了挠头，旋即带着几分笑意，淡淡的说道：为了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暴。旋即不等美杜莎女王的继续开口，萧炎连忙说道：先别着急拒绝，你先想想，若是组建一个守望相助的联盟，蛇人族的处境是不是也会好上许多？听闻萧炎的话语，美杜莎女王的神情也是微微一怔，旋即皱起眉头，面容上露出沉思的神色。实话实说，虽然蛇人族和加玛帝国多年以来一直都有摩擦，并且双方的中下层都很是敌对。一方面，蛇人族对人类很是厌恶，烧杀抢掠之事未曾少做，但另一方面，加玛帝国也有不少人私下里贩卖蛇人族奴隶，随意打杀。甚至在几十年前，双方进行过一次大战，死伤无数之后，两边的上位者这才意识到了，双方这样争斗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随后在默契之下，不约而同地停了手，停下了这场大战。那也正是美杜莎女王造就威名的一战。虽然经过这些年的休养，蛇人族也算是恢复了生机，不过因为地处偏僻荒漠的缘故，纵然实力不弱，但各种资源算得上是相当紧缺。若是双方能够彼此放下仇恨联合，对蛇人族来说倒也算是不错的发展局面。只是几十年时间用来酝酿的仇恨，能够那般轻易的化解吗？你的提议，本王倒是很感兴趣，只是太过不切实际。美杜莎女王摇了摇头，虽然没有明言拒绝，不过语气中已经表露出来了自己的意思。但是一旁的萧炎却是微微一笑，接话道：若是我有办法令家刑天他们答应呢？也有办法让蛇人族的那些族老们答应呢？听闻萧炎的话语，美杜莎女王紧皱的眉头确实微微舒展开来，带着几分惊疑看向了萧炎。你确定？还有我蛇人族的心秘，你又怎么会知道？只是萧炎却摊了摊手，脑海中的思绪飞速地回想到了上一世自己陪着彩铃前往蛇人族的时候，那一次的遭遇，那可是上大名鼎鼎的炎帝遭遇到的为数不多的尴尬场景。这个你就别管了，我自有办法，相信我。萧炎的话语出口，美杜莎女王眉头紧锁，本想拒绝萧炎，但不知为何鬼使神差的，她拒绝的话语没有第一时间说出口来。而就在这时，萧炎却是一把抓住了她纤细洁白的手掌，反而引得女王陛下一阵脸红。滚！萧炎带着笑容麻溜地离开了房间。他可太熟悉美杜莎女王的性子了，既然对方没有直接拒绝，那如今就是默认了。搞定了最难说话的一位，剩下的嘉刑天等人便是不必多说，毕竟就算是没有自己的插手，日后面对魂殿的搅局，导致三大帝国一同围攻加玛帝国，联盟还是得成立。只不过因为自己的原因，联盟成立的时间可是比之以往要早上了许多。1日后，加玛帝都皇室会厅中，10几道人影分别错落，森然有序地坐在桌子两边。这些人中的任意一位，若是在外界被普通人看见，都会当场惊呼出声，毕恭毕敬。在这里的每一人都是加玛帝国有头有脸的人物，或是势力首领长老，亦或是地位非常尊贵。他们跺一跺脚，
便是能够在加玛帝国引起一阵风暴。然而，如今这些往日里地位尊崇之人，此时此刻都是额头上冷汗直冒，聚在一起窃窃私语，时不时还将目光小心翼翼地投向那忽然到来的3道人影。这3人正是萧炎、美杜莎女王以及成功晋级到斗王阶段的萧家大长老。此刻的萧家大长老似乎还有些不理解萧炎为何要带他过来，看向那加玛帝国的几位大人物时，眼瞳中还透露着拘束的神色，没有转变过自己的身份来。美杜莎女王则是毫不客气，这10几人虽然放在加玛帝国来说实力不错，但是对他来说也就那样，根本不入他的眼。嘉刑天那老东西还真把自己当大爷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是却吐露出一句话，虽然声音不大，但是却诡异地回荡在整个会厅当中。不过饶是如此，也没人敢对美杜莎女王说出什么话，毕竟对方可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蛇蝎美人，威名赫赫。就在众人坐立不安的时候，一道淡淡的略带几分苍老话语，夹杂着几分笑意，却是出现在会厅当中。哼，老夫有些事耽搁了，还望女王陛下莫要怪罪。伴随着话语的出现，3道苍老的身影联袂从幕后走出，伴随着他们的出现，下方的那10几位加玛帝国高层也是缓缓松了口气，像是找到了主心骨一般，纷纷起身开始行礼。毕竟面对那威名赫赫的美杜莎女王，对于他们的压力来说太大了。萧家大长老虽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但是见到此情此景，也意识到了这位看起来和萧炎交情不浅的高傲女子很不简单。你们3个老家伙倒是形影不离。美杜莎女王见到嘉刑天等人的出现，反而也是摇了摇头，语气中也是夹枪带棒，带着浓浓的不屑。那3人正是嘉刑天、法玛还有海波东。不过面对美杜莎女王的嘲讽，他们3人也只能苦笑一声，将之接下。毕竟都是同一时期的人物，如今美杜莎女王突破到斗宗，而他们3个还卡在斗皇层次，一下子就显得很尴尬了。就在这个时候，另一道通报的声音也是恰到好处的响起：云岚宗宗主云韵到。伴随着话音的落下，大门口处也是出现了一道身着白衣、扎着凤冠发饰、雍容华贵的倩影。而伴随着他的出现，有人也是下意识的起身想要行礼。要知道在以前，加玛帝国皇室和云岚宗的地位可是差不多的，礼数上自然也相同。但是更多的人却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一旁显得悠然自得的青年。毕竟经历过云岚山上一役，他们都知道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家伙才是在座里面最强的，也是和云岚宗关系最不好的。然而就在此时，萧炎却是带着微笑，遥遥地摆了摆手，和他打了个招呼，随意道：好久不见，云韵，没想到你也来了。事关重大，云岚宗也不能置身事外。面对萧炎的话语，云韵也是抿了抿嘴唇，旋即开口解释道。只不过2人的这番交流，却是让很多搞不清状况的加玛帝国高层懵了。不是说萧炎和云岚宗的关系很恶劣吗？怎么他们像是没事人一样还在交流啊？什么？消息是假的？他们很多人并没有在现场观看，而是后面道听途说，只知道萧炎在云岚宗大闹了一场，展现出了强横的实力，最后还安然下山，对于云岚宗上发生的细枝末节并不清楚。而更多的消息反而被嘉刑天、法玛等人联合起来封锁了。就连萧家大长老此时此刻也是丈二摸不着头脑，不过干脆他也不去想了，放开了心神，将一切都交给了萧炎。反正大长老他什么也不知道，就是被萧炎拉过来当个萧家代表。伴随着所有人的到来，会议也是正式开始了进行。大厅中，首位之上，黑袍青年微笑而坐，在其左侧处坐着俏脸冷漠的美杜莎，右边则是一脸放空思绪的萧家大长老。至于嘉刑天、海波东、法玛3人，则是分别坐在了距离萧炎不远的右手边，云韵则是坐在了左侧。至于剩下的所有人，都是坐在了下方的席位之上。既然大家都已经到齐，那我们便开始谈正事吧。今日召集众人，我萧炎不是为了别的，只是想和各位商量一个事，还请各位行个方便。听闻这般话语，下方众人都是连忙凝神，屏住了呼吸。整个大厅中顿时静得只能听到呼吸的声音。萧炎思绪万千，想到了上一世的这一幕，内心中也是充满了几分复杂和唏嘘的神色。但很快，他便是将这般思绪从脑海中驱散，也不废话，当即便是进入了主题。想必各位也知道，加玛帝国的实力放在周围算得上是不错，但是在这斗气大陆的西北地域，地位可算不上高，甚至还低上不少。诸位身为加玛帝国中人，我想你们也不甘心于这般局面吧？听闻萧炎的话语，众人都是微微颔首。往日加玛帝国纵然有着皇室和云岚宗共同支持，但在整个西北地域也顶多算得上中等，甚至还差一些。毕竟最近几十年来，加玛帝国可是并没斗宗强者的出现，连带着就算从加玛帝国出去的人，在这西北地域上报上名号来，也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海波东对此深有感觉，属于他麾下势力的米特尔家族，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拍卖会始终被限制在加玛帝国境内，难以向外发展。也是他第一个忍不住看向了萧炎，开口道：“萧炎，你打算做些什么？直接说吧，别卖关子了。”听闻海波东的话语，萧炎也是微微一笑，旋即坐起身来，一只手撑在面前的桌子上，眼神犀利，一字一句的开口道：“想必诸位也应该知道了我萧炎的一些打算。帝国内拥有着强大的势力，也将会使得所在国地位提升。我萧炎也是加玛帝国中人，不甘忍受这等局面。如今将诸位招来，便是希望我们可以共同组建一个更为强大的联盟来，相互守望，提升加玛帝国的地位。”听闻萧炎的话语，顿时大厅中寂静了几分，不少人都被萧炎的话语所震慑。而至于主位上的几人，除去一头雾水的萧家大长老之外，剩下所有人都早有耳闻，和萧炎通过气，对此倒也并不是一无所知。寂静持续了片刻之后，这才有人举手发言道：“萧炎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几大家族宗门整合起来，共同形成一个单一的势力。”萧炎的目光望去，发言之人乃是帝国三大家族之一穆家的人穆晨。对于这此人，萧炎也是有着几分好感，毕竟上一世对方曾有意无意地帮助过他。哼，穆晨先生，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并不是如此，而是我们一同建立一个守望相助的联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时，这个联盟也会保护联盟中人的共同权利。加入联盟之人都要将联盟视为主题，维护其利益。相对应的，联盟也会保障联盟中人的权利。同时，联盟之中会成立培养天才的堂口。你们各大家族势力宗门都可以将优秀的弟子推荐进去，从而获得整个联盟的训练和培养，他们的成就也会远远超过你们最初的预期。听闻萧炎的话语，在座许多人的眼神都是陡然一亮。若是按照萧炎所说，那就是整个联盟集中资源培养天才，这样一来，可比之前各家族各种门独自培养要好得多。不过也有不少人担心，这成立的联盟会成为萧炎的掌中之物，这样一来，那联盟的成与否，又和现在有什么不同？有人发出了提问，但萧炎对此也早有预料，当即便是微笑着开口道：“联盟并非是个人所有，将会设立长老院，作为联盟的最高决策机构，依靠票数来决定方针。纵然是盟主，也只能享有3票的票数。诸位如今在联盟之初加入其中，每家都是在这长老院中有着一席之地。若是日后，恐怕便没有这么简单了。”伴随着萧炎的话语落下，下方犹豫的众人神色开始动摇了起来。然而此时，上方的海波东却是笑呵呵地开口说道：“呵呵，我代表米特尔家族同意加入联盟。”而伴随着海波东的话语出口，嘉行天也是点了点头，出言道：“我代表皇室同意加入联盟。”一旁的法玛也是了然地开口道：“我代表加玛帝国炼药师公会同意加入联盟。”另一边的云韵也是深深地看了萧炎一眼，旋即轻轻开口道：“我代表云岚宗同意加入联盟。”主位之上的几人纷纷开口，下方的人再傻也是明白了，他们早就商量好了，如今只不过是通知他们而已。当即也是放弃了矜持，纷纷出言加入了联盟。主位之上，萧炎的嘴角挂着微笑，望着这一幕，待得最后一名势力代表宣布加入之后，朗声道：“那么，我在此宣布，联盟从今天起正式成立。”伴随着萧炎的话语落下，今日此时此刻，联盟正式成立，加玛帝国几百年以来的格局再度发生了变化。联盟，好名字！嘴中细细地念叨了一下这个名字，嘉行天目光转向一旁微笑的萧炎，带着几分恭维，微笑道：“日后这联盟的地位恐怕会远远超过云岚宗，还希望到时候的联盟能够带领加玛帝国在西北地域建立一番风云。”嘉行天的话语也是引起了在座诸多人的认可，纷纷鼓起了掌。毕竟台下的那些实力代表们都很清楚，以他们的实力和家族势力，都很难介入联盟这等庞然大物之中。若不是联盟初成立，还需要人手，那这等好事是远远轮不上他们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是格外的卖力，表现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被隔绝出局。而在此最为心塞的，正是纳兰家族的老家主纳兰杰。此时越是看着在那主位之上执掌风云、高高在上的黑袍青年人，他也是感觉到心中泛起的一抹苦涩，也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情绪。在短暂的鼓掌声中，他鬼使神差地开口道：“既然这联盟已经成立，自然需要一位能够统帅全局的盟主，而这个位置，我看只有萧炎能够胜任。我纳兰杰代表纳兰家，推举萧炎作为联盟盟主。”而伴随着纳兰杰的话音落下，下方的众多加玛帝国实力代表也是回过神来，纷纷出言支持。纳兰杰说的对啊，联盟盟主只有萧炎能够胜任，我们都支持萧炎成为联盟的盟主。而面对下方的局面，主位的几人也是露出了几分意外的神色，不过很快他们便已经了然。于情于理，嘉行天和法玛等人都没有要染指联盟盟主的意思，相反，他们还很期待萧炎成为势力的领头人。毕竟有着这样一位年轻有为、实力强横的盟主，
谁也不知道日后他的成就会有多高。与其在这1亩3分地的利益上纠结，不如放手，做一个顺水人情。毕竟真正竞争，他们也不可能竞争得过人家。而萧炎这时候也是伸出手来，向下压了压，面露微笑，环视众人，朗声开口道：“承蒙各位，那我萧炎便当一回这个炎盟盟主。炎盟非萧炎一人所有，日后成就还得依靠在座的诸位元老。一切都在按照萧炎的预料中进行。炎盟成立之后，众人直接便是在加玛帝都皇宫之中举办了一场酒会，主宾皆欢。在大厅的一阵笑声中，这个加玛帝国最为庞大也是最为强盛的势力，也是终于成型，让萧炎的心底也是放下一块石头。他相信有着炎盟的存在，众人的利益链已经绑死，这样的加玛帝国如今已然是铁板一块，即使魂殿想要再度派人潜入，也需要花费很大的功夫。萧炎作为日后炎盟的主人，也是被不少人敬了酒。酒会过后，众人散去，萧炎也是来到了一处安静的不被打扰的地方休息，抬起头来仰望着那漆黑深邃的夜幕，其上还点缀着无数灿烂的繁星，在这般星空之下，仿佛一切都显得极为渺小。沙沙，清风拂过草地，发出细微的声音。萧炎没有回过头，而是双手枕在脑后，遥望远方，淡淡的说道：“你来了。”一旁的美杜莎女王也是悄然出现，她的眼神中带着些许意外，虽然没有故意隐瞒自己的行踪，但还是有意压低了气息。但她没想到，即使这样，也能被萧炎察觉自己正在靠近。不过，既然已经被识破了，美杜莎女王的性子也让她不会退缩。当即，她便是当即走到萧炎身边，离得很近，萧炎能够嗅到淡淡的香气，而美杜莎女王却是盯着他，声音冷淡的开口道：“东西呢？”萧炎收回视线，歪了歪头，有些疑惑的道：“什么东西？”听闻此言，美杜莎女王气不打一处来，不过她并没有发作，只是语气变得冰冷了起来：“能够让我蛇人族老同意加入你这炎盟的东西呢？”听闻此言，萧炎这才反应过来，美杜莎女王这是在要什么，当即挠了挠头，旋即带着几分笑意出言道：“那个东西现在不在身上。”听闻这半句话，美杜莎女王柳眉倒竖，面若冰霜，一股冰冷的气息在周围发散，显得相当骇人。只不过萧炎对于美杜莎女王表现出来的气势，面上不动声色，却是在心里暗道：对，没错，就是这个味，太对了。就在气氛越来越压抑之际，如同即将引爆的炸药桶一般，即将爆发之际，萧炎却是笑着开口道：“别急，你看。”话音落下，萧炎却是从手指上的那戒中取出一道卷轴，递给了美杜莎女王。后者皱着眉头将之接过，冷冷地说道：“这是什么？”萧炎则是摸了摸鼻子，眼神眺望向远方，随意地说道：“没什么，天魂溶血丹的药方罢了。蛇人族答应加入炎盟，除去与其余势力同等的元老之位和利益之外，我再答应额外炼制一枚天魂溶血丹，以个人名义赠与蛇人族。”听闻萧炎的这番话语，美杜莎女王先是微微一怔，旋即俏脸上就是泛起一抹绯红，而萧炎也是看向她，面露微笑，缓缓说道：“作为提升下一任美杜莎女王先天资质的珍贵丹药，我想她在蛇人族老的心目中分量应该相当之重。”美杜莎女王也是微微攥了攥拳头，罕见的浮现出一抹羞恼的神色。不过她张开嘴想要反驳，但却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事实正是如此，她干脆冷哼一声，旋即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而萧炎望着美杜莎女王离去的背影，也是在捂着嘴开始偷笑起来。时间飞速流逝，3天之后，将一切都安排好的萧炎已然做好离开了加玛帝国的准备。他的下一个目标不是别处，正是黑角域。大岭城之外，一道黑袍的身影缓步走出，分辨了一下方向后，便是脚下轻点，整个人升上高空，朝着远方飞去。这道黑袍人影正是萧炎。大岭城距离加玛帝国的边境线只有几百里的路程，除去边境的镇鬼关3座要塞之外，是距离加玛帝国边境线最近的城市。真是熟悉的地方，好怀念啊！望着身下熟悉的景象，萧炎带着几分唏嘘，眼神中充满了缅怀，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喃喃自语道：“上一世第一次路过大岭城，自己偷偷摸摸，宛如蝼蚁，只能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憋屈不已。然而重活一世，这一次自己堂堂正正自高空之上掠过下方这片土地，却没有一个人敢称不是。离开加玛帝国边境的3座要塞，向着东面行进个几百里，再穿过一些小国和部落，便是能够进入那片闻名整个斗气大陆的特殊区域——黑角域。在这里，因为特殊地形的缘故，几乎成为了全大陆最混乱的区域。无数各国的逃亡强者落难到此处，以丛林法则构建出了一片只属于他们生存的天地。那里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有的只有弱肉强食。换句话说，那片地方只认拳头的大小。不过似乎是物极必反，在那全大陆最混乱的地方，中心之处赫然伫立着一座闻名整个斗气大陆的学院，
迦南学院。虽然黑角域充满着血腥和混乱，但在迦南学院的一定范围内，便是处于和平区域，几乎无人胆敢侵犯。可惜，以我现在的实力，想要强行撕开空间，构筑出横跨加玛帝国到黑角域的空间虫洞来，还是有些太过勉强了。萧炎喃喃自语道：“地境灵魂足以抗衡甚至灭杀一般的斗圣强者，但如今的自己却是虚弱不堪，就连斗尊可以动用的空间虫洞都难以构筑，得是时候找个机会，想法子将灵魂修复了。如今也只能慢慢从加玛帝国飞过去了。估算一下时间，也应该晚不了多少。”潜意识的自己一上云岚宗之后，回到萧家，暴怒后二上云岚宗，重伤逃亡，一路之上也是耗费了大概1个半月的时间才赶到了黑角域。而如今没有那么多波折，再加上自己的行进的速度只会远超上一世，如今纵使是离开加玛帝国的时候走得晚了一些，也是能赶上黑印城的那一场拍卖会。萧炎之所以着急的离开加玛帝国，前往黑角域，也正是有着这样一个因素。那一场拍卖会中有着萧炎势在必得的东西，竟连妖火的一份残图就出现在黑印拍卖会之上。那个东西事关重要，也是萧炎后期最重要的战力之一，他不允许出现任何变动。对于那份残图，萧炎势在必得，谁敢阻挡他获得净莲妖火的残图，萧炎不介意直接送对方去死。心念一动，萧炎深吸一口气，原本已经极快的速度再度加快了几分，在高空之上划过一道青色的流光，便是朝着远方飞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天边。3天后，黑角域黑域大平原，一望无际的平原，放眼望去尽是单调的黑色，映衬着那略微有些昏暗的天空。一股压抑并且令人心情烦躁的气氛缭绕在平原之上，在这种有些诡异的地方，也难怪会滋生出那些混乱规则。安静的平原之上，一道流光自高空上飞速闪过，速度极为快捷，带着轰鸣的破空之声，如同闷雷般的炸响，在平原之上扩散，随后逐渐消散。那道划破天空的流光，不是别人，正是萧炎。全速飞行之下，萧炎的视野中尽皆是千篇一律的枯燥景象。在有一次飞过一个山头之后，萧炎微微抬起头来，眼睛陡然一亮，只见远远的一片片的连绵大山，在那一座山岭的脚下，一座由漆黑巨石累积而成的庞大城市，若隐若现地现出了模糊轮廓。在那城市的4方城门处，还能隐约看见密密麻麻的小黑点，犹如蚂蚁般汇拢着涌进城市那巨张的黑暗大口中。而在那巨大的城门之处，还书写着3个漆黑的大字：黑印城。总算是到了，看样子似乎我来的不算太晚。缓缓的，萧炎吐出一口浊气，脸上露出了缓和的神色。在那黑印城的入口之处，人颇为多，看样子黑印拍卖会还没有正式展开。眼珠一转，萧炎悄然落在一处距离黑印城较近的密林当中，旋即将黑袍的兜帽戴上，隐匿了气息，沿着大路朝着黑印城的方向赶过去。跟随着人流，萧炎慢慢悠悠地混迹在其中，没有引起任何的注意，便是悄然混进了黑印城当中。通过前世的记忆，萧炎知道黑角域中也是隐藏着魂殿的人，需要小心谨慎的行动，不能打草惊蛇。萧炎来到黑印城的时间很是凑巧，第2天便是黑印拍卖会召开的时间，已经等不及的萧炎干脆放弃了参加黑印拍卖会，而是打算加一些速。他先是随意找了一家旅馆，下榻其中，静静等待着时间的流逝。待得天色昏暗，月明星稀，进入深夜之后，萧炎便是推开窗户，整个人如同鬼魅一般，悄然离开了旅馆。因为有着上一世的记忆，仗着自己强大的灵魂力量，萧炎朝着8扇门的总部找了过去。黑印城是黑角域大势力之一，8扇门的地盘，萧炎对此很是清楚。上一世那8扇门可是加入了寒风的黑盟，而那8扇门的门主元一更是屡次对萧炎身边的人出手。这一次萧炎没打算放过他。8扇门总部密室之中，一道雄壮的身影盘膝坐在地上，双手结出印记，正在缓缓地修炼着。陡然间，元一睁开了眼，额头上一股股的冷汗冒出。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却是自他身后响起，夹杂着些许冷意，回荡在密室之中。好久不见，元一门主，别来无恙啊！元一冷汗直冒，心头警铃大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强者，竟然能够悄无声息地潜入他的密室当中，并且还能在自己未察觉的情况下，距离自己如此之近。饶是现在对方已经开口暴露出自己的身位所在，元一依旧没能从身后察觉到一丝一毫的气息。这也就是说，如归对方想要自己的小命，恐怕轻易便能做到。这般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斗皇的范畴。难道是来者竟然是一名斗宗强者？一时间，元一的心头泛起了万千思绪，他不敢开口。一直到那发出了问候的身影缓缓踱步，就那样从自己的身后走到了自己的身前，他这才松了口气。对方没有第一时间对自己下达杀手，那就证明还有的谈。前辈，不知深夜来找袁某有何要事？
袁一低下头来，姿态放得很低，眼神中充满了惊恐的神色。他知道，在这间密室里，若是对方发难，自己只会死得悄无声息，如同人间蒸发一般，不会被任何人察觉到动静。萧炎负手而立，望着面前俯首认怂的袁一，脸上并没有表露出什么情绪，只是眼底的深处带着一抹森然的寒意，就那么死死地盯着后者。说起来，自己和袁一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的仇恨，不过上一世，后者却是跟随着寒风入侵迦南学院，想要抢夺陨落星岩，后面直接加入了黑盟，处处和迦南学院以及萧门作对。光是萧炎的二哥萧厉就被袁一亲自出手追杀了不下3次，若不是他命大，敢狠敢拼，恐怕早已经殒命。重来一世，萧炎依旧对于这帮人没有好感，若是有机会，他不介意将这帮人全部尽数灭杀。袁一，我给你个机会，将明天黑印拍卖会的宝物全都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一命。萧炎声音平淡，缓缓地开口说道，但是话语却是如同重锤一样，重重地砸在了袁一的胸口之上。他的面容旋即一变，猛然抬起头来，失声道：“你是为了那些宝物前来？”袁一千算万算也没想到这个结果，不过很快他便是意识到了什么，额头冷汗直冒，低喝道：“这位阁下，那些宝物不是袁某所有，袁某只是代为拍卖。那些宝物背后的人并不简单。”而萧炎却是眉头一挑，继续语气平淡地开口道：“本座不管，你只有2个选择，一是交出宝物来，我放你一命；至于第二，则是我当场将你击杀，然后再慢慢找，无非麻烦一些罢了。袁门主，你自己选吧。”听闻萧炎的话语，袁一的心头都在滴血。对方为了求财而来，还明确地盯上了那些拍卖物，那可不是一笔小钱。这一次只怕是八扇门要大出血了。而且这一批拍卖物的价值之丰厚，恐怕要可不一般，甚至有可能让八扇门搭进去10年的收益元气大伤。而且更重要的是，黑印拍卖场多年以来累积的招牌也被砸了。试问以后还有谁敢将宝物给予黑印拍卖场拍卖？袁一本还想再挣扎，但当看到萧炎的眼神中那抹淡漠的意味，他便是心头一颤，那些不舍和贪婪当即消退而去。阁下，这便是此次拍卖会所有的宝物，还请过目。恭敬的，袁一从怀中掏出一枚漆黑的纳戒，双手呈放在地上。萧炎催发斗气，那枚纳戒便是凭空飞起，轻飘飘地落在了他的手中。灵魂力量透体而出，深入纳戒当中。萧炎粗略地将之扫过，很快伴随着微弱的光芒一闪，一张残破不堪的布片便是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此物正是净莲妖火的残图。萧炎心头缓缓松了一口气，将一块石头放下，而那元一也是瞳孔紧缩，低声说道：“阁下，还请遵守诺言。”听闻这番话，萧炎点了点头，嘴角上扬，挂起了一抹微笑，旋即道：“好啊。”话音落下，元一也是悄然间松了口气，这才意识到自己背后的衣裳已经被彻底打湿了。就在他盘算着这次的损失，心头还在滴血之际，陡然间，密室内一道劲风凭空出现，朝着元一爆射而去。砰！猝不及防之间，元一当即受到了重重的一击，当即目刺欲裂，整个人被轰飞开来，飞过10数米的距离，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噗嗤！他顿时喷出一口鲜血，面容上充满了惊怒，当即看向身前，暴喝道：“你竟然出尔反尔！”而萧炎却依旧保持着淡淡的微笑，缓缓踱步，朝着已然重伤趴在地上的元一走去。脚步在隔音的密室狭小的空间中回荡，犹如丧命的钟声一样，让元一冷汗直冒。而当萧炎走到元一身前，一只脚重重地踩在了后者的脸上，这才悠悠开口道：“本座可没有出尔反尔，答应饶你一命就饶你一命。”说到这里，萧炎的眼瞳中寒光冒出，随意道：“只不过你这身修为就没必要留着了。”话音落下，萧炎脚下猛然用力，属于地境的灵魂两陡然爆发，在一瞬间便是彻底侵入元一的体内，将他丹田直接击碎。元一当即口喷鲜血，陷入了昏迷当中。萧炎也没去管他，气旋被击散，丹田已废，元一从此刻起已然成为了一个废人。在黑角域这等弱肉强食的地带，被废了修为的元一，下场将会十分凄惨，根本用不到萧炎来动手。而至于八扇门，在黑角域这等充满了混乱与鲜血的地带，没有了元一的存在，被吞并只会是迟早的事情。悄然离开了密室，萧炎脚下轻点，在鳞次栉比的房屋之上不间断的跃起落下，很快便是在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之下，回到了下榻的旅馆之内。药老已经迫不及待地显露出虚幻的身形，对于萧炎的举动和收获，他也很好奇。只见他抚摸着胡须，带着几分笑意，开口道：“小炎子，看看收获如何？”不用药老催促，萧炎也是打算整理一番收获。不过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宝物，萧炎上一世也是拥有过：3000雷动、雷符天翼、地心火之。萧炎缓缓地将那戒中的物品一件件的取出，药老在一旁也是不断地查看指点着。
对于萧炎的这一次收获，饶氏药老也感到惊喜。能够出现在这黑角域3年召开1度的黑印拍卖会时候的拍卖品，没有一件是凡物，最低也是精品。就连其中凑数的物品，放在外界，那也是会受到不少人的追捧，甚至还会因此爆发争斗。伴随着萧炎的不断取出，那戒中的物品也是逐渐变少，很快只留下了最后一件物品。而此刻萧炎的脸上也是浮现出一抹犹豫的神色，他知道接下来这件物品对于药老的刺激恐怕有点大。这次可真是收获不菲啊，小家伙，你算是发财了。一旁的药老也是在笑眯眯的不断点评着，尤其是对于那地阶低级的身法斗技3000雷动表示出分外的赞叹。据我所知，这3000雷动好像是大陆中州风雷阁的秘传身法斗技，习得之后身形转换如闪电一般，速度惊人，即使是一名大斗师将之学会，也能足以和斗灵正面抗衡，立于不败之地，面对斗王也能逃得一线生机。而就在此时，药老也是注意到了萧炎的表情变化，随后将那3000雷动随手放下，带着几分关切地问道：怎么了，小家伙，你有心事？听闻药老温和的话语，想起上一世的种种，萧炎深吸了一口气，眼神陡然间变得坚定了起来。他在心中暗道：老师，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你再被魂殿抓走，遭受到非人的折磨。而且那个心胸狭窄背信弃义，让您沦落到如此地步的叛逆之徒，我也不会放过他。旋即萧炎不再犹豫，而是当即从那戒中再度取出一个小小的方盒，随后将之打开。精美的盒子中垫满了昂贵的金丝软布，而在那盒子的中心严丝合缝的凹陷处躺着一只小玉瓶。萧炎将那小玉瓶缓缓拿起，把那外表华贵的盒子丢在一旁，掂量了几下，遂然后将那枚小玉瓶递给了药老。老师，请您看看吧。药老没有过多在意，他还以为萧炎把不准这玉瓶中到底是什么丹药，欣然将之接过，随后拔开了瓶塞。一股淡淡的药香伴随着瓶塞的拔开，在这只有一人住的房间中悄然扩散开来，让人心旷神怡，清醒不少。然而在这股药香扩散的刹那，悬浮在半空中半透明的药老的身躯陡然颤抖了起来，旋即紧紧地闭上眼睛，苍老的面皮因为情绪过为波动而不断颤抖。他的面容上一时间惊骇、愤怒、遗憾、心酸、愤恨种种情绪一同交织浮现，显得极为复杂。萧炎没有说话，而是在一旁候着，静静地看着药老，等待着他平复情绪，同时他的眼神中也是闪过一抹复杂和寒光。饶是以药老这等风轻云淡的性子，都能被这小玉瓶中的物品震惊得久久能不自己，可见当初寒风那个畜生带给药老的伤害有多么严重。好，伴随着丹药的倒出，一声如同虚幻一般淡淡的龙吟凭空响起，一枚龙眼大小的金色丹药出现在药老的手中。丹药表面极其圆润，其表皮隐隐呈现透明，能看到两道如同细线一样的金色气流在丹药之中不断的交织流转。果然是阴阳玄龙丹。寂静之中，药老低低的喃喃自语，语气中充满了压抑愤恨，还有隐藏的暴怒。萧炎知道这是为何，只因为那阴阳玄龙丹的药方乃是药老的独创药方。缓缓叹了口气，萧炎装作一知半解，对着药老开口询问道：老师，这枚丹药怎么了？药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了看在他身边平静等候的萧炎，有如同像是看到了某个往日的幻影一般。阴阳龙玄丹的药方乃是为师独创，这个大陆上能够炼制出这种丹药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我，而另一个则是那个曾经被我视为最完美的学生继承者。他的炼药天赋比起之前的你也差不了太多，我在他身上付出的心血也是不比你弱。在他尚且还是婴儿的时候，我把他从废墟里面抱出来，视为亲子，然而他却为了一些东西背叛了我。简略的压抑着药老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简略的说了出来。萧炎对药老的过往自然清楚不过，但饶是如此，在他再度听到药老亲口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原本认为能够控制住的怒火却是再度涌上了心头。萧炎双拳紧握，压抑着怒火，沉声开口道：老师，其实我知道寒风那畜生如今在哪。听闻萧炎的话语，药老苍老的面容上陡然露出了一抹惊容和急切，只不过还没等他详细询问，萧炎便是开口解释道：老师，在那之前的梦境中，我便是和那寒风打过交道，如今很多梦中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应验，我相信寒风那是师的畜生应该也不例外。听闻萧炎的话语，药老陡然间沉默了下来，面容上满是复杂的情绪。平心而论，虽然他对寒风充满了失望、愤怒还有怨恨，但在那之前，寒风也是他情同父子，视为衣钵传人的弟子。一想到突然间要面对他，饶是以药老的心性也不免充满了淡淡的恍惚。他很想找到寒风，亲口问他一句话：我把一切都给了你，你那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萧炎在一旁望着痛苦不已的药老，
原本紧紧攥住的拳头再度加深了几分力道。他的眼神中闪过一抹凶光，原本准备之后执行的计划，如今也悄然在心底提前几分。老师，明日我便动身前往丰城，为您清理门户。听闻萧炎的话语，药老的面容上反倒是露出了一阵复杂的神色，旋即他长叹一声，那原本被悲痛充满的心中也是浮现出了一抹欣慰和酸楚的感觉。萧炎则像是没有察觉一样，而是沉默了一阵，继续缓缓地开口，再次重复着上一世已经说过的话语，声音也变得轻柔了许多，但是在那之下却满是坚定。不论是在实力还是炼药上，我都将超越他。老师，我会让您知道，您的眼睛不会再看错一次。而药老也是抬起头来，声音中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颤抖，沉重地开口道：好，我药尘也相信，这对老眼绝不再错第二次。萧炎的轻声让药老心中的悲愤稍稍抚平，他的心底深处也是传来了一阵几乎让他潸然泪下的酸楚。当年寒风的背叛对药老的身体上的伤害，其实远不如对他心理上的打击来的严重。那股深入灵魂中的创伤已然成为了药老的一块心病。好在上天并没有那么绝情，在他经历过黑暗的沉沦之后，几经翻转之下，遇到了萧炎这第二位徒弟，也让他看到了希望的光芒。既然已经决定了改变计划，第二天便是动身前往丰城寻找寒风，那么今日的行动便是要提前一些了。萧炎眼睛微微一眯，一抹寒光当即从他的眼神中传射而出，他喃喃自语，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细微地说道：好不容易来一趟黑印城，顺便把该做的事都也一起做了吧，也该去见见那帮老朋友了，甚是想念啊。黑印拍卖会乃是黑角域3年一度的堪称规模最为庞大的拍卖盛事，无数人蜂拥而至，朝着黑印城前来，只为了进入这黑印拍卖会的会场一观究竟。甚至就连不少黑角域有名的强者、强横的势力都被吸引过来参与其中，只为争夺某一项珍贵的宝物，亦或者是罕见的斗技。而萧炎如今的目的正是这样一对慕名而来参加黑印拍卖会的父子，血宗的范老、范灵二人。前一世血宗的范灵带着门内长老出发来参与这黑印拍卖会，而他的父亲血宗宗主范劳也在暗中跟随。这对父子策划了一个局，杀人夺宝，将拍卖下了压箱底的2份宝物的势力中人直接截杀。不过最后却是被萧炎渔翁得利，因为那范灵在拍卖会上与萧炎斗气，强行争夺那净莲妖火的残图，这也是造就了双方恩怨的开始。再然后范劳在大举进攻迦南学院之际，更是直接对萧炎下达杀手，若不是有着底牌，萧炎恐怕就会陨落。而在之后范劳也加入了黑盟，更是直接对萧门、对萧炎的二哥萧立亲自出手，若不是萧炎恰好出关，恐怕兄弟二人就阴阳两隔。对于这2人，萧炎也没有丝毫的好感，甚至还抱有不小的杀意。这对心狠手辣的父子，萧炎是一定要将他们彻底铲除。趁着夜色，萧炎再度打开旅馆的窗户，脚下轻点，飞起落下之间，便是在鳞次栉比的房屋之上悄然飞跃。很快，萧炎的视野中便是看到了一栋高耸黝黑的建筑物，那是黑印城中最大的，也是最为豪华的客栈。范灵这种身份尊贵，并且亲生父亲还是斗皇强者的大少爷，自然看不上一般的旅店，要住就要住最好的。果不其然，当萧炎来到那客栈的附近后，灵魂之力悄无声息地扫过，便是在客栈一处隐蔽的地方察觉到了一抹强悍的阴冷气息。虽然这股气息极其微弱，但是对于地境灵魂来说，却如同长夜中的萤火虫一般耀眼。而除此之外，在客栈2楼的一处房间之中，也有这样一道与这股阴冷气息极度相似，但却微弱了很多的气息。在萧炎的感知中，一共大约有7、8道气息都聚集在那里。让我一番好找啊，范灵大少爷。萧炎眼睛微微一眯起，一抹寒意从中透出，旋即脚下轻点，整个人便是朝着那范灵等人所在的房间迈步走去。少宗主，宗主大人的指示下来了。房间中，一位头发花白、身着血色衣袍的老者恭敬地呈出一副书信，递给了沙发上慵懒靠着的一人。好烦啊，知道了，放那里吧。沙发之上斜躺着一位脸色过于苍白和英俊的青年人，从外表上来看，他的年龄也仅仅只有24、25岁。不过从他体内溢散而出的点点能量气息来看，其实力恐怕在斗灵级别。而在那沙发之上，除了他之外，还有着2名身材火辣的美女，穿着能够将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的衣服。她们长得相当漂亮，只不过在那精致的脸颊之上，却是能看到难以掩饰的淡淡的恐惧，就连身体也在因为害怕而微微颤抖。除了他们之外，门外还有3、4道恭敬站立、气息在大斗师左右的身影。哼，范灵少爷还真是雅兴啊！不知道范劳知道他的儿子如此放荡为民，又会怎么想？一道阴冷的声音陡然自房间之中响起，一瞬间便是引得范灵面色大变。谁？然而他的话音刚刚出口，一股狂暴的力量便是陡然传来，
范林只感觉到自己像是被马车撞了一样，遭受到重击，整个人便是一口鲜血狂喷而出。随后他又感觉到如同铁钳一样的东西握住了自己的脖子，将自己提了起来。保护少宗主！一旁的血宗长老瞳孔紧缩，暴喝出声，顿时有几道藏在暗处的身影直接爆发斗气，撞碎墙壁，闯入房间之中。他们只见到一道身着黑袍的人影傲然而立，手中是狼狈不堪的范林，而边上则是躺倒在地已然殒命的血宗长老。萧炎也是眼神微冷，旋即冷哼一声，几道劲气凭空激发，当时那些闯入之人的心口当即被贯穿，死于非命。就在这时，一道阴冷强悍的气息伴随着一道压抑暴怒的声音传来：谁敢对我儿子动手？一刻都没有因为范林的被擒拿感到悲伤。来到房间之中的是血宗宗主范劳，他眼睛微微眯起，苍白的脸颊上压抑着难以言喻的暴怒和压抑，视线环视，只见破损的房间中到处躺着血宗之人的尸体，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被人如同拎着小鸡仔一般的抓在手中，满身鲜血，凄惨不已。不过以范劳的感知却是能察觉到，范林虽然手上极其严重，但还是有着一丝微弱的气息。放了我的儿子，我答应给你留一个全尸。看着那房间中悠然站立的黑袍人，范劳缓缓地开口说道，语气中满是霸道和命令，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容置疑。哦，好久不见啊，范劳宗主。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只见那道神秘的黑袍人对于他的威胁没有感到丝毫惊慌失措，甚至不紧不慢地打了个招呼。次日一大早，一道震撼的消息如同狂风卷袭而过，传遍了整个黑印城。在黑印城最大的客栈之内，血宗的范劳、范林父子竟然双双身死，死相也颇为凄惨。阁下是谁？我们见过吗？随后也不停留，萧炎脚下猛然一点，整个人几个闪身之间便是消失在了夜色当中。范劳的眼神暗淡下来，气息消散，直到最后死亡之前，他都不知道那神秘的黑袍人到底是谁。至于萧炎，则是随意地将二人手中的那戒取下，随后淡淡地开口道。范劳的瞳孔骤然紧缩，他甚至没有看清对方是怎么出手的。咔嚓！然而他的希望注定要落空。只见那蕴含着他全部斗气的大雪菩提，距离萧炎越近，速度便越是缓慢，直到最后，在距离萧炎还有3厘米的时候，彻底停滞了下来。不，这不可能！范劳当即脸色一变，低沉道。只不过就在此刻，萧炎却是缓缓地开口，吐露出一番话语，语气平淡，但让人不寒而栗。一位斗皇在黑印城被杀，引起的渲染大波让无数人震惊。随后，他们将目光放到了同样拥有斗皇强者的巴善门，希望他们能够安抚人心，给个说法。然而，那一向高调的巴善门门主元一却是已然销声匿迹，就连巴善门的人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你敢杀我儿子，不管你是谁，都要死！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做出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今天一早便是离开了黑印城，早已经消失不见了。黑角域中心一地，绵延山脉之外，一处名为丰城的城市坐落在此。城市并不大，然而在黑角域中却是拥有者举足轻重的地位。原因为他，只是因为黑角域的药皇寒风居住在此地。既然你已经出来了，那他也就没用了。捐欧元曾勤劳，捐欧元帮物，看捐欧元帮。然而下一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响声，范劳身上的血色铠甲便是陡然破碎开来一个大洞，而他整个人也是直接倒飞而去。听到了萧炎的话语，意识到他要做什么的范劳当即脸色大变，旋即他脚下猛然一点，澎湃的血色斗气自体内激发，覆盖在体表之上，便是朝着萧炎迅猛地扑了过去。砰！一时间竟然是引起了轰动。要知道，那血宗范劳可是在黑榜有名，更称得上是血宗的10大强者之一。作为黑角域中炼药术中的第一人，早已经成为6品炼药师的寒风，在众多势力乃至强者心中有着颇高的地位。当然，一名6品炼药师，即使是放眼整个黑角域，那也是颇为罕见。就算是寻常斗皇乃至斗宗强者，与之见面都得客气3分。毕竟谁都知道，一位6品炼药师拥有着何等的号召力。封城的最深处，一片竹林深处，有着一座清幽的竹楼，如同翡翠一般。在那竹楼临窗的房间之中，一位身着一身炼药师衣袍盘膝而坐，而在那炼药师衣袍的后背，则是纹着一个大大的烫金文字。原本还在忌惮中的范劳，当即眼睛一直，双目通红。即使是他这样的人渣，但当目睹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被生生在面前击杀，已然是陷入了暴怒的状态。当即澎湃的斗气朝着他的身上凝聚，随后一柄血色的长枪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凝聚了范劳全部的斗气。他压箱底的斗技底牌被施展了出来，大血扑踢。随后他看向沙发上，那里蜷缩了2个瑟瑟发抖的女孩。在之前的一番大战中，他们目睹了一切，但并没有受到伤害。范劳的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
然而，更让他难以接受的一幕再度发生。只见那道黑袍身影伸出一根手指，随后在大血菩提上轻轻一弹，而那凝聚了范劳全身斗气的大血菩提，则是直接倒飞回去，一瞬间便是贯穿了后者的胸膛，随后朝着远方爆射而去，化作一道血色的流星，消失在了天边。你到底是谁？整座黑印城，还有周边的地域，都陷入了恐慌当中。略微思考一下，萧炎随手从范灵的那戒中取出一袋钱币，然后屈指微弹，丢到这两个女孩的面前，淡淡的说道：“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去做些正经的工作吧。要怪，就怪你们以前惹过我吧。”血色的长枪如同流星一般，一瞬间划破虚空，朝着萧炎爆射而去。范劳的眼神中也蕴含着无穷的期待和杀意。去给我的儿子陪葬吧。风，此人正是韩风。只见他双目专注地盯着手中的一张药方，心无旁骛，显得极为专注。然而这份专注却在某一个瞬间被打破。只见那低垂着脑袋紧盯着药方的韩风猛然间打了个哆嗦，整个人下意识地抬起头来看向前方。然而一道身着黑袍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那里。顿时韩风整个人冷汗直冒，望着那如同鬼魅一样不知道何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黑袍身影，韩风整个人冷汗直冒，面容上充满了惊骇的神色。下意识的他猛然提起全身斗气，不过就在这个刹那之间，那道身着黑袍的身影陡然动了起来，整个人当即消失在韩风的面前。砰！随后一阵沉闷的拳肉交击之声传来，韩风只感到胸口前剧烈一痛，整个人眼前一黑，伴随着一阵天旋地转的失重之感，整个倒飞而出，砸塌了小竹楼的墙壁，随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溅起了一片灰尘，整个人显得相当狼狈。不过韩风的经验和脑子，相比起已经殒命在萧炎手中遭重的元一和范劳父子来说，要高出太多了。当即他直接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不顾身上那精美的炼药师衣袍上满是泥土和断裂的草叶，急忙开口道：“前辈，不知您找韩风何事？如果是炼丹，身为6品炼药师，韩风的眼界远不是寻常的斗皇强者所能比拟的。就是在刚才悄然的接触中，韩风才察觉到那神秘出现的黑袍人实力之恐怖。要知道，他可是以感知敏锐而闻名的炼药师啊！在这种情况下，被人逼近在身前都没有丝毫察觉。除此之外，他还是9星斗皇巅峰的修为，却连对手的动作都没看清，一招之下打得如此凄惨。若不是对方出手之间没有要了他性命的想法，恐怕一个照面，韩风就会死于非命。他深深的知道，这等强者不能轻易得罪。而如今对方气势汹汹前来，自己要做的就是赶紧展现出自己的价值来。这位前辈，在下韩风，略有薄名，在黑角域被人称为药皇，足以炼制6品的丹药，哪怕是7品丹药，也有可能炼制成功。还望前辈高抬贵手，放韩风一马，我必定备足厚礼。韩风可所谓是卑微到了极致，面对刚才暴打了他的黑衣人，他没有任何动怒，而是低下头来恳请对方的原谅。伸手不打笑脸人，韩风自信，只要自己先低头认怂，对方就不会出手。果不其然，那黑袍人脚下轻点，身形如同鬼魅一样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前，并没有出手。韩风不由得松了口气，旋即大脑飞速旋转，斟酌着自己接下来的语言。萧炎深深地看了一眼面前的韩风，容貌俊朗，仪表堂堂，除去刚才被自己揍了一顿导致的些许狼狈之外，气质甚佳。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会做出那等令人深恶痛疾之事。然而萧炎很清楚，韩风不仅能做得出来，甚至还能问心无愧，安然自得。若不是自己上一世曾见过他的嘴脸，说不定能真的有着几分可能会被他蒙混过关。你这等出生不如的人物，如今竟然还有脸胆敢提起这件事。萧炎眼神中闪过一抹寒芒，面对那在他身前低头卑微的韩风，当即出言怒斥道：“你这一身炼药术又是出自何人？而你又是怎么对待他的？老子真的恨不得把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直接捏死！”萧炎发出咆哮，听闻他的话语，韩风的面容当即一变，整个人浑身一颤，心中大骇，泛起惊涛骇浪。怎么可能？他是谁？怎么会知道此事？莫非是那老头以前的朋友？不过当务之急是保全自己的性命，韩风当即不动声色，装出一副悲愤的被冤枉的委屈神色，低喝道：“前辈，你到底在讲什么？在下一身炼药术乃是家师所传授，至于家师的下落，我也不知道啊。若是前辈您认识家师，知道他的线索，还请告诉韩风，韩风必有厚礼感谢。”韩风卖力地表演着，一番话语说得声泪俱下，用情之深切，可谓是入木3分。若是不明白真相之人听闻，说不定就会被韩风的表演所打动，相信他。但是萧炎对此却只是冷笑一声：“好啊，既然这样，那你就跟他直接谈谈吧。”话音落下，不顾韩风那陡然间变幻的神色，萧炎心中呼唤道：“老师，该您出马了。”
伴随着萧炎的双目微微闭合，一道虚幻的充斥着暴怒的厉声呵斥，陡然间出现在这寂静的竹林当中。孽畜，你可还认得老夫是谁？暴喝中夹杂着愤怒、失望，还有难以掩饰的酸痛决绝。声音之大，用力之强，一时间盖过的飒飒的风吹竹林之声，顿时鸟兽作散，瑟瑟发抖。一道略显虚幻的苍老人影凭空出现在了萧炎的身边，一手背负在身后，一手直接指向了寒风，面容上充斥着冷意。而见到那陡然间出现的虚幻身影，寒风整个人当即颤抖不已，面色死灰。原本想要挣扎出口的话语，此时此刻全部被他吞进了肚子里，嘴中还在不断的喃喃自语道：“不，这不可能，他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寒风怎么也想不到，被他视作噩梦的那个人，竟然再度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看着那苍老虚幻的身影，他整个人就犹如双打了的茄子一样蔫在了原地，双膝一软，一个没站稳，他竟然就那么跪在了地上。周围的气息变得压抑了起来，药老深深地吸了口气，紧紧地盯着面前那让他刻骨铭心的身影。他曾经将之视为最完美的存在，但最后却因为一本功法遭到了无情的背叛。那一柄穿胸而过的利刃很冰冷很痛，但药老的心却被伤得更重。原本他会以为自己很愤怒，但当真正面对跪在自己面前的寒风时候，那满腔怒火却已经不自觉地消散，化作了浓浓的失望和悲愤。如今药老只想开口问寒风一句话，一句盘旋在他心头足足数十年的话。药老微微低下头来，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寒风，声音平淡中夹杂着不易察觉的颤抖，质问道：“寒风，当年你为何要行那等畜生之事，背叛老夫？”寒风跪在地上，垂着头，面如死灰的表情上充满了挣扎。短短时间内便是变化4、5种表情，最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眼神中露出了一抹决绝的神色，旋即便是呜呜出声，露出一副哭丧脸来。随后猛然抬起头，高喝道：“老师，老师，弟子属实冤枉啊！”还不等药老改变表情，只见那跪在地上的寒风没有起身，而是就那样朝着前方挪动了几下，跪在地上高喊道：“是他们逼我的，魂殿的人在我身上下了毒，一旦没有按照行动做事，就会直接身死。还有，老师，还有，寒风当初真的不是故意想要动手的，我本来打算装模作样的演戏，偷袭那木谷老人，但恍惚间他控制了我，打错人了。”一边说着，寒风一边挪动向前，做事就要抱住药老虚幻的双腿。然而药老的眼神中却是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身体不自觉地向着侧方飘走了几步的距离，避开了寒风的动作。这只是微小的几步，但却预示着二者之间关系破裂的不可挽回。药老被他伤得太重了。寒风的身体微微一僵，不过当他偷偷抬起头来，却看到药老的眼神中闪过一抹挣扎的神色，显然饶是以药老的心性，在面对如此沉重的事情时，依旧让他难以抉择。寒风的眼神中不自觉地闪过一抹隐晦的窃喜神色，看药老如今的表现，有机会。然而一旁候着的萧炎却是将一切都尽收眼底，当即面容上就挂着一抹冷笑，旋即开口道：“笑话，寒风，你到现在还在为自己开脱，不肯承认事实，当真畜生一个！哦不，你比畜生都不如，起码畜生还有良知。”萧炎厉声呵斥道，他不准备给寒风这个心狠手辣的小人一点机会，直截了当的出言道：“你说你是被魂殿下毒逼迫，那我问你，为何你不将此事告知药老，甚至没有表现出一模异样的情绪？”听闻萧炎的话语，寒风原本还带着泪珠的脸颊当即僵硬了，支支吾吾的。他开口道：“我，他们给我下的手段很厉害。”还没等他说完，萧炎直接再次出口，打断了他的话语，直截了当的开口道：“那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毒能让魂殿的人用在你的身上，还要让一位堪称斗气大陆第一的炼药师都看不出的毒来？寒风，你当真以为你重要到如此地步？”萧炎不断地指出寒风话语中的漏洞来，步步紧逼。伴随着他的话语，寒风不断地开始支支吾吾起来，额头上也是不断冒出大滴大滴的汗珠来。显然，对于萧炎的质问，他没有任何可以反驳的话语。而萧炎看着这样的寒风，却依旧不肯放过，而是冷哼一声，嘴角上扬，露出一个冷笑来，继续开口道：“你说你试图偷袭那魂殿的木谷老人，他的修为如何？你的修为如何？以你斗皇，当时甚至可能不到斗皇的修为，去偷袭一位斗尊级的强者，贻笑大方。最后你被控制，打错了人，那你事后有没有去寻找，去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来啊，寒风，你继续狡辩啊！”伴随着萧炎一点一滴的话语，看着那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的寒风，药老原本充满挣扎的脸上也是逐渐冷了下来。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着浓浓的悲痛和失望。而感到自己越来越洗不清的寒风，见到药老脸上的神色时，知道自己的感情牌已经打不动了。破罐子破摔的他，陡然间对身着黑袍的萧炎也泛起了一阵莫名其妙的恼火和愤怒。
他死死地盯着萧炎，如果不是这个人，自己还是那个药皇，名声香玉黑角玉，即使是一般的斗宗强者见到他，也会平辈相待。哈哈，老家伙，我实话实说了吧，我就是嫉妒了，怎么了？韩风状若癫狂，也不再装弱势，而是直接站了起来，露出了疯狂的大笑，看向了药老，眼神中露出了一抹难以掩饰的情绪，暴喝道：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肯教我那个功法，非要藏私？若你当初将焚诀交给我，我又岂会去当那魂殿的走狗？都是你的错。如果你直接把它交给我，我还会当你是老师，为你养老送终。可是你却私藏。听闻韩风的话语，药老苍老的身躯猛然一抖，整个人双目微微闭合，苍老的脸颊上浮现出了扭曲的神色。良久之后，他才声音颤抖，语气中夹杂着难以掩饰的失望和悲痛，缓缓地开口道：原来如此，是这样啊。药老没有想到，自己对韩风数十年来视如己出的教导抚养，到头来竟然还比不过一本焚诀功法来。老夫教人还真是失败啊。他先是喃喃自语道，随后又抬起头来，从来到封城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郑重地看向了韩风，缓缓地开口道：我当初便是告诉过你，这焚诀虽然玄妙，但它并不适合你，有着地阶高级的功法，完全可以将之抛弃。如今看来也证实了老夫的话，你当初便是斗皇，以你韩风的天资，10几年来寸步未进，还不明白吗？话音落下，药老也是直接转过身来，朝着远处缓缓飘去，显然不想再去关注之后会发生的事情，悄然远去，只是淡淡的留下了一句充满失望的话语：小炎子，你来替为师清理门户吧。话音落下，药老的身影也是消失不见。萧炎露出一个残忍的微笑，看向了惊慌不已的韩风，淡淡的说道：初次见面，你好啊，师兄。随后他便是直接出手，身影化作一道黑线，平移数米的距离，一直点向了韩风的眉心。韩风瞳孔紧缩，面容上露出了惊骇的神色。他没想到，面前这位被他认为是前辈的强大人物，竟然是自己的师弟。他想开口说些什么，但却为时已晚。萧炎一指已经点在了他的额头之上，眼前一黑，韩风的意识便是沉沦进了无尽的黑暗当中，最后一抹思绪闪过他的心头。是我错了吗？萧炎收回了手指，而他面前那刚才还生龙活虎的韩风，如今已经气息全无，软软的瘫倒在地上，化成了一具尸体。因为韩风的身死被他吞噬炼化的湛蓝色火焰也悄然在他的尸身上浮现出来，悬浮半空，周围的温度也在不断的缓缓升高起来。此物正是韩风所炼化的异火海心焰。手指微微抚摸过那戒，伴随着一阵微弱的波动，萧炎从那戒中取出一座如同翡翠一样的碧绿莲台来。这莲台正是之前寻找青莲地心火踪迹的时候，自地下岩浆空间青莲地心火的诞生之地所得。萧炎将青色的如同美玉一般的莲台捧在手中，朝着那海心焰迎了过去。后者似乎也是被吸引，如同具备灵性一般，竟然朝着萧炎手中的莲台缓缓飘了过去，最后在摇曳间缓缓地落在了莲台之上。而就在海心焰进入莲台之后，萧炎猛然激发斗气，一层淡淡的青色光幕陡然出现，呈现半圆的罩子形状，将整个莲台包裹在了其中。海心焰因为失去主人导致的环境变化，也被那层淡淡的青色光幕所隔绝，周围的温度停止了上升。一手托着那放有海心焰的莲台，萧炎的目光再次在韩风的身上瞟过去，随后其实身上一枚还闪烁着点点幽光的深蓝色的那戒引起了萧炎的注意。原来是这幽海那戒，倒是一件不错的东西。萧炎喃喃自语道，以他如今的眼界，韩风的身上收藏的那些功法斗技以及珍贵的丹方，没几个是他看得上的。不过那些收集到的药材以及那戒本身，倒是一件不错的收获。幽海那戒与萧炎最经常使用的，也是最便宜的漆黑那戒相比，那可珍贵了许多。不仅如此，其内部的空间结构以及储物量也是远超。暂时鸟枪换炮了。萧炎的灵魂力量悄然飘出，在一瞬间便抹除了幽海那戒之上韩风留下的灵魂印记。随后他的灵魂力量便是直接扫过了那戒的内部空间，整理了一番其中的物品之后，萧炎带着几分笑意，将这幽海那戒也套在了手指上。整理好后，萧炎这才转过身来，看向了那道略显虚幻的背影，缓缓开口，恭敬地说道：老师，韩风已经伏诛。听闻萧炎的话语，药老苍老的身躯也是猛然一颤。在萧炎看不到的地方，只见药老的双目紧紧闭合，一滴似真似幻的泪珠自眼角落下，从苍老的面皮上划过。不论韩风如何可恶，但药老在那几十年中投入的心血和感情都是真的。虽然这次他已经下定决心，但当韩风真正被击杀的时候，药老的情绪还是不自觉地泛起一阵波动。良久，他才收复了情绪，不过并没有转过身来，而是以一种极为疲惫的语气缓缓地说道：萧炎，为师有些累了，就先回去那间了。话音落下，药老虚幻的身影也是陡然消散，
化作了一道白色的流光，飞度地射入了挂在萧炎胸前的那枚漆黑那戒当中。萧炎一手摸着那戒，感受着其上的温度，旋即缓缓开口，用极为低沉但却不容置疑的话语说道：“既然累了，老师，那您就好好休息吧。接下来一切由我，我会让那些对你做出这等残忍之事的家伙付出代价的。”药老进入那戒中静修，平复心神，而萧炎也没有在这段时间中闲着，而是依靠着强悍的灵魂力量，就在封城的竹林中布置下了道道阵法。虽然很是简陋，但是以如今萧炎的实力布置下来的阵法，即使斗宗强者都无法攻破。做完这一切之后，萧炎这才盘膝坐在了原地，调整着自己如今的状态，精气神缺一不可。如今的萧炎虽然依靠着受损极其严重的地境灵魂，实力在斗宗阶段已经无敌，但是他现在的肉身修为却太弱了，这样失衡下去并不可取。真正的强者没有单纯依靠单一的斗气修为意或者是灵魂力量修炼到顶峰的，他们二者皆是具备修炼到了顶峰。如今虽然萧炎的灵魂力量强大，但配合上弱小的斗气修为，如同无根之水一样虚幻不堪。现在他最要紧的事情便是提升自己的斗气修为，而吞噬异火正是最快捷的提升自己斗气修为的手段。单纯凭借自己修炼想要突破，即使有着前世的经验，也要耗费大量时光。斗气的修炼需要依靠时间积累沉淀才行，但如今的萧炎大敌在前，等不了那么久。陡然睁开双眼，一抹金光从萧炎眼中爆射而出，旋即萧炎伸出手，直直地深入面前的青莲坐台的光照之中，澎湃的灵魂力量包裹在自己的手掌之上。而那湛蓝色的海心焰明显是感觉到了什么，火势一下子旺盛了起来，想要以此来规避即将遭受到的命运。但他的一切挣扎在萧炎的眼中都如同儿戏一样，没有丝毫犹豫，轻松地将手掌伸入那熊熊燃烧的海心焰当中。而那温度奇高无比，甚至足以将一座大山都彻底烧得融化的温度，却对萧炎造不成丝毫的伤害。伴随着手掌的轻轻一握，海心焰的那一点本源之火便被攥在了手中。伴随着海心焰的一阵悲鸣，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当即消散。萧炎抓着那一点本源之火，毫不犹豫地塞入口中，吞咽而下。随后下一秒，他疯狂地运转起来焚诀，冲着那被他吞入体内的海心焰疯狂地炼化了起来。给我炼！海心焰的本源之火似乎也知道了自己接下来的命运，拼命地抗拒着萧炎的炼化，但在澎湃的灵魂力量之下，毫无反抗的能力，只能一点点地被收入萧炎丹田内的纳灵之中。足足过去2个时辰的时间，盘坐在原地的萧炎周身气息猛然暴涨起来，他的修为也在同时飞快地提升着。外界强烈的动静波动，自然也惊扰了还在那界空间中平复心神的药老。他心头陡然一惊，整个人连忙现身，随后一眼望向了不远处盘坐在地上的萧炎。只见在萧炎的周围汇聚着一股又一股浓郁的天地能量，而他本人也宛如一个巨大的黑洞一般，贪婪地掠夺着天地间游离的无助能量。药老敏锐地感觉到，如今萧炎的体内竟然有着2道一火的气息，是海心焰。糟了，这小家伙怎么如此莽撞，竟然什么准备都不做，直接吞噬第2道一火。药老将之前的情绪抛在脑后，整个人眼神中满是担忧，心头焦急不已，虚幻的身形在半空中来回飘荡。这下麻烦了，2种充满天地间最纯粹毁灭性力量的一火相遇，那引起的后果恐怕会相当严重，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啊！药老喃喃自语，与此同时，一抹自责的情绪浮现在心头。他有些懊恼，若不是刚刚封闭了心神，又怎么会让萧炎如此冲动，做出这般堪称自我毁灭的事情？萧炎对于外界的情况也是了然，虽然他已经进行到炼化海心焰的最后一步，但是前世的经验以及自己强大到极致的灵魂力量，完全足以掌控发生在身上的一切。见到药老直接现身，萧炎的心中也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抹感动的情绪。随后他沉下心来，再度加大一把劲，那还在纳灵边缘不断挣扎的海心焰本源之火也是被彻底地撞入了其中。给我进去！伴随着萧炎的一声低喝，海心焰的本源之火消失在的丹田之内，短短的一瞬间停滞之后，取而代之的便是澎湃的能量自纳灵当中不断的涌出，充斥在萧炎的经脉丹田当中。海心焰被炼化之后，开始释放其他本身具有的能量，而萧炎也正是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当机立断，利用这疯狂扩散开来的能量，趁势突破。2星大斗师、3星大斗师、4星大斗师，萧炎的气息在不停歇地保障着，几乎每隔几分钟便是都会出现变化，突破原有星级的制衡。很快的，萧炎的气息也是突破到了大斗师巅峰，丹田之内的固态斗气也几乎溢满。斗灵，给我破！感受着剩下的充盈能量，萧炎没有犹豫，直接朝着斗灵的关卡发起了冲击。这一次，他的气息在大斗师巅峰停留了很久很久，大斗师突破到斗灵是质变，
消耗的能量也极为庞大。咔嚓，足足20多分钟过后，一声如同玻璃破碎一般的轻响自萧炎的体内出现，他的气息再度开始缓缓攀升起来。1星斗灵，2星斗灵，3星斗灵，足足到了5星斗灵的时候，萧炎那不断暴涨的气息才停滞了下来，自海心焰内汲取的能量也消耗完毕。海心焰本就已经被寒风炼化过，其中所剩下能量本来就不多，但即便如此，也让萧炎的修为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猛然睁开眼，未曾动作，一股劲风便是呼啸的自萧炎体内传来，身上的衣衫无风自动鼓了起来。看向那飘在半空中苍老的脸上浮现着担忧神色的苍老身影，萧炎的面色温和了下来，赶忙起身，快速的开口道：“萧炎刚才莽撞，让老师担心了。”而药老在听到这番话后，也是浑身一震。这一刻，他彻底将寒风的事情放了下来，看向面前微笑的青年，药老缓缓吐了口气，在心中暗暗发誓道：“以后，你就是我药尘唯一的弟子，我会拼尽全力，让你攀登到大陆的巅峰。”萧炎突破完毕，和药老交流了一番话后，后者也是再度回到了那界之中，握了握拳头，感受着体内的焚诀功法，又感受着那2道如臂指使的异火在不断融合交织。萧炎长长吐了口气，带着几分欣喜地说道：“吞噬着海心焰后，不仅我的斗气修为提升到了5星斗灵的层次，就连焚诀功法如今也进步到了超越玄阶高级的层次。不过距离真正的地阶功法还是稍逊一筹，如今来算应该相当于半步地阶的水平。不过除此之外，这才是最大的收获。”伸出一根手指，一抹火焰跃然萧炎的手指之上，似蓝非蓝，似绿非绿，更像是一种夹杂在二者中间的颜色。那一缕火焰在跃然间不时地闪过虚幻的青莲以及滴滴的水珠，显得异常华丽。不若就叫它幽冥星火吧。吞噬完海心焰之后，萧炎并没有在丰城过多停留，而是按照原定计划朝着迦南学院所在的前哨站和平镇赶了过去。纵然萧炎现在有着心思将整个黑角域整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势力，到时候给魂殿造成迎头痛击，但萧炎可没那个时间精力去负责这么大的一片区域。要知道，黑角域虽然混乱，但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其中的占地之广阔，资源之多，是几十个加玛帝国也比不上的。萧炎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放弃，就算建立好一个势力，自己也没那么多精力去管理，所以他需要找一些信得过的人来作为帮手，帮他打理黑角域的势力。就如同在加玛帝国的联盟一样，虽然萧炎名义上是盟主，但是管理联盟的人却是美杜莎女王一样。也不知道内院的那些老朋友，他们对此有没有兴趣？萧炎喃喃自语，视线看向远方，在那里正是迦南学院内院所在的方向。上一世，萧炎曾在那里结交了不少好友，林修崖、柳晴、吴昊、紫妍几人的面容在他的脑海中不断的闪烁而过。在三上云岚宗的时候，即使他们知道对手实力强大，可是他们依旧义无反顾的出手，冒着生命危险帮忙。这份情，萧炎一直牢牢的记在心底，从未遗忘。若是黑角域中萧炎最信任的一帮人，那毫无疑问便是他们。黑角域地域辽阔，饶是以萧炎如今的速度，从丰城赶到和平镇也是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不过如今飞行的消耗对他来说已经算不得多大。跨越过无数沟壑崎岖的地形，当远远的望到2座略微熟悉的山头时，飞行速度减缓了许多，然后缓缓落下身形，最后双脚停在一处小山坡上。站在小山坡顶上，萧炎目光远眺，刚好是能够看见远处的2座雄伟巨山的夹角处有着一个若隐若现的小镇。萧炎的面容上夹杂着几分欣喜，面容上带着一丝感慨的神色。上一世在迦南学院的种种记忆在脑海中闪烁而过，说到底，那段时间里是萧炎被云岚宗通缉，只能背井离乡时唯一一段还显得安心的时光。这在萧炎的心中占据的分量很重要。迦南学院，我萧炎又来了。嘴里喃喃自语，萧炎3步并作2步，快速从小山坡上冲了下来，直直地踏上那条黄土大道。路上有不少的行人面带着几分惊异看向这从旁边跑出来的黑袍少年，不过后者却懒得管他们，而是脚下猛然轻点，整个人身形飞速的跨越，眨眼之间便是掠过几十米的距离，几个起落间便是消失在道路尽头。这让那些慢吞吞赶路的黑角域中人不由得瞪大了眼，这看上去一个半大的少年竟然是斗灵级的强者。莫约10分钟后，萧炎便是来到了和平镇的门口。小镇的门口很普通，大门边上挂着一个很普通的木质牌匾，其上书写着普普通通的3个大字和平镇。而就在那大门口的不远处，莫约100米开外，便是能看到一株参天大树，那便是迦南学院那令无数黑角域强者都闻风丧胆的死灵树。大树通体暗淡，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漆黑颜色，树冠4面8方的蔓延开来，显得张牙舞爪，带着一股阴冷的氛围。隐约间能看到在那繁枝茂叶中间隐隐挂着一些尸体。
这边是那死灵树吗？有黑角域的路人见此情形，瑟瑟发抖，几乎跌坐在地上。还有不少人，虽然没有像他一样失态，但他们的脸色也难堪不已，几乎毛骨悚然。只是相比于他们的失态来说，萧炎倒是毫无感觉，甚至看着那阴风阵阵的死灵树，有着一阵怀念的感觉。前一世，因为黑盟的行风作乱，萧炎将之铲除之后，更是将许多名震黑角域的强者的尸体挂在了上面，到处都是熟悉怀念的东西，又怎么会让萧炎感到害怕？站在小镇门口，没有理会那一帮被吓破胆的黑角域之人，萧炎缅怀了1分钟后，便是抬起一步，踏入了这代表迦南学院入口的和平镇。在他脚步踏入和平镇大门的一瞬间，萧炎便是感觉到一股奇异的波动自镇子中心传来，从自己身上扫过，似乎是记录着什么。呵呵一笑，萧炎并没有施展出恐怖的灵魂力量将这扫描击散，而是悠然自得地等待他扫过。抬起头来望向眼前，只见街道少有着不少行人，两边还有着各种商贩小摊在吆喝，显得一苍安详融洽。这与混乱血腥和暴力为主的黑角域显得截然不同。而在萧炎身后的那帮黑角域之人也是咬了咬牙，当即踏入了和平镇的大门当中。他们的身上的暴力气息被压抑了起来，显得颇为不自然。不过他们不敢有丝毫违背的举动，只因为这里是和平镇，是迦南学院的地盘，应该快来了吧，别让我等太久了。萧炎心中暗道，没有去管周围人对他投来的略带警惕的目光，而是将视线看向了远方。莫约片刻之后，在那小镇房屋顶山却是闪现出10几道影子，犹如猿猴一般，起落之间飞速地跨越镇子内的片片区域，朝着镇子大门快速地赶了过来。凡是进入和平镇的人，必须报出自己的身份姓名，否则会被直接驱除出去。登记完毕之后，你们要在和平镇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下这个药丸。别担心，它不是什么毒药，而是检测你们有没有表露出来杀意。离开和平镇的时候，根据登记名册找我们执法队来领取解药。为首的中年男子淡淡的说道，语气中虽然没有丝毫威胁的意思，但其中的意思不容置疑。这里就是和平镇的规矩。随意的将视线从那10几道身着迦南学院执法袍的身上扫过，萧炎悠然自得地等待着排队，如同前世一样。2名面容年轻的执法队之人，一人拿着一个大厚本子对人不断的记录，而另一人则是在他记录完毕之后，从手中的玉瓶中取出一枚朱红色的药丸，紧盯着让他们服用而下。还在排队的黑角域众人脸色微变，心有不甘，但是在迦南学院的地盘上，他们却只能服从。队伍不长，很快便是登记完毕。等待那登记姓名的2人走到萧炎的面前时，后者这才带着几分淡淡的笑意，举手开口道：“我是本院的学生，就没必要吃这些东西了吧？”听闻萧炎的话语，原本还想暗地照做的2人顿时抬起头来，紧紧地看向他，面容中也是带着几分惊讶。而周围的人群听到此言，也是带着诧异的目光将视线投了过来。为啥那名中年男子更是微微皱起了眉头。我叫萧炎，年龄18，招生导师是若琳导师，之前因为一些缘故请了一段时间的假，没来学院上学。萧炎耸了耸肩，看着那有些熟悉的获得导师，还未等他问话，便是将一切和盘托出。而听到他的话语之后，一旁的执法队众人则是突然有人失声道：“你就是加玛帝国那个一请假便是请了2年的萧炎。”见到自己被认出来，萧炎则是摸了摸鼻子，但却没有任何不好意思，重重的点了点头，出言回应道：“若是没有重名，那就是我喽。”见到萧炎承认，一时间周围不少人都是恍然大悟了起来。迦南学院里面那个还没有进入学院，便是直接请了2年假的刺头学生，可是名声不小。在场的迦南学院众人或多或少都听到过他的名字，不过这还不是重点，最让萧炎名声响亮的还得是轩儿。嘿，原来他就是那个萧炎，看上去也不怎么样吗？凭什么让轩儿学妹那么惦记？有人酸溜溜地开口说道，语气中带着莫名的淡淡敌意。别小看了这萧炎，他能单枪匹马闯过黑角域来到和平镇，肯定有些东西。有明智之人开口劝阻道：“哼，原来你就是那个萧炎，进入学院后可要小心一些，不少人都对你有想法。”还有对学弟表露出善意之人给萧炎提醒道。而获得导师则是有些无奈地挠了挠头，旋即道：“我叫获得，学院导师，你跟我去档案室查一查，若是话语为真，便是不用服用那东西了。”还真是你，没错。档案室内，获得手拿一份卷轴，对比了一下画像和面前的少年，除去将那略显青涩的神情蜕变之后，一模一样。哎，小家伙，你当年还是4星斗者吧？这2年请假下来，如今又是什么水准？获得能感知到萧炎的体内没有一丝一毫斗气的存在，但这本身就不正常。一个连斗者都不是的人，又怎么可能独自穿过黑角域，踏足和平镇呢？好奇之下，获得也不隐瞒，当即询问道：“哼，也没有多强，不过是前几天侥幸进入了斗灵。”话音落下，
原本还有些嘈杂的档案室顿时寂静了下来，就连一根针掉在地下的声音都能被十分清晰地听到。获得温和的脸上直接微微僵硬，过了10多秒后，这才反应过来，失声道：“你竟然是斗灵强者！”听闻他的话语，一旁呆滞住了执法队众多成员，也才从被萧炎开口说出话语所震慑中回过神来。这怎么可能？这般年纪的斗灵强者，即使在内院里也算得上是佼佼者吧。即使是学院里的小妖女，天资被院长亲自提点过妖孽，但她在这个年纪也没有斗灵修为啊！真的假的？一时间，周围的议论纷纷，就连获得投向萧炎的目光也不由自主地带了几分怀疑的神色。然而萧炎却嘴角挂着微笑，他知道自己如今的实力给几人带来多么大的震撼。一般来说，2年时间从斗者晋级到斗师都算得上是天才了，更别说进入大斗师，那可以说得上是难得一见。而如今萧炎却是说他已经进入了斗灵，过于震撼，也是让几人生出了几分怀疑。倒是获得在一缕怀疑闪过心头之后，再想到自己根本探查不到萧炎的真实实力，也是了然，信了几分，心中暗暗啧舌。这小子天资当真恐怖如斯，难怪他敢一请假便是请2年。而萧炎也不隐瞒，当着那几位执法队学长学姐的面，手中斗气凝聚，短短时间内斗气便是开始塑形，化作了一柄长枪。怎么样，这回信了吗？带着几分微笑，萧炎肆意把手中的斗气塑造成各种各样的武器。而见到他这般手段的几人也是不得不相信，这个萧炎竟然真的进入了斗灵。对了，这几天学院里是不是在举办内院选拔赛？一名执法队学员猛然一拍头颅，飞快地说道。而另外的几人则是纷纷应和道：“对。”听闻此言，获得导师面容上也是露出了一抹兴奋的神色，旋即一把抓住了萧炎，领着他快步地朝着和平镇一处飞快地掠去。快，你快给我过来！现在去，说不定还赶得上。获得带着萧炎在和平镇内飞奔，10分钟后，2人便是来到了一处平台，这里饲养着许多硕大的飞行魔兽。施救！萧炎知道他为何如此焦急，潜意识的他说好请假1年，但却推迟到了2年，导致缺席了若琳导师去年为他填报的内院选拔赛名额。如今这次内院选拔赛再次召开，因为薰儿的缘故，若琳导师又是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如果萧炎再缺席，若琳导师日后的职位晋升恐怕难了。一路上获得开口，短暂地向萧炎述说了内院选拔赛的事情，果不其然，和萧炎预料的一模一样。寒暄几句过后，萧炎便是脚下轻点落在了施救的背上，而在那其上还有着2位执法队的学员，他们将护送萧炎前往迦南学院。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口哨声响起，施救咆哮一声，飞上高空，随后朝着远方飞去。望着那迅速在自己脚下变得渺小起来的和平镇，萧炎长长吐出一口气，抬起头，遥遥地望向了远方。一张有些精致淡雅的少女容颜，却是在萧炎的脑海中浮现出来。这是2世为人，萧炎都在牵挂的人。薰儿，终于是能够见到你了。施救虽然是4阶的飞行魔兽，但是相比起萧炎的飞行速度来说，差上太多了。足足过了1天1夜的时间，在第2天黎明之际，盘坐在施救之上的3人，这才能够看到远处那座极为广阔的城市轮廓。那里便是迦南城，迦南学院的所在之地。哼，萧炎学弟，我们等会儿会把施救停留在下面的飞行停留所，而到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去赶往学院了。我们还需要执勤，没办法护送你过去了。一名执法者带着几分笑意，对着萧炎和善地说道。而萧炎却是摇了摇头，遥望下方的城市，眼神中带着期盼，略带几分感慨地出言道：“多谢2位学长，不过不用麻烦了。”话音落下，那2位执法队员微微一怔，还未等说什么，只见萧炎猛然自施救上跃起，在他的背后，一对紫色的双翼陡然出现。一路上多谢2位护送，2位学长，我们日后再见。话音落下，萧炎便是朝着迦南城急速地飞去，留下来2道在施救背上面容呆滞的身影。萧炎在迦南城降落而下，随后在周围人好奇的面容中取出了之前获得给予自己的迦南学院学员徽章，将之佩戴在胸口处后，才在路人羡慕震惊的眼光当中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转过一个街道，一条由青石铺就而成的宽敞街道便是出现在了眼前，人流汹涌，让人不由得啧舌。在街道的2头还有着各种各样的摊贩，高耸的建筑物鳞次栉比地排列在城中，显得分外简洁明了。光是这一座迦南城，便是远远比加玛帝国的帝都还要繁华，具备人气，不愧是斗气大陆上最为享誉盛名的学院。萧炎的眼神中不由得泛起些许怀念的目光，前一世他也曾经来到过这里。望着熟悉的街道，萧炎深深地叹了口气，旋即喃喃道：“等过段时间闲下来，带着薰儿在这迦南城里好好玩一玩吧。”而也有不少平日里默默无闻的学员，在其中化作黑马，一鸣惊人，留下了一段段传说。如果您发现内容有误，
请您用浏览器来访问。身着淡紫色衣裙的萧玉也是带着几分笑意走了过来，开口说道：“薰儿，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照这样下去，进入内院只怕是板上钉钉。”直到薰儿离去之前，两人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约会过一次，倒也算得上是小小的遗憾。没有过多在街道上停留，萧炎根据在街道上的记忆，沿着路线快步冲着迦南学院的方向走去。大约过了20多分钟后，一扇古朴厚重、充满年代感的大门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听闻薰儿的话语，萧玉和若琳导师的目光急速地朝着广场之上望去，只见一道身着黑色衣袍的削瘦青年站立在广场之上，而伴随着萧炎的登场，在他面前不远处，那道手持金刚长枪的身影也是陡然间睁开了眼睛，一抹金光从中爆射而出，还带着几分莫名的情绪。上一世自己因为身负血海深仇，纵然来到迦南学院见到了薰儿，但却将大半时间投入在了修炼当中。听闻这般话语，刚才顿时还在喧哗的广场之上陡然间安静了一瞬，随后喧哗了起来。萧炎这个名字对于迦南学院的学员来说可以说是如雷贯耳，无数道目光也在这一刻从台上各处投向了黄阶2班的席位。不过如今，即使薰儿对于萧炎是否能够真的赶到学院参加内院选拔赛也感到了几分心里没底。虽然学院早就为此准备了学院中最大的广场作为备用，但依旧挡不住热情的学员们。说得对啊，也不看看他是谁，这么大的脸。嘴角微微上扬，带着几分微笑，萧炎快步朝着迦南学院的大门口走去。还没有，也不知道这个家伙在搞什么，说好的1年假期，结果2年多都没有消息。听闻萧玉的话语，薰儿也是不由得咬紧了红唇。若是萧炎这次再不出现，不仅他自己会被除名，就连当初为他做保请假的若琳导师恐怕也会受到牵连，几年之内晋升职称无望。而若琳导师也是因为自己的软磨硬泡，这才在本次出战的名单上添加上了萧炎的名字。通过灵隐，薰儿自然知道萧炎成功的赢下了3年之约，镇压了云岚宗。从时间上来算，萧炎定然来得及从加玛帝国赶到迦南学院，还空余不少。然而就在他们还在低声不断的交流时，硕大的广场之上，裁判粗犷的声音便是响彻起来，在斗气的扩散下蔓延开来，让在座所有人都能听到。他来了。听闻薰儿的话语，萧玉也是收起了那副高兴的表情，叹了口气，撇了撇嘴，低声道：19823175233。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今天还会再重演去年的情景之际，只听一道清朗的声音淡淡的响起。不过人与人的悲欢离合并不相同，有人欢喜有人忧。高台之上一角，身着青衣的少女在击败了对手下台之后，便是小跑着来到此处，笑盈盈的开口：“萧玉表姐。”话音落下，随后一道破空声骤然响起，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只见一道身着黑袍的身影自台下轻轻一跃，便是轻巧地落在了台上。抱歉，我来晚了。那个萧玉表姐，萧炎哥哥他还没有来吗？广场早已被挤得满满当当，人山人海，放眼望去便是一片黑压压的人头，时不时还有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起。两女交流了几句，随后薰儿的脸上带着几分犹豫踌躇的神情，压低声音凑到了萧玉的身边，开口道：“两人却是没有怎么在一起相处培养感情。”一时间无数议论纷纷响起，让黄阶2班的众人面色难堪不已。薰儿的拳头紧紧攥起，轻咬着红唇，而萧玉则是带着几分担忧和内疚的表情看向了一旁的若琳导师。下一场玄阶3班薛崩对战黄阶2班萧炎。哼，没想到黄阶2班的那帮人还是不肯吸取教训，去年便是吃过一次亏，今年还要给这个萧炎报名。薰儿的目光骤然一凝，随后死死地盯着那道突兀出现的身影，缓缓松了口气，带着一丝激动地开口道：“内院选拔赛作为迦南学院的一大盛事，自然是相当惹人关注。而那些在平日里极为耀眼的学员们，也会纷纷参与其中，展露出自己的实力，吸引大批爱慕者的眼光。这一次，云岚宗的事宜已经被提前解决，自己先知先觉，将一切都准备妥当，倒是可以稍微弥补一下前世的遗憾。”薰儿的目光从一旁的若琳导师身上扫过，虽然后者的脸庞上带着几分温和的笑容，但是眉宇间的那抹焦急神色却是做不得假。打量着面前那平平无奇的青年，薛崩的嘴角上扬，带着几分敌意，低沉地说道：“咦，便是那萧炎？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便是萧炎。”萧炎的话音淡淡落下，对于面前带着淡淡敌意的薛崩，他并没有放在眼中，或者说在场的所有人只是单纯凭借实力，没有人会被萧炎放在眼中。见到广场之上的那道黑衣身影承认了身份后，看台之上的喧哗声陡然间大了许多，其中还有不少都带着几分酸溜溜的意味。他正是迦南学院的副院长虎钳，如果您发现内容有误，请您用浏览器来访问，其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加玛帝国的近期情况。
而且在其中有一个颇为让人注意的名字——狂妄。一旁另一位长老点了点头，带着几分复杂的开口道：“面对对方凶猛的攻势，即将逼近至身前，萧炎依旧还有闲心，轻轻地整了整袖子，显得平静自如。”一时间，无数带着嘲讽、嫉妒、敌意、不满的声音自看台之上传来。不过萧炎对此却并没有任何反应。一名地位明显比另外几位高上一些的花白头发之人挠了挠头，旋即道：“情报部呢？这萧炎的消息还没有打探到吗？”萧炎呵呵一笑，旋即手指微微弯曲，随后夹杂着八级崩暗劲的一指陡然弹出。哼，好怀念啊！一帮小屁孩还真有活力。哼，那小子便是萧炎，长得也不怎么样嘛。就他。萧炎抬起头来，看向高台之上的裁判团，而后者也是慌忙地宣布道：“黄阶2班，萧炎胜。”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对萧炎如今的行为产生了一个共同的认知，但下一刻，这抹认知却被当即打破。斗灵？不假，那薛崩是8星斗师巅峰的修为，虽然任何一名大斗师都能够轻易地击败他，但是像这般如同大人打一个小孩一样，那可还差了不少。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薛儿的魅力果然很大，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吸引到一大批喜欢争风吃醋的家伙。面对薛崩来势汹汹的突击，萧炎不紧不慢，只是伸出了一根手指，对着那袭来的长枪轻轻点出。赠！听闻他的话语，萧炎并没有动作，而是直接将一只手背负在身后，另一只手则是对着薛崩随意地摆了摆。看到萧炎的动作，薛崩面若冰霜，旋即手狠狠地握住了那通体金刚的长枪，遥遥指向了萧炎。双方已经到场，我宣布比赛开始。伴随着一句粗犷的话语在半空中悄然响起，顿时那薛崩眼神一凝，脚下猛然重重一踏，随后整个人如同一辆飞驰的马车一样朝着萧炎飞速地冲去。咔嚓！111、253、208、165，原本还喧哗不已的看台顿时清静了下来。所有人，无论是对萧炎抱有敌意，还是为萧炎感到担忧之人，都看到了让他们此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幕。只见萧炎右手指尖轻轻点出，落在了枪尖之前，而就是那么一根手指，让那长枪再无寸进。这怎么可能？薛崩的脸色涨红，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全力一击竟然被萧炎用这般轻松的架势接下，心神一狠，他再度加大力道，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但那金铁长枪却依旧横在身前，毫无寸进。让了你一招，接下来该我了。一位老者揉着额头，带着几分惊讶和疲惫的开口道：“请假2年的缩头乌龟，有什么好在意的？薛儿学妹，快看看我！”没等他说完，虎钳便是一把将那卷轴拿在手中，迫不及待地打了开来。这个萧炎竟然有着斗灵层次的修为。萧炎，因为他知道，当自己真正展现出碾压的实力之后，所有不满的声音都会被彻底压下去。斗气大陆上，强者为尊，谁的拳头大，谁就是道理。而在迦南学院中，这个大陆上通用的规则自然也通用。哼，希望他别一上来就败在薛崩的手中，那样恐怕无数人都会失望啊。若我是学院的院长，旷学2年，早就给他踢出学院了。目光淡淡地扫向了那对自己有着些许敌意的薛崩，萧炎嘴角上扬，挂起一抹温和的笑意，随后淡淡的开口，吐露出一句话来：“给你一个机会，先动手吧。”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那金铁制成的长枪在萧炎的一弹之下骤然寸寸炸裂开来，而那薛崩更是闷哼一声，被这庞大的力道震退，毫无反抗之力的后退了足足10几步的距离，这才停了下来。话音落下，看台之上顿时寂静无声，原本还对萧炎抱有质疑的人纷纷都闭上了嘴，不敢再吱声，纷纷低下了头，生怕萧炎盯上了他们。一阵让人牙酸不已的金铁交击之声骤然响起，刹那间，一抹耀眼的火花自那金铁长枪和萧炎手指中迸发，飞溅出了10多尺的距离。听闻萧炎的话语，薛崩原本就充满敌意的脸上更是加重了几分，眼神中一抹寒光闪烁。我一直在想，他能够看得上的人会有多么优秀。听闻话语，萧炎缓步走下了广场，目光搜向了看台的一角，一道让他魂牵梦绕的倩影就在那里。一处特殊的看台之上，几位身着白衣的老者坐立其上，一眼便能看出他们的地位不菲。二者之间庞大的实力差距，一时间让所有人都啧舌。随后，看台之上一道苍老的声音略带几分疑惑和震惊出现：“好大的架子！他以为他是谁？真是好大的脸！可以宣布胜负了吧？”听闻他的话语，一位老者心念一动，旋即从那戒中取出了一份卷轴，放到桌子上，解释道：“今早刚来的消息，还没来得及处理，越是观看上面的事迹，虎钳的双手也是不自觉的微微颤抖，目光也是越来越明亮。良久之后，他将手中的卷轴摊开放下，大笑起来：“哈哈哈，好啊！这下子我外院
也算是出了一尊真正的天才。广场边缘，薛崩脸色铁青，虽然他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但瞧着那手中寸寸断裂的长枪，以及萧炎潇洒离去的背影，一抹苦涩和寒意，却是自他的心头缓缓升起。败了，自己自从入院，惊鸿一瞥那道倩影之后，便为之整整努力了2年，但最后还是败了，甚至还是毫无还手之力。这辈子都难以看得上追上对方的期望，不足20岁的斗灵强者，即使是放在迦南学院内院之中，恐怕也是拔尖中的拔尖。身着黑袍的青年缓步走出广场，身体之上整洁的没有丝毫褶皱的衣袍显得相当风轻云淡，似乎刚才根本没有经历过战斗一样。好好强！看台上，萧玉等人微微长大了嘴巴，满蓝错愕呆呆地望着广场之上，紧紧地注视着拿到薛寿的身影。他们这么也没有想到，那在外院实力不俗、有着不小名气的薛崩，竟然一招就败给了萧炎。这个家伙，这2年的进步也太快了吧！到底是怎么修炼的，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还记得我是你导师啊！听着若琳导师大吐苦水，萧炎也没有制止，毕竟这件事情是自己做的不地道，况且自己觉醒前世记忆和灵魂力的时候，已经到了云岚宗之上，为时已晚。萧炎被几个大大小小的女人包围，而在一处特殊的观战台之上，众多长老的却是大眼瞪小眼，随后盯着虎钳，希望他能给出一个解释来。随后他又将目光转向了萧玉，轻笑道：“这就是他们绝大多数人心中的想法。今天注定是迦南学院一个不眠的夜，无数人都要失眠。”薛儿身旁的若琳导师还有萧玉也是微微一怔，显然没有想到萧炎一上场就丢给连他们一个大炸弹。这一世，我发誓，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薛儿红着脸，悄悄地说出了那句话，随后纤细的玉手轻轻拍了拍萧炎的后背，示意对方放开。而萧炎也没有得寸进尺，满足了自己的期望后，便是松开了臂膀，二人分了开来。周围无数的迦南学院学员们见到这一幕，那心头可是拔凉拔凉的，摔在地上，碎裂成了一块块。他们绝大部分人心目中的高冷女神，竟然在萧炎的面前直接变了一副样子。他们2人不约而同地轻轻咳嗽了一声，而萧炎也注意到了2人，摸了摸头，带着些许尴尬，讪笑地开口道。话音落下，随后萧炎做出了一个让整个迦南学院外院都呆若木鸡的举动，他直接张开了双臂，主动将那可人女孩整个人环抱住。感受着怀中的温度，那熟悉的娇躯，萧炎深深地吸了口气，嗅着熟悉的味道，带着几分调笑的意味，把头凑在薛儿的耳边，用只有2人才能听到的声音，悄然开口道：“嗨嗨。”很显然，郎有情妾有意，根本不是他们之前妄想的可以插足。小丑竟是我自己。一旁的若琳导师也才缓缓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听闻若琳导师的调笑，饶是薛儿也感到一阵害羞，脸颊之上泛起一抹绯红来。当然想了，萧炎哥哥，快放开我吧。107、172、101、119。看台一角，一位身着白色衣袍的青年，满脸不甘的神色，死死地盯着广场之上的萧炎，好半天后才颓废地坐了下来，双手抱着脑袋，不再言语。光是这一下，便让白山认清了现实，自己恐怕远远的不是这萧炎的对手。另一边不远处，一道身着红色衣裙的女子，也是不甘地咬着牙，脸上满是不服的表情，嘴中不断地喃喃自语道：“怎么可能？区区一个臭男人罢了，怎么会这么强？想我没有？抱歉，薛儿，我来晚了。这段时间以来，你知道摆平请假旷课的事情有多麻烦吗？这个缺席了2年的刺头学生，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以极端暴力的手段，仅仅一弹指，便是击败了在学院里小有名声的薛崩。”回想起萧炎先前的风轻云淡，若琳导师自问，就算是自己，也不会是如今萧炎的对手。当年那个费尽心思在他手中走过20回合，想要请假的少年，如今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自己，真的是天才不，应当是妖孽。难怪他会让薛儿你魂牵梦绕。若是这般出色都不能吸引你，我都会怀疑薛儿你喜欢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了。不过他依旧对发生的一幕感到难以置信。沿着那道通道，萧炎缓缓地走了过去，看着那笑盈盈的青衣少女，他的心中泛起了些许暖意。想到上一世他为了自己付出那么多，不论何时何地都在默默地支持着自己，萧炎的心中便是浮现出一抹激动的情绪。嘿嘿，若琳导师，好久不见。还有萧玉表姐，你好啊。而薛儿虽然早有打算要给萧炎一个惊喜，但他没想到后者竟然这么大胆，居然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抱了上来，让薛儿的娇躯也是微微一僵，俏脸上也是泛起了一红晕。听闻萧炎的话语，2人也平复了心神。若琳导师斜着眼看向萧炎，淡淡的开口道：“虽然没有捅破窗户纸，但是上一世薛儿已经嫁给了自己，萧炎已经把面前这个女孩当做了自己的老婆，只不过按照时间线来计算，这个时候的2人虽然都有那种心思，但都暗藏心底，没有表露出来。”萧炎暗暗在心中发誓，
随后看向了少女，嘴角上扬，挂起一抹微笑，带着几分歉意，温和地说道。而虎钳也并没有卖关子，反而将手中的卷轴推了出去，丢到了桌子中心，带着几分唏嘘的开口道：“既然你们好奇，那就自己打开来看看吧。”听着虎钳的话语，在座的几位长老也不客气。为首的那名长老率先拿过，视线在其上快速的扫过之后，突然间便是瞪大了眼睛，像是看到了什么令人不可置信的消息一样。他甚至还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然后再度看向手中的卷轴，当确定了确实没有出错之后，便是带着几分失神的瘫倒在椅子上，手中卷轴摊在了桌子上，喃喃自语道：“这怎能可能是他做出来的？老夫这一把年纪，真的就是活在了狗身上吗？干脆出一本书，就叫我在迦南学院凑数的那些日子。”听闻他的话语，周围的诸多长老不由得皱起眉头来，到底是什么样的消息，能让一位学院长老像是失去了人生目标一样？然而，当那道卷轴围着圆桌穿过一圈之后，除去虎钳以外，所有人都瘫软在了椅子上，彻底陷入了失神的状态。和那第一位看卷轴的长老一样，开始怀疑起自己来。同时，他们还在嘴中不断的喃喃自语道：“这怎么可能？以大斗师之身独上云岚宗，甚至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击败了云岚宗的斗王长老。不仅如此啊，这加玛帝国云岚宗可不简单，里面可是有着一位斗宗强者。可那斗宗云山亲自出手，却依旧在10招之内败给了这个萧炎，这合理吗？这正常吗？这还算不得什么。那云岚宗被这萧炎打得封山10年不说，加玛帝国剩下的各大势力还成立了一个炎盟，而那炎盟的盟主就是这个萧炎，其中高层最低的修为也要斗皇强者才能胜任。有这本事还当什么学员？直接去内院去当长老得了。”一位长老喃喃自语间说出了自己的心声，顿时房间内尴尬了起来。一时间，众多长老也反应了过来，当即起身结束了那悠闲的模样。而虎钳也是略显尴尬的咳嗽了几声，旋即就像是没看到刚才众多学院长老的表现，缓缓开口道：“嗨嗨，没你们想的那么夸张。仔细看情报的最后一句，萧炎疑似动用了一道奇异的灵魂力量，才能做到镇压斗宗，那应当不是他自己真实的实力。不过即便如此，以他展露出来的本事和修为天赋，也应当是我迦南学院建校以来最强潜力的拥有者。他的背景清白，值得培养。老夫认为应当直接上报内院，你们认为如何？”虎钳拍了拍桌子，环视众人，淡淡的开口道。而听闻他的话语，那几位长老也是当即坐直了身子，连忙开口道：“老夫同意，算老夫一票。”今日的内院选拔赛已经结束，萧炎告别了萧玉和若琳导师，何薰儿潇洒的离去。但是他却不知道的是，有一伙人悄然的聚集在了一起，他们的实力相当不俗，在内院中算是佼佼者，实力最低之人也在高星斗师左右，甚至大斗师都有着5、6位。那萧炎刚来学院便是极为嚣张，甚至还夺走了薰儿学妹的心，当着我们的面在大庭广众之下秀恩爱，当真可恶至极。白天被萧炎轻易击败的薛崩阴沉着脸，第一个开口说道。伴随着他的开口，一旁也有人接下话茬，当即开口度道：“是啊，可恶的家伙，仗着自己比我们认识薰儿学妹早，便做出这般无耻之举，其心可诛。”一道身着白衣的身影，面容俊秀，带着几分不甘的开口道：“哼，我们都是薰儿的追求者，但最大的敌人却是那个家伙。既然这样，我们不如联起手来，好好给那家伙一个教训。”一道红衣的倩影咬着牙，用银铃般清脆的声音缓缓提议道。只不过这个提议刚刚出口，在场所有人的身体上便是微微一僵。虽然他们都是薰儿的追求者，看不惯萧炎，但对于萧炎展露出来的实力，他们还是服气的，没人敢提出质疑。毕竟在外院刚入学就拥有斗灵级的修为，未免太过惊世骇俗了。这样有点不太好吧？有人犹豫了一下，打起了退堂鼓。不少人都跟他一样有些异动，并且他们是真的打不过萧炎。见此情形，那白衣英俊青年和红衣女子却是有些急了。前者当即清了清嗓子，开口道：“嗨嗨，我们不是要作死？各位还记得海选之后的排名赛吗？我有小道消息得知，这一次的排名赛是大混战，到时候我们一起联起手来，把那萧炎率先淘汰到最后，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大家觉得怎么样？”听到此言，不用单挑萧炎，原本打起退堂鼓的众人也停滞了动作，颇为异动的回过头来。不知道几人在打什么小动作的萧炎，早已经拉着薰儿在学院中找了一处偏僻幽静的地方。纵然他知道了那些人的算计，恐怕也只会一笑了之，心中骂一句喜欢争风吃醋的小屁孩。两世为人，萧炎的心性远不是前世同时期的自己所能比。经历过斗帝之战的萧炎来说，如今的一切打打闹闹都和过家家差不多。薰儿被萧炎拉着，虽然俏脸泛红，但也没有拒绝，反而内心中甚至不自然地升起来一抹窃喜的情绪。萧炎哥哥这个木头什么时候开窍了？不过想到这里，之前灵隐传递过来的有关萧炎在加玛帝国经历种种的情报也浮现在了薰儿的脑海当中，当即他喜悦的情绪也是有些打折扣。
林颖给出的情报上可是明明白白的写了萧炎经历过的一切，而其中点明了萧炎不仅和那云岚宗的大美女宗主云韵有些不明不白的暧昧关系，甚至还有那蛇人族高傲的美杜莎女王，也不知道是因为一种什么样的原因跟在了萧炎身边与他同行。薰儿虽然相信萧炎的为人，但是少女心性对于这些方面还是颇为在意。不过久别重逢，温情脉脉，问出这般话语未免有些伤人，如今还是先享受当下的宁静吧。就在萧炎和薰儿两人久别重逢，在幽静的月色之下享受着难得的二人世界之际，另一边刚刚回到住处的萧玉也是意外地接收到了一封久违的家书。取出一枚月光石挂在桌台上的灯内，将房间照亮之后，萧玉便是带着几分缅怀的情绪坐在桌前，取下火漆打开了信封。也不知道2年多没有回去，家族现在变得怎么样了？父亲母亲他们还好吗？萧玉喃喃自语道，从将信封中的纸张取出，将之摊了开来，开始仔细地阅读起来。书信之上先是写了一些有关问候的话语，同时说明了现在近来还好，顺便问候到了萧玉、萧宁两姐弟的学业进度如何。萧玉带着几分笑意观看着书信，不过当他看到后半部分之后，那原本的笑意却是消失在了脸上，反而带着几分惊愕和不可置信。越是看到后面，萧玉的嘴巴也是越长越大，脸上的惊愕之情也是越发越深。自萧炎少族长赴3年之约，击败云岚宗强者后，整个加玛帝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联盟成立，诸多加玛帝国强者势力加入其中，听候少族长命令，莫敢不从。就连萧家如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长老和二长老突破到了斗王，族长突破到了斗灵，在联盟中享有元老席位。上面的每一个字萧玉都能看懂，但连在一起反而让他看不懂了。短短2年之内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都是真的吗？若不是上面的字迹，萧玉很确信是出自自己的母亲之手，恐怕他也会怀疑这是假的。我的天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揉了揉额头，萧玉好不同意才把情绪平复下来，陡然间想起了什么，再度翻开信件，仔细搜索，找到了其中的一句话，并将之缓缓念出。自萧炎少族长击败赴3年之约，击败云岚宗强者后，一切都了然了。萧玉一下子想起了那身着黑袍的身影，脑海中浮现出了他坚毅的笑容，以及那句震撼人心的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他顿时了然，喃喃自语道：原来一切都是因为你而起，这就不奇怪了，还真是个让人难以捉摸又不自觉想要崇拜的表弟呢。漆黑夜色下，幽静的闺房中，一道倩影浮在岸边，真而郑重地将那份家书收好，藏在那戒中。次日，因为不肯透露薰儿联系方式，而被迦南学院众多学员迁怒，而揍得鼻青脸肿的萧宁也被萧玉告知了这个消息。他在拿着这封家书左看右看之后，惊愕过后，心中便是满胃杂陈。那个因为停滞了3年，好像被他追上的身影，在这一刻似乎又是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看不到背影了。不过复杂过后，两人便是一阵高兴和自豪，毕竟这么强的天才是自己的表弟，萧家这下祖上冒青烟，要崛起了。整个迦南学院当中，如今实力天赋最强的人已经出现，那就是萧炎，无人能够超过他。就算是那翩翩白衣的白山，执法队出身擅长战斗的谢剑无号，号称妖孽的红衣小妖女虎家，他们加起来也远远不如萧炎。整个外院没有谁会是他的对手，就连那些长老们也不除外。另一边，萧炎和薰儿也促膝长谈了一番，两人互相述说了这段时间里面的经历。当薰儿听到萧炎几次险象环生，甚至在吞噬青莲地心火时遭受到的瞳孔，整个人都紧紧地攥着拳头，为他感到心疼。不过当听到萧炎登临炼药师大赛第1后径直登上云岚宗的消息，又是为萧炎感到了万分的自豪，这是他看中的人。薰儿也同样讲述了一番自己在外院修炼的经历，同时似有似无地提点着萧炎有关迦南学院还分着内院外院的消息。对于上一世曾经经历过这一切的萧炎来说，他自然知道得更加清楚。不过他也没有制止薰儿的述说，毕竟这是小妮子的一番心意。两人交流之后，决定了接下来不论如何，现以进入迦南学院内院为目标，剩下的之后再说。以萧炎哥哥如今的实力，想要进入内院恐怕并不困难，或许还会十分轻松呢。薰儿带着几分笑意和高兴地说道。而萧炎自然知道，这个在他面前的小妮子如今的真实实力到底如何。他喜欢在自己面前藏拙，让自己来表现，但真实实力却远远超过表面上展露出来的这点。回想起上一世，萧炎不由得摸了摸鼻子，大约在不到1年后，进入内院的第1届强榜排名战，自己和强榜排名第3的柳晴打了个平手，但是薰儿却在之后带着微笑，不显山不漏水，10招之内击败了排名第2的林修崖。即便如此，萧炎也能感受到，如今薰儿体内隐隐传来的波动，恐怕并不弱于斗王，只不过是被某种东西强行隐藏封印了起来。不过对于这些小秘密，萧炎并没打算揭穿的意思。既然薰儿喜欢自己在他面前替他遮风挡雨，
那自己这样做何乐而不为？就这样，时间一天天流逝，很快，这段时间里，萧炎带着轩儿到处游玩，似乎是将修炼彻底荒废了。这也让不少对于萧炎抱有敌意的学员们感到了几分嫉妒。好在内院选拔赛的海选结束，名次出现，足足有着50人，而接下来就是排名战，根据名次来决定发放的藏经阁名额到底花落谁家。除去萧炎和轩儿之外，夺得排名战名额的剩余人纷纷摩拳擦掌，暗地里联合起来，决定给萧炎一个深刻的教训。次日，阳光普照，是个好天气，也注定是迦南学院今年中最为火热的一天。广场边上汇聚了相比之前几天足足数倍的人，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他们死死地盯着大广场的中心，在那里有着50道挺拔的身影站立，其中最为惹人注意的5道身影，自然而然地站立在队伍的最前方，悠然自得。不过他们似乎分成了小团体，萧炎和轩儿在一起，中间隔着大约7、8米的距离。白山、虎家、吴昊站立在另一边，带着几分笑意。萧炎的目光自大广场上扫视而过，略带轻笑地摇了摇头，风轻云淡地开口道：“这帮小屁孩还真是喜欢争风吃醋，真是年轻啊！”凭借萧炎的阅历，又怎么看不出来？这帮人眼神中不时对自己投来的赤裸裸的敌意，还有几分酸涩。没有经历过尔虞我诈、毒打的学员们，眼神相当清纯愚蠢，根本不懂得隐藏自己的想法。而一旁的轩儿则是掩嘴轻笑，柔声地说道：“这说明萧炎哥哥吸引仇恨的能力很强。”听闻轩儿此言，萧炎直接伸出手来，揉了揉后者的头，故意恶狠狠地说道：“那我可要好好问一问，到底是哪个小妮子，在学院里给我吸引了这么多仇恨？”面对萧炎的摸头杀，薰儿并没有制止，不过脸上却是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红晕，低声道：“萧炎哥哥，边上还有人呢。”而边上诸多看着萧炎和薰儿互动的迦南学院学员们纷纷瞪大了眼睛，随后感到心中一凉，那颗火热跳动的心就如同甩到地上的瓷器一样，破碎的一块一块的。咚！在蔚蓝天空耀日高升起来之时，清脆的钟鸣声终于是在广场上响了起来。而听得那钟鸣声，喧闹的广场这才略微安静了一些。无数道目光顺着钟声望向了极其宽阔的广场，汇聚了全场目光的广场中央，一道背身双翼、头发花白的身影扇动着翅膀，凭空而立，目光环视四周，雄浑的声音如同闷雷声一样炸响，传遍了整个广场以及看台。内院选拔赛已经结束，50位具备进入内院修行资格的学员已经尽数到达广场中央。不过内院中也是有着森严的等级划分，实力才是一切。在这里的每一点排名提升，都意味着你们的进入内院时获得的资源会多一些。所以我再次宣布，排名赛正式开始，没有规则，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便是真正的赢家。话音落下，当即哗然，这是一场大混战。但当虎钳宣布之后，所有人虽然骚动，但是并没有第一时间动手，绝大部分人都将视线投入了其中一道挺拔削瘦的身影之上。薰儿握着萧炎的手，骤然握紧，有些担忧，但萧炎却并没有过多的情绪，而是轻轻拍了拍薰儿的手背，示意他安心。将薰儿护在身后之后，萧炎转过身来，遥遥望向那48道身影，一步踏出，淡淡的开口道：“我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所以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想要挑战我，你们一起上吧。”听闻萧炎的话语，看台之上所有人当即哗然，就连高空之上扇动着翅膀监视着比赛情况的虎钳和众多学院长老也是微微一愣。不过下方的诸多学员却是一阵骚动，随后一群人骤然暴起，无数道五颜六色的斗气流光自他们的身上爆发出来，一同朝着萧炎扑了过去。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萧炎，我们就是看你不爽，凭什么你能得到薰儿的芳心？若是我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胜负还未见分晓。面对来势汹汹的众人，萧炎没有丝毫畏惧，当即一步踏出，身上斗气凝聚，随后一拳轰出，同时暴喝道：“一帮小屁孩，年纪轻轻想什么有的没的，都给我回去好好修炼！”大战惊起，一时间广场之上五颜六色的斗气流光不断的闪烁着，时不时就有人飞出，远远的砸落在地上。然而即便如此，还有着无数的学员如同飞蛾扑火一样，朝着那被所有人围在中心的萧炎扑了过去。混战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的时间，与其说是混战，不如说是单方面的战斗。萧炎以一己之力抗住了整个迦南学院选拔赛的通过者，并将之一一击败。到最后，所有人都鼻青脸肿地趴在了地上，广场之上只剩下了2道伫立的身影。全场未参与过一次战斗的薰儿，以及身上衣衫破烂不堪，浑身各处都有着轻微伤势，但却依旧傲然站立在原地，未曾退后一步的萧炎。这一战，他没有动用任何的额外手段，单纯凭借自己的战斗经验以及自身的斗气修为而战。也正是这一战，萧炎彻底打服了整个迦南学院外院观看了这一战的观众，先是陷入了沉默。当萧炎最后将上前的虎家轰飞后，
观众们不约而同地高声呼喊着萧炎的名字。伴随着一脸愕然和无奈的虎钳宣布了比赛的结果之后，萧炎带着靴儿潇洒地自广场之上走下，徒留几十道倒在地上的身影。躺在地上身着红衣的虎家遥遥地望着天空，喃喃自语道：这个萧炎真的是一个怪物妖孽，我可算是明白薰儿为什么会看上他了。同样一旁躺在地上浑身疼痛的白山没好气地冷哼道：哼，他不过是仗着修为高一筹罢了，等我突破到斗灵一样能做到。不过他虽然这么说，但话语中却没有几分底气。委实萧炎的身姿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拄着血色重剑缓缓起身的吴昊听到了两人的对话，沉默了一阵后便是十分罕见的开口说道：他很强，我服了，和小妖女比起来，他才是真正的妖孽。听闻这般话语，虎家和白山也是沉默了起来。良久之后，两人缓缓起身，感受着身上的疼痛，前者带着几分苦笑的说道：是啊，这个萧炎才是真正的妖孽。迦南学院外院这一届的内院选拔赛排名战彻底落幕，萧炎的名字响彻整个外院，就连迦南城也满是他的名号。这一届当之无愧的外院第一人赫然出现，缓步地走在迦南学院的林荫小路之上。萧炎并没有理会周围那时不时投来的各种视线与窃窃私语。自从他2天前做出那番壮举，也一己之力单挑整个内院选拔赛的获取资格者后，并且取得了碾压般的胜利后，他一跃而上，成为了整个迦南学院外院最耀眼的那颗星星。距离排名战落幕已经过去了足足2天时间，经过这些天的休养，萧炎原本受到的一些伤势已经全部好转。按照迦南学院的规矩，排名战结束后的7天之后，便是获得进入内院修行资格的学院们进入内院的时候。而除此之外，前5名将获得一次前往迦南学院藏经阁的资格，从中选择一项额外的奖励。只不过其他人对此很是惊奇，不过萧炎对于那藏经阁倒是没有过多在意，潜意识的他已经进去过一次，并从其中收获不菲。不过更多的是因为以萧炎如今的眼光，那藏经阁内的东西很多他都看不上了。纵然萧炎现在斗气修为孱弱，仅有斗灵水平，但以他曾经踏足斗帝的眼界，那些功法斗技很少有能入他眼的东西。薰儿，你在这里等了多久了？就在这时，萧炎感觉到自己和药老之间的联系陡然间被单方面切断。指望你干什么？不过这个妖孽也不知道怎么修炼的，明明看上去比我还小一点，实力怎么就这么强？好了好了。话音落下，薰儿便是拉住了萧炎的一只手，朝着学院一处跑去。萧炎的脸上则是带着几分无奈，任由薰儿带路，淡淡的说道：薰儿慢点，不急。而且萧炎更希望可以尝试一下在藏经阁里找到一些珍稀的可以修复灵魂力的药材，受损的地境灵魂也不是一般药材就能起效的。随后他顿了顿，继续开口说道：既然你们5人都到期了，那等一会儿便是带你们进入藏经阁的时间。顺着一处密道，几人七拐八绕地行走了很久，一点亮光出现在了尽头。走出通道之后，便是刺眼的阳光，稍微等待片刻，等眼睛适应了光线之后，便是能看到一处陡峭的不见顶峰的悬崖峭壁。一旁的吴昊沉默不语，而白山则是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萧炎则是嘴角上扬，微微一笑，反过来看向了虎家。哼，若琳导师，好久不见。其3，若是机缘未至，不可强求。3句话说完，虎钳看了看几人的反应，确定所有人都将之记下了之后，这才带着几人走出了房间。其2，带出来之物只能自己使用，不可外传。萧炎先是对着若琳导师打了个招呼，随后又望向一旁的中年男子，而那中年导师显然也对萧炎这尊迦南学院内声名显赫的新人王并不陌生，当即笑着说道：哦对了，萧炎哥哥，快跟我来，之前我看到导师他们已经过去了。听闻虎钳的这般话语，虎家则是撇了撇嘴，将头转过一边去，嘟囔道：叫我库鲁便好，107-172-86108。其余人却像是没有察觉到这2人一直在这里一样，紧盯着藏经阁，目光中满是震撼的神色。不过其中珍藏的药材宝物倒是可以弄到手，用来加速提升自己的斗气修为，让自己的实力更快一步的恢复。薰儿掩嘴轻笑，眼神朝着一边瞥去，柔声道：也没有多久，心中打着盘算，萧炎不紧不慢地走着。不过很快，一道如同银铃般清脆的声音从一旁传来，打断了他的思绪。虎钳拍了拍手，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旋即从椅子上起身，微笑着开口说道：既然你们都来了，老夫也就不卖关子，做那啰嗦之人了。不过必要的规矩还是要讲一讲的。心念一动，萧炎转头望去，嘴角上挂起一抹温和的微笑，面对那道早已经在此等候多时的倩影，轻声道：又是等待了接近1个时辰左右的时间，迦南学院副院长虎钳匆匆赶来此处，而见到他到来的虎家则是一脸委屈地盯着他，好半天后还嘟囔着张嘴，一句话也不说。若是他恃强凌弱也就罢了，
但人家萧炎是堂堂正正在比试中将你们所有人一个个击败，符合规矩流程，老夫自然不会插手。其一，进入藏经阁内，你们可以挑选无数次，但带出来的只能有一个。一边说着，他一边死死地盯着萧炎，似乎是想要看看这个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萧炎在心中喃喃自语道，他对于守护迦南学院藏经阁的2位长老自然并不陌生，那是迦南学院的守护者，也是如今留在学院内的最强者，每一人几乎都是斗宗巅峰的修为。而在那3秒峭壁的一角处，有着一处占地极为广阔的阁楼，其上还书写着3个若隐若现、模糊不清的字体“藏经阁”。不过相比于其他人，萧炎的目光并没有停留，而是落在了藏经阁不远处2道盘坐在此的灰衣人影之上。大约过了几分钟后，虎钳终于是败下阵来，揉着额头，将目光投向了虎家，淡淡的说道：“你这丫头，不知天高地厚，如今被打了，想要找我帮你出气。”听闻这般话语，虎家猛地点了点头，而虎钳则是翻了个白眼，直截了当的拒绝道：“不去，别指望我给你出气。你要是不服，大可以亲自去打萧炎一顿。”萧炎哥哥，早上好啊！几分钟后，薰儿带着萧炎来到一处别致的导师阁楼，在那里，若琳导师已经等候，还在和另一名身着导师制服的中年男子交流着。除去他们之外，在另一边，白山、虎家、吴昊3人也在静静的等候着，似乎只差他们3人。先是微微一怔，旋即萧炎便是了然。显然，药老并不希望自己的存在被这2人察觉到，将视线从千百二老身上离开。萧炎装作并没有察觉到2人的模样，跟随着大部队走上了山路。